蒸腾的热浪裹着沙粒，如钢针般扎在杰克脸上。他舔了舔渗血的嘴角，尝到铁锈混着沙粒的咸涩。腰间的左轮手枪还在发烫，黄铜弹壳叮叮当当地滚落在焦土上，在死寂的峡谷里激起一连串清脆回响。那顶标志性的牛仔帽此刻已裂成两半，帽檐上的弹孔正汩汩渗出血珠，顺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颌线滴落在斑驳的皮质护腕上。臭小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骷髅面具后的声音像砂纸打磨铁板，伴随着散弹枪拉动枪栓的金属摩擦声。杰克瞳孔骤缩，在子弹破空的尖笑声中猛地翻滚，碎石划破他的鹿皮马裤，在大腿上拉出3道血痕。身后的岩壁炸开碗口大的深坑，飞溅的碎石擦着耳际掠过，带起一阵火辣辣的刺痛。他摸向腰间的子弹袋，指尖触到最后2颗子弹时，心脏猛地漏跳一拍。这场生死追逐战终于到了最后关头。通缉犯的身影在热浪中扭曲成模糊的黑影，手中的散弹枪泛着幽蓝的冷光。杰克倚着滚烫的岩石喘息，额前的碎发被冷汗粘在脸上，视线却始终死死锁定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刹那，天空突然响起玻璃碎裂般的脆响，一道紫色裂痕如巨蟒般撕裂苍穹，雷霆在裂缝中翻涌，狂躁的吸力瞬间将整片峡谷卷入漩涡。不！杰克嘶吼着抱紧黑马铁蹄，将绳深深勒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渗出，时空乱流向无数钢索绞住他的身体，五脏六腑仿佛被无形大手狠狠揉捏。铁蹄惊恐地嘶鸣着，马蹄不断踢蹬，却始终紧紧贴着主人。当意识即将消散的瞬间，他看见骷髅面具下那双猩红的眼睛，竟也闪烁着与自己同样的恐惧。剧痛如潮水般退去时，杰克重重摔在布满青苔的石阶上，后脑勺撞在石柱上，眼前炸开无数金星。他挣扎着撑起身子，左手下意识摸向腰间的枪套，却摸到一手湿漉漉的粘稠，那不是汗水，是温热的鲜血。刺鼻的腐殖质气味混着铁锈味涌入鼻腔，他抬头望去，破败的朱漆匾额上凌霄殿3个篆字已斑驳难辨，满地碎瓦间生长着泛着诡异蓝光的蘑菇，夜风掠过，残破的风铃发出空灵的呜咽。欢迎来到仙域，西部牛仔。机械合成音在脑海中炸开的瞬间，杰克条件反射的拔枪，旋转的枪管却只对上虚无。他踉跄着后退半步，后背撞上冰凉的石柱，冷汗顺着脊椎滑进马裤。全息面板突然在视网膜上亮起，淡蓝色的数据留在眼前流淌，仿佛触手可及，却又如同水中月般虚幻。草丛中传来的窸窣声打断了他的思绪。5只獠牙染血的山猪从阴影中冲出，浑浊的瞳孔里倒映着杰克绷紧的身影。为首的山猪突然发出震天的嚎叫，腥臭的咸水喷溅在杰克的皮靴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左轮手枪的枪管骤然亮起金色符文，子弹拖着流星般的尾焰破空而出，在山猪眉心炸开璀璨的星芒。暴击！加10积分！双倍暴击！加20积分！系统提示音接连炸响，杰克却顾不上查看面板，他单膝跪地，动作行云流水的给左轮装填子弹，滚烫的弹壳不断从抛壳口跳出。铁蹄在他身后焦躁地刨着地面，马嘶声与山猪的哀嚎交织成战斗的交响曲。当最后一只山猪化作光点消散，杰克抹了把脸上的血污，看着暴涨的积分，忽然仰头大笑起来。笑声惊飞了废墟上栖息的鸭群，也惊起远处山林中此起彼伏的野兽低吼。老伙计，他伸手抚摸铁蹄汗湿的鬃毛，指尖传来温热的触感，看来咱们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话音未落，远处传来树枝折断的脆响，杰克瞬间屏息，将新子弹推进弹巢，枪管上的符文再次亮起。这一次，他眼中闪烁的是猎人锁定猎物的炽热光芒。杰克瘫坐在布满青苔的断壁残垣旁，粗重的喘息声在寂静的废墟中回荡，汗水混着血污顺着下颌线滴落，在焦土上晕开深色的痕迹。他死死盯着系统面板上那跳动的当前积分100，喉结剧烈滚动，干燥的嘴唇无意识地抿了又抿，指尖捏得发白，指尖深深陷进掌心，仿佛要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牢牢攥住。可算攒够了！沙哑的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尾音甚至微微发颤，仿佛是从胸腔深处迸发出来的呐喊。他颤抖着伸手拍了拍腰间那把陪伴自己多年已经磨出包浆的左轮手枪，枪身冰凉的触感让他稍微镇定了些。随后他弯腰拽过从废墟角落里捡来的生锈铁剑，剑身布满蛛网般的裂痕，缺口处还残留着暗红的锈迹，一看就经历过无数岁月的洗礼。系统，把这破玩意儿和我的左轮融合！杰克扯开嗓子喊道，声音在空旷的废墟中不断回荡，惊起几只栖息在断梁上的乌鸦扑棱棱地飞向天空。
融合程序启动，冰冷的电子音在脑海中炸响的瞬间，杰克只觉头皮发麻。两把武器仿佛被无形的巨手托起，缓缓悬浮到半空中。金属表面泛起细密的金色符文，如同活过来的藤蔓般疯狂生长蔓延，发出令人牙酸的嗡嗡低鸣。他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上冰冷的石柱，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胸膛。只见两股截然不同的能量在空中剧烈碰撞，左轮手枪的枪管逐渐变得漆黑如墨，深邃的仿佛能吞噬光线，手柄处蜿蜒的雷电纹路若隐若现，而那把铁剑则发出刺耳的碎裂声，剑身如玻璃般寸寸崩解，化作无数金色光点，如同被磁石吸引般没入左轮手枪之中。融合完成，恭喜获得雷耀左轮，雷电伤害加远穿透。系统提示音刚落，一把崭新的左轮手枪啪的一声稳稳落在杰克布满老茧的手掌心。他倒吸一口凉气，瞳孔猛地收缩，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好家伙！枪管上细小的电弧不断跳跃，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如同欢快的精灵在嬉戏。枪柄处镶嵌着的幽蓝晶体散发着神秘而危险的光芒，随着呼吸般的节奏明灭闪烁，仿佛蕴藏着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就在杰克还沉浸在新武器带来的震撼中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声，夹杂着女子凄厉的哭喊声和男人凶狠的叫骂声，像一把尖锐的刀划破了废墟的宁静。他眉头瞬间拧成一个川字，眼神变得锐利如鹰，迅速将雷耀左轮别在腰间，翻身跨上铁蹄。黑马感受到主人的愤怒，昂首嘶鸣一声，四蹄腾空而起，扬起一路烟尘，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疾驰而去。转过一个山坳，眼前的景象让杰克的双眼瞬间布满血丝，怒火腾的一下窜上心头。十几个身着黑袍、面目狰狞的魔教教徒将一群手无寸铁的村民围在中间，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子。为首的教徒满脸横肉，脸上那道长长的刀疤从左眼一直延伸到嘴角，此时正一手提着酒葫芦，一手死死拽着一个年轻姑娘的头发，姑娘的头皮被扯得生疼，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小娘子，跟大爷我走，保你吃香的喝辣的。他嘴里喷着酒气，说出的话污秽不堪，引得周围的教徒们一阵哄笑。放开那个女孩！杰克一声怒吼，声如炸雷，震得附近的树叶都微微颤动。铁蹄仿佛也被主人的愤怒点燃，跑得更快了，四蹄踏在地上发出哒哒的声响，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魔教教徒们听到声响，纷纷转头，看到杰克单枪匹马赶来，先是一愣，随后爆发出一阵哄笑。哪来的毛头小子，敢管爷爷们的闲事？刀疤脸将酒葫芦随手一扔，哐当一声砸在地上，酒水洒了一地。他拔出腰间寒光闪闪的弯刀，脸上满是不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们魔教的下场。杰克勒住缰绳，在距离魔教众人10步远的地方停下。他缓缓起身，居高临下的扫视着这群恶人，眼神中充满了轻蔑，仿佛在看一群跳梁小丑。随后他不紧不慢地掏出雷耀左轮，枪管上跳跃的电弧将他的脸庞映得忽明忽暗，勾勒出一张冷峻而坚毅的面孔。在西部，子弹就是道理。他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容，语气冰冷得如同寒冬腊月的风，不带一丝温度。话音未落，杰克手腕一抖，果断扣动扳机，一道幽蓝的闪电如同一头迅猛的猎豹，嗖地从枪口喷射而出，划破空气，留下一道耀眼的轨迹。瞬间，刀疤脸的天灵盖被洞穿，他瞪大了眼睛，脸上还保持着惊愕的表情，扑通一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头顶冒着青烟，死不瞑目。温热的鲜血溅在旁边的教徒身上，惊得他们连连后退。这是什么妖法？其他魔教教徒惊恐地瞪大了眼睛，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同见了鬼一般。他们握着武器的手不住地颤抖，看着杰克的眼神中满是恐惧，原本嚣张的气焰荡然无存。杰克冷笑一声，正要再次开枪，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检测到新功能解锁，敌人弱点分析。与此同时，他的视野中出现了几个醒目的红色标记，精准地标注在魔教教徒们的咽喉、心脏等要害位置，如同黑夜中的明灯，指引着他的攻击方向。来得正好！杰克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他大喝一声，手指如飞地连开数枪。雷耀左轮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幽蓝的闪电如同一道道死神的镰刀，划破长空，精准地击中那些红色标记。魔教教徒们一个接一个地惨叫着倒下，有的捂着咽喉，鲜血从指缝中不断涌出，染红了他们的黑袍；有的捂着胸口，脸上写满了绝望，身体在地上抽搐几下便没了动静。短短片刻，地上就横七竖八地躺满了魔教教徒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村民们原本惊恐的脸上，此刻写满了震惊与敬佩。他们小心翼翼地围拢过来，眼神中满是感激，
仿佛在看一位从天而降的救世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颤抖着握住杰克的手，浑浊的眼中泛起泪花，声音哽咽：“多谢英雄相救。”这些魔教的人已经在这里烧杀抢掠很久了，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杰克摆了摆手，将雷耀左轮收入枪套，笑着说道：“小事一桩。对了，老人家，这附近有没有铁匠铺？我需要些特殊的材料。”老者连忙点头，指了指村外的方向，语气中带着一丝敬畏。出了村子往东走3里，有个叫铁炉村的地方，那里的铁匠手艺精湛，或许能帮到英雄。杰克拍了拍铁蹄的脖子，翻身上马，朝着老者指的方向疾驰而去。身后传来村民们此起彼伏的欢呼声，而杰克知道，在这个陌生的仙域，属于他和雷耀左轮的传奇才刚刚开始。杰克骑着铁蹄，刚拐出村子，就发现路边的槐树下站着个青衣少年。那少年背着把长剑，剑穗随风轻轻晃动，一双丹凤眼紧紧盯着他，腰间还冒着蓝光的雷耀左轮，眼神里满是好奇和疑惑。兄台好手段！方才远处那道雷光，可是你所为？少年快步迎上来，声音清朗，透着股掩饰不住的兴奋。杰克勒住缰绳，低头打量着少年，伸手抹了把脸上还没擦净的血迹，咧嘴一笑：“是我。怎么，有事？”他说话时，腰间的左轮手枪又噼啪闪过一道电弧，惊得铁蹄不安地刨了刨地。少年眼睛一亮，连忙抱拳行礼：“在下林金羽，乃是青云山大竹峰弟子。方才见兄台施展奇术，特来相邀，还望兄台能随我上青云山，让师门长辈也开开眼界。”他说这话时，胸脯挺得高高的，一脸骄傲。杰克挑眉，摸了摸下巴，心想：这仙域之大，我正愁没个方向，去这青云山说不定能打探些消息。想到这儿，他爽快的点头：“行，带路吧。”两人一路疾驰，很快就到了青云山脚下。远远望去，云雾缭绕间，亭台楼阁若隐若现，宛如仙境。可刚走到山门前，就被几个大竹峰弟子拦住了去路。为首的弟子长得虎背熊腰，双臂抱在胸前，斜睨着杰克，满脸不屑：“哪儿来的野小子，也敢往青云山闯？”林金羽急忙上前解释：“王师兄，这位兄台身怀奇术，我特地带他来拜见师傅。”那王师兄冷哼一声：“身怀奇术？我看是旁门左道。青云山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他这话一出，周围的弟子都跟着哄笑起来。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时，一道清脆的女声传来：“师兄们这是在吵什么啊？”只见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少女蹦蹦跳跳的跑过来，眉眼弯弯，模样俏皮可爱，正是田玲。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杰克，眼睛突然落在他的左轮手枪上，好奇地问：“这铁疙瘩是什么？能吃吗？”这话惹得众人又是一阵大笑，杰克却不恼，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这可不是吃的，是能取人性命的家伙。”说着，他故意把枪掏出来，在手里转了个漂亮的枪花，枪管上的电弧噼里啪啦响得更欢了。田玲非但没害怕，反而更来了兴致：“我看你也不像有真本事的样子，要不这样，咱们比剑，你要是赢了，我就带你去见我爹。”他说着，拔出腰间的佩剑，剑尖指向天空，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杰克正要开口答应，脑海里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检测到御剑术与射击技巧产生共鸣，正在融合。融合成功，获得瞬发剑诀，可通过意念控制剑气进行高速射击。与此同时，他感觉一股热流从丹田涌向指尖，仿佛整个人都充满了力量。比就比，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输了可别耍赖。杰克把左轮手枪插回腰间，活动了一下手腕，关节发出咔咔的响声。田玲娇喝一声，率先发起攻击，长剑如灵蛇般刺向杰克。杰克不慌不忙，眼神微微一凝，心中默念剑诀。刹那间，一道透明的剑气从他指尖激射而出，速度快的肉眼几乎难以捕捉。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田玲的发带应声而断，乌黑的长发瞬间散落肩头。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老大，能塞下一个鸡蛋。田玲呆立在原地，看着手中的断发带，满脸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人群中，一个长相憨厚的少年张小凡，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杰克刚才出手的姿势，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悄悄在心里记下了这个独特的发力方式。林金羽第一个反应过来，兴奋地大喊：“好，好手段！”他这一喊，才打破了现场的僵局，众人纷纷议论起来，看向杰克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轻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震惊和敬畏。青云山大竹峰的午后，蝉鸣声聒噪地响着，阳光穿过斑驳的树叶，在廊柱上投下细碎的光影。杰克半倚在廊柱上，嘴里叼着根随手折来的草茎，
正全神贯注地擦拭雷耀左轮。枪管上跳跃的电弧不时映亮他棱角分明的脸庞，幽蓝的光芒在他眼底流转，仿佛藏着一片神秘的星河。叮！毫无预兆的系统提示音如同一记炸雷，在杰克脑海中轰然炸响。他手一抖，差点把枪甩出去，整个人惊得从廊柱上弹开，后背重重撞在身后的幕墙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检测到宿主忠诚伙伴铁蹄契合进化条件，赠送灵脉果橙1，使用后可开启坐骑进化。机械的提示音在脑中回荡，惊得他瞪大了眼睛，嘴里的草茎啪嗒掉在地上。还有这好事？杰克难以置信的喃喃自语，挑眉时额头的伤疤跟着微微抽动。他伸手在腰间一抹，虚拟背包的蓝光一闪而过，指尖刚触到灵脉果，一股沁凉的感觉瞬间顺着手臂蔓延，仿佛握住了一块千年寒冰。掌心躺着的果子足有拳头大小，表皮泛着神秘的紫光，金色纹路如同活过来的游龙，在表面蜿蜒盘旋，散发着一股香甜气息，勾得人口水直咽。那味道像是混合了蜂蜜的桂花，又带着一丝说不出的清香。不远处的马厩里，铁蹄正低头啃食着鲜嫩的青草，尾巴有节奏地甩动着，驱赶那些围着它嗡嗡叫的蚊虫。杰克握着灵脉果走近，靴子踩在碎石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铁蹄立刻抬起头，黑亮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果子，鼻孔喷着热气，打着响鼻凑了过来，还亲昵地用脑袋蹭了蹭杰克的手臂。尝尝这个，说不定能让你大变样。杰克笑着拍了拍铁蹄的脖子，声音里满是期待。铁蹄毫不客气，张开嘴一口吞下果子，嚼了几下便咽了下去，喉结上下滚动。刹那间，诡异的变化发生了。铁蹄周身爆发出刺目的黑光，光芒如同汹涌的潮水，瞬间将他整个包裹。强烈的光芒刺得杰克睁不开眼，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臂挡住脸，眯着眼透过指缝观察。黑色光芒中，铁蹄的身形不断拔高，原本油亮的皮毛变得如墨般漆黑，还泛着金属般的冷冽光泽，像是被打磨过的黑曜石。马蹄渐渐变大，边缘生出锋利的骨刺，在光芒中闪烁着森然的寒光，鬃毛无风自动，每一根都像燃烧的黑色火焰，随着无形的风肆意舞动。叮！坐骑铁蹄进化为暗影铁蹄，解锁专属技能暗影突袭，踏地生成黑雾，可群体击退敌人，速度属性提升 300%。 系统提示音刚落，暗影铁蹄昂首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鸣，声音响彻整个大竹峰，带着一股威慑四方的霸气，连马厩的屋顶都跟着微微颤抖，几片瓦片啪嗒啪嗒的掉落。他前蹄高高扬起，肌肉紧绷，血管在皮肤下清晰可见，随后重重踏在地上，地面瞬间裂开一道细小的缝隙，一团黑雾从蹄下涌出，弥漫开来。黑雾中隐隐闪烁着诡异的红光，仿佛藏着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窥视着一切。这动静很快引来了一群青云门弟子。田丽儿扎着重新系好的发带，粉色裙摆随着奔跑飞扬起来，她蹦蹦跳跳地跑在最前面，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张成了 O 型。我的天，这还是之前那匹马吗？怎么变得这么威风？说着，他还伸手想摸一摸暗影铁蹄，却被他鼻孔喷出的热气吓得缩回了手。王师兄依旧是那副不可一世的模样，大踏步走过来，双臂抱在胸前，肥厚的下巴微微抬起，撇了撇嘴，再威风又怎样，还能比得过咱们青云门的御剑术？他说话时，嘴里还嚼着一颗不知名的坚果，咔咔的咀嚼声格外刺耳。杰克听了这话，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容，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他利落的翻身上马，动作行云流水，双腿一夹马腹，不如试试。话音未落，暗影铁蹄已经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四蹄翻飞间，地面不断升起黑雾，瞬间将杰克和马的身影隐没其中。马蹄踏地的声音如同战鼓，每一下都震得地面微微颤动。追！别让他跑了！王师兄大喊一声，率先御剑而起，飞剑在他脚下发出嗡嗡的声响。其他弟子也纷纷祭出飞剑，跟在后面紧追不舍。一时间，空中满是御剑飞行的身影和法器破空的声音。然而，杰克骑着暗影铁蹄在青云山的山林间穿梭自如，时而跃上陡峭的山崖，碎石被马蹄踢得四处飞溅，时而穿过狭窄的峡谷，两侧的岩壁擦着马腹而过。暗影铁蹄踏地时产生的黑雾不仅干扰着追兵的视线，还时不时将靠近的飞剑弹开，发出当啷当啷的碰撞声。杰克兴奋的大喊，风呼呼地灌进他的嘴里，吹得他头发乱舞，衣襟猎猎作响。来啊，追上我算你们本事！他一边喊着，一边操控着暗影铁蹄在山间玩起了跑酷。一会儿沿着笔直的松树树干飞驰而上，树皮被马蹄刮得簌簌掉落；一会儿又从高高的瀑布顶端纵身跃下，溅起大片水花，如同一条黑色的蛟龙入水。众弟子追得气喘吁吁，额头上的汗水不停地滚落，打湿了衣襟。
张小凡累得满头大汗，扶着膝盖直喘气，胸脯剧烈起伏，苦笑着说：“这哪是骑马，简直是驾着乌云在飞。”他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脸上还沾着几片树叶。田莲儿看着杰克远去的方向，双手叉腰，忍不住笑道：“咱们仙门怕是来了个弼马温。”这话惹得众人一阵哄笑。虽然没追上杰克，但大家都被这神奇的坐骑惊得目瞪口呆，也对杰克这个来自异世界的神秘人更多了几分好奇和敬畏。山风拂过，带着淡淡的雾气，仿佛也在诉说着这场追逐的精彩。青云山议事厅内，檀香炉中青烟如蛇般扭曲升腾，在烛火昏黄的光晕里交织成诡谲的纹路。掌门田不易枯瘦的手指捏着残破的羊皮卷，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羊皮卷上暗红的符文宛如干涸的血迹，随着他微微颤抖的手腕，在摇曳的光影下仿佛随时会活过来。万福古窟现天书残卷，此乃我青云门千年之秘。他沙哑的声音在空旷的厅内回荡，尾音未落，杰克突然感觉太阳穴突突跳动，一道尖锐的系统提示音如闪电般劈开脑海。主线任务触发，夺取天书残卷，奖励神秘技能升级卡乘1。我去！杰克猛然起身，木质椅腿在青砖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惊得梁上栖息的燕雀扑棱棱乱飞。田不易浓眉倒竖，鹰隼般的目光瞬间射向杰克，而一旁的张小凡却死死攥着衣角，掌心沁出的汗水阴湿了粗布，眼底燃烧着渴望的火苗。掌门，我愿与杰克师兄同去。张小凡声音发颤，喉结上下滚动的像个受惊的鹌鹑，可挺直的脊背却透着股执拗的劲儿。万福古窟洞口，腐臭的气息裹挟着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杰克下意识屏住呼吸，胃里一阵翻涌。洞壁上青苔如恶疮般肆意蔓延，幽绿的荧光蘑菇如同无数只诡谲的眼睛，在黑暗中悠悠发亮。小心，这些蝙蝠吸人精血！张小凡话音未落，头顶突然传来密集的沙沙响动，像暴雨倾盆而下。成千上万只蝙蝠张着肉翼俯冲而下，腥风裹挟着刺鼻的酸腐味，刮得人脸生疼。杰克眼前瞬间被一片汹涌的黑色浪潮吞没。杰克瞳孔骤缩成针尖，一把将张小凡拽到身后，力道大的让少年踉跄了一下。雷耀左轮如银蛇出洞般瞬间出鞘，枪管蓝光暴涨，跃动的电弧发出噼啪爆响，像发怒的小蛇吐着信子。系统，找弱点！他青筋暴起的脖颈高高扬起，吼声在洞窟里炸出回音。刹那间，视野里的蝙蝠翅膀上浮现出淡红色标记，在幽暗中格外醒目。原来要害在一魔！杰克咧嘴一笑，露出森白的牙齿，手腕猛地一抖，子弹拖着幽蓝尾焰撕裂空气，精准地射向标记点。砰砰砰，枪声如惊雷炸响，震得岩壁簌簌掉落碎石，细小的粉尘在光束中狂舞。蝙蝠群发出刺耳的惨叫，被打爆一魔的瞬间，化作漫天黑色羽毛飘落，宛如一场诡异的葬礼。张小凡瞪大了眼睛，手里的烧火棍差点脱手，嘴巴张成了 O 型。这也太厉害了！可惊叹声还卡在喉咙里，一只足有马车大的蝙蝠王破风而下，血盆大口滴落的粘液砸在地上，滋滋冒着白烟，地面瞬间被腐蚀出一个个焦黑的坑洞。小心！杰克后颈的汗毛根根倒竖，系统警报声在脑海里疯狂作响，尖锐的像指甲刮擦铁板。他本能的向后翻滚，后背重重撞上尖锐的石笋，疼得眼前炸开无数金星。蝙蝠王巨大的翅膀擦着他鼻尖掠过，利爪在岩壁上抓出5道火星，灼热的气浪掀飞了他额前的碎发。还没完呢！杰克咬牙翻身爬起，血水顺着嘴角流下，他抹了一把，枪口稳稳对准蝙蝠王泛着绿光的巨眼。给我爆！随着枪响，一团腥臭的血雾爆开，蝙蝠王发出垂死的哀嚎，庞大的身躯如小山般轰然倒地，溅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差点将2人活埋。洞窟深处，血色阵法散发着妖异的红光，天书残卷悬浮在中央，符文流转间似有无数冤魂在呜咽。其他门派的弟子正陷入苦战，有人的法术被蝙蝠翅膀扇得支离破碎，有人狼狈的在地上翻滚躲避撕咬，惨叫声此起彼伏。杰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雷耀左轮连续喷射出幽蓝的火舌，对着阵法边缘连开3枪，符文如玻璃般寸寸崩解。这玩意儿还得用子弹说话。他一把抓住天书，金属枪柄在掌心发烫，转头冲张小凡挑眉，眼底满是戏谑。张小凡喘着粗气跑过来，眼睛亮得像装了2盏探照灯，激动地抓住杰克的手臂，手指不住地发抖。哥，教我打枪！他涨红的脸上还沾着尘土，眼神里却写满了崇拜。刚才那招瞬发，还要怎么找弱点？能不能教教我？杰克看着少年鼻尖的汗珠，突然想起自己刚穿越时的手足无措，忍不住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脑勺。行啊，不过你得先学会怎么甩枪不炸膛，这玩意儿
比你那烧火棍脾气大多了。洞窟外，夕阳将云层染成血色，如同一幅末日画卷。杰克把玩着天书残卷，上面的符文突然泛起微光，与腰间雷耀左轮产生共鸣，发出轻微的震颤。远处，其他门派弟子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有人咬牙切齿地握紧拳头，有人摇头叹息着收起法器。谁也不知道这个用铁疙瘩改写仙域规则的牛仔，还会在这片天地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从万夫古窟归来的杰克，活像个从血池里捞出来的恶鬼。暗红的蝙蝠精血在他的皮衣上凝结成块，随着步伐拉扯出黏腻的丝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滋滋的撕扯声。腥臭味像复古之居般缠绕着他，甚至连路过的飞鸟都被熏得扑棱着翅膀改道而飞。他狼狈地倚在大竹峰后院的木桩上，木桩瞬间被血污染出深色痕迹。粗重的喘息声混着血腥味喷薄而出，汗水与血污交织成暗红的溪流，顺着棱角分明的下颌线坠落，在脚下的泥土地上砸出一个个浑浊的小坑。手里的雷耀左轮还残留着战斗时的余温，枪管上粘着细碎的蝙蝠翼膜，随着他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晃动，仿佛在诉说着洞窟内的惨烈厮杀。叮！检测到大量蕴含火系能量的精血，是否用于法宝升级？机械的提示音毫无征兆地在脑海中炸响，惊得杰克浑身一激灵，差点将手中的左轮甩出去。他猛地抬头，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着枪身上若隐若现的紫色纹路，干裂的嘴唇慢慢裂开，露出一个兴奋到近乎狰狞的笑容。生，必须生！老子倒要看看这破枪还能玩出什么花样！话音未落，雷耀左轮突然爆发出刺目的紫光，光芒如同核爆瞬间的炽烈，将整个大竹峰后院照得亮如白昼。杰克本能地抬起手臂遮挡，皮肤却仍能感受到光芒带来的灼热。透过指缝，他目睹了堪称诡异的一幕，枪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赤红的颜色从枪膛蔓延至枪口，仿佛被投进了地心的熔岩之中，反复淬炼。表面凸起的火焰纹路如同活物般扭动，橙红色的火舌顺着纹路游走，将空气都扭曲出阵阵涟漪。握把处的幽蓝晶体更是诡异的渗出血珠般的赤红，迸溅的火星如同小型陨石，滋滋的灼烧着青砖地面，留下一个个焦黑的孔洞，青烟袅袅升起。雷耀左轮进化成功，当前形态：雷耀爆炎左轮，子弹附带灼烧效果，可融化敌人法宝。提示音落下的刹那，一股滚烫的热流顺着杰克的手臂直冲丹田，仿佛有一团烈火在经脉中奔腾。他迫不及待地掏出子弹，金属弹壳在掌心散发着足以烫伤皮肤的高温，表面流转的橙红色光芒如同液态火焰，隐隐有热浪升腾而起。好家伙，这下老子就是移动的活火山！他兴奋地吹了声口哨，尖锐的哨音穿透后院的寂静，惊飞了树梢栖息的鸟群。这时，系统界面再次弹出解锁技能树，请分配升级点数。眼前浮现的蓝色面板上，密密麻麻的技能分支如同神经网络般交错。杰克摩挲着下巴，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毫不犹豫地将点数全部倾注在暴击率与穿透力上。刹那间，他感觉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高清键，远处树叶的脉络、山涧溪流的波纹，甚至是数十丈外弟子发丝的飘动，都清晰地映入眼帘。握枪的手也变得沉稳如铁，每一块肌肉都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力量。杰克师兄，你在干嘛呢？张小凡气喘吁吁的声音从100米外传来。少年抱着比他人还高的柴火，脚步踉跄地跑过来，粗布衣衫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背上，额前的碎发也被汗水粘成一缕缕。杰克咧嘴一笑，露出2排白牙，特意将雷耀爆炎左轮转了个枪花。跳动的火星溅落在张小凡脚边，吓得少年往后跳了一步。来，让你开开眼。他猛地转身，指向青云后山那座3层楼高的青石巨岩。岩石表面布满青苔，缝隙中还生长着顽强的灌木，远远望去宛如一头沉睡的巨象。看好了，这一枪下去，保准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张小凡慌忙丢下柴火，双手紧紧攥着衣角，眼睛瞪得像铜铃。杰克深吸一口气，双腿微曲如弓，身体前倾成完美的射击姿态，整个人仿佛一张蓄势待发的强弩。他眯起左眼，右眼如同瞄准镜般锁定目标，食指轻轻搭在扳机上。砰！震耳欲聋的枪响撕裂长空，声波震得张小凡耳膜生疼。他下意识地捂住耳朵，踉跄着后退2步。橙红色的子弹拖着数十丈长的火焰尾迹，如同一颗坠落的小型太阳，划破天际。与巨石接触的瞬间，剧烈的爆炸声如同闷雷在山间炸响，火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直径100米内的空气都被高温扭曲成漩涡状。热浪扑面而来，张小凡的头发瞬间被吹得倒数，眉毛都感受到了灼烧的刺痛。待火焰渐渐消散，
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景象，原本的巨石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坑壁上还流淌着尚未凝固的岩浆，噼里啪啦地炸开火星。周围的碎石如同被无形的巨手碾压过，化作齑粉随风飘散，空气中弥漫的焦糊味甚至盖过了杰克身上的血腥味。这怎么可能？张小凡的声音都在颤抖，他揉了揉眼睛，又狠狠掐了自己一把，可眼前的大坑依旧真实的存在着。就在这时，一道白光自天际划过，道玄真人脚踏祥云缓缓落下。老掌门的白胡子被气浪吹得乱舞，他瞪大浑浊的双眼，望着大坑的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颤抖的手指指着杰克，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震颤：“此子比诛仙剑还猛，当真是天纵奇才！”周围闻讯赶来的弟子们齐刷刷的倒吸冷气，有人甚至跪坐在地，手中的法器当啷落地都浑然不觉。而杰克则悠哉地吹了吹枪口冒出的青烟，嘴角的笑容肆意张扬。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仙域的舞台上终于有了专属于他的传奇序章。7月的青云山演武场，阳光像融化的铁水般倾泻而下，烤得青石地面腾起袅袅热浪。杰克半倚在生锈的兵器架旁，雷耀爆炎左轮在他指尖灵活翻转，跃动的火星溅落在焦黑的碎石上，发出滋滋轻响。他眯起眼睛，回味着昨日轰碎石岩时道玄真人那副震惊到合不拢嘴的表情，嘴角不自觉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叮，尖锐的系统提示音骤然在脑海炸开，惊得他差点失手甩枪。支线任务护送陆雪琪开启，目标将天音寺弟子陆雪琪安全护送至小竹峰，奖励神秘道具相乘1。当前好感度30-100，红色的警告框在视网膜上不断闪烁，像极了西部酒馆里摇晃的霓虹灯。啥？护送妹子？杰克吹了声悠长的口哨，金属靴跟重重磕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回响。他抬眼望去，远处的青石板道上，一抹素白身影正踏着斑驳树影缓缓走来。陆雪琪身着的襦裙纤尘不染，月白色丝绦在腰间打了个雅致的结，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她怀中的玉净瓶晶莹剔透，瓶中柳枝沾着的水珠折射着阳光，宛如缀满细碎星辰。可当她抬起眼睫，清冷的目光却像腊月的寒冰，瞬间浇灭了杰克眼底的炽热。杰克手指飞速在虚拟商城界面滑动，鼻尖突然捕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香。桂花糖，天音寺特产，加10好感度。就它了！他果断点击兑换，掌心顿时出现个油亮的油纸包，还带着刚出锅的温热。故意将牛仔帽往后推了推，露出额前不羁的碎发。他大步迎上去，靴马刺在地面划出火星。这位天仙市的小师姐，我叫杰克，以后就由我护送你了。陆雪琪的睫毛微微颤动，仿佛受惊的蝶翼。他垂眸盯着玉净瓶中摇曳的柳枝，声音比山涧的寒冰更冷3分。不必，我自己能行。可当杰克撕开油纸包的瞬间，浓郁的桂花香裹挟着蜜糖气息扑面而来。他握着玉净瓶的手指不自觉收紧，素白的袖口下，手腕泛起淡淡的粉色。别这么冷漠嘛！杰克晃了晃手中的糖块，琥珀色的糖浆在阳光下流转。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像德克萨斯的星空，看一眼就让人挪不开眼。这桂花糖也甜，可肯定没你甜。他故意凑近，带着硝烟味的呼吸扫过他泛红的耳尖。陆雪琪猛地后退半步，耳尖红得几乎要滴血，连玉净瓶里的柳枝都跟着轻颤。他飞快夺过糖块，转身时发梢扫过杰克的手背，留下一道若有若无的檀香，油嘴滑舌，声音小得像春日里的柳絮，轻飘飘落在杰克耳畔。两人沿着蜿蜒的山道前行，蝉鸣声渐渐被山风吞没。行至半山腰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被乌云笼罩，林间弥漫起腥甜的腐臭味。杰克后颈的汗毛瞬间竖起，系统警报如催命符般疯狂闪烁，警告！检测到魔教埋伏，小心！杰克大喊一声，揽住陆雪琪的腰就是翻滚。他的惊呼声被羽箭破空的尖笑声淹没，黑色箭雨如暴雨倾盆而下，擦着杰克的皮衣，擦出串串火星。后背重重撞上粗壮的松树，疼得他眼前炸开金星，却仍死死将他护在身下。陆雪琪的脸紧贴在他胸口，能清晰感受到剧烈的心跳，还有腰间那只手臂传来的滚烫温度。你还不放开！陆雪琪仰起脸，杏眼蒙着层水雾，睫毛上还沾着几片枯叶。两人鼻尖几乎相触，他身上淡淡的檀香混着桂花糖的甜香，像张细密的网将杰克笼罩。杰克这才如梦初醒，尴尬的松开手，却瞥见他耳后被蹭花的胭脂，坏笑着挑眉：抱歉啊，这不是怕你受伤吗？不过小师姐，你脸红的样子可比玉净瓶里的花还好看。陆雪琪慌忙转身整理衣衫，
发梢在风中扬起又落下。他背对着杰克，手指无意识摩挲着玉净瓶冰凉的瓶身，低声嘟囔：油嘴滑舌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可藏在广袖下的嘴角早已不受控的扬起，惊得瓶中柳枝轻轻摆动，抖落几滴晶莹的水珠。山林间的腐臭味愈发浓烈，仿佛是无数腐烂的尸体被堆在一起发酵，那味道粘稠的如同黑胶，死死裹住杰克和陆雪琪。杰克警惕地握紧雷耀爆眼左轮，金属枪身被他掌心的汗水浸得发亮，枪管上跳动的火星在昏暗的环境中格外醒目，每一次闪烁都像是在黑暗中挑衅。陆雪琪则将玉净瓶抱在胸前，瓶中柳枝微微发亮，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为两人照亮周围的一小片区域。光晕边缘被黑暗一点点蚕食，仿佛随时都会被吞噬。出来吧，鬼鬼祟祟算什么本事？杰克扯着嗓子大喊，声音在密不透风的树林间回荡，惊起一群夜枭，扑棱棱的振翅声让人头皮发麻。回应他的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那笑声像是从九幽地狱传来，带着腐烂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涌来，仿佛无处不在。紧接着，一个浑身长满紫黑色脓包的身影从树后缓缓走出，他每走一步，脚下的土地就发出滋滋的腐蚀声，皮肤溃烂处流淌着绿色的毒液，所过之处草木迅速枯萎，原本郁郁葱葱的灌木瞬间变得如同历经百年风霜的枯木。小娃娃们，你们的路走到头了。毒神沙哑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戏谑，像是在玩弄即将到手的猎物。他抬起手，掌心瞬间涌出大片灰黑色的瘴气，瘴气如同有生命一般，扭动着身躯，发出嘶嘶的声响，朝着杰克和陆雪琪扑来。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酸味，熏得人眼睛生疼，泪水止不住的流。杰克瞳孔骤缩，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砰！橙红色的子弹拖着火焰尾迹射向毒神，灼热的气浪将周围的树叶都烤得卷曲。然而，子弹在接触瘴气的瞬间，滋啦一声，就像烧红的铁条掉进了冷水里，被腐蚀成一团废铁，还冒出阵阵白烟。陆雪琪见状，急忙挥动玉净瓶，口中念念有词，瓶中柳枝甩出一道水幕，晶莹的水珠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试图抵挡瘴气。可水幕刚一接触瘴气，就发出噗噗的声响，像是被高温瞬间蒸发，水珠在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心！这毒厉害！杰克大喊一声，一把将陆雪琪拉到身后，手臂上的肌肉因为用力而高高隆起。可还是晚了一步，瘴气已经钻入他的口鼻。刹那间，杰克只感觉五脏六腑像是被千万只蚂蚁啃噬，剧痛从四肢百骸传来，仿佛有无数根钢针在体内乱刺。他的皮肤开始泛起诡异的青紫色，血管在皮肤下凸起，如同一条条扭曲的青蛇在皮肤表面疯狂跳动。他单膝跪地，手死死按住胸口，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打湿了地面，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呻吟。杰克！陆雪琪惊呼一声，眼中满是焦急，声音都带着哭腔。他玉手快速结印，口中念念有词，玉净瓶散发出耀眼的白光。可还没等他施展法术，杰克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检测到致命毒素，触发极限突破，攻击力翻倍，子弹附加净化特效。杰克原本涣散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像是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他猛地站起身，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笑容，露出森白的牙齿。雷耀爆眼左轮在他手中发出嗡嗡的轰鸣，枪管上的火焰纹路变得更加炽热，仿佛要喷薄而出，热浪扑面而来。来啊，尝尝这个！他大吼一声，声音震得周围的树叶都簌簌落下，扣动扳机的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一道银白色的子弹从枪口射出，子弹周围环绕着圣洁的光芒，所过之处，空间都像是被净化，瘴气如冰雪遇见烈阳，瞬间消散，还发出嗤嗤的净化声。毒神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想要躲避，却已经来不及了。子弹精准地击中他的手臂，轰的一声，巨大的冲击力将毒神的手臂炸得粉碎，绿色的毒液像喷泉一样溅得到处都是，空气中弥漫着更加浓烈的腥臭味。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毒神发出凄厉的惨叫，声音中充满了不可置信，身体因为剧痛而剧烈颤抖。他转身想要逃跑，杰克却不给他机会，连续开枪。砰砰砰，一声声枪响如同惊雷，响彻整个山林，净化弹不断击中毒神的身体。他的身体上出现一个个血洞，每一个血洞都在散发着净化的光芒，光芒所到之处，毒神的皮肤开始溃烂得更加迅速。陆雪琪站在一旁，看着杰克狂暴的输出，美目瞪口呆，嘴巴微微张开。他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场景，原本冰冷的脸上此刻写满了震惊与敬佩，眼神中还多了一丝崇拜。杰克身上的毒素还未完全清除，他的身体摇摇欲坠，
脚步虚浮，却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态，手中的枪始终稳稳地指着毒神。陆雪琪咬了咬嘴唇，双手快速结印，玉净瓶光芒大盛，清心咒。一道柔和的白光笼罩在杰克身上，温暖的力量缓缓流入他的身体，他身上的青紫色开始逐渐消退，疼痛也慢慢减轻。陆雪琪好感度加20，当前好感度70100。解锁技能清心咒，可净化负面状态，恢复生命值。系统提示音在杰克脑海中响起。杰克转头看向陆雪琪，咧嘴一笑，笑容中带着一丝虚弱，却依旧阳光。谢了，小师姐，看来咱们这组合还挺厉害。陆雪琪别过脸去，耳尖微微泛红，低声说道：“别得意，这次只是运气好。”可他眼中闪烁的光芒却出卖了他此刻的心情。他偷偷瞥了一眼杰克，发现他正看着自己，又急忙将头转了过去。远处毒神的身体已经倒下，化作一滩腥臭的毒水，在地上冒着气泡。而杰克和陆雪琪的冒险还在继续，谁也不知道前方还有怎样的挑战在等着他们。战胜毒神后的第7日，夜幕如同被匠人精心裁剪的黑绸缎，温柔且妥帖地笼罩着青云山。山风掠过松林，捎来阵阵松涛声。杰克倚在小竹峰的雕花栏杆上，月光为他硬朗的轮廓镀上一层银边。他盯着系统商城界面里闪烁的银元符图标，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坏笑。就用你了，小宝贝。随着积分数字如沙漏般快速跳动，一张泛着淡淡粉色光晕的符纸悄然出现在他掌心，符文如同缠绕的红线，正诡异地轻轻晃动，似在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奇妙变化。他在玉净池畔找到了陆雪琪，月光倾洒而下，她身着的素白襦裙铺展在青石板上，宛如一朵盛开在夜色中的白莲，圣洁而美好。身旁的玉净瓶中，柳枝在月光下轻轻摇曳，水珠顺着叶片滑落，滴答一声坠入池中，荡起圈圈涟漪。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他转过头来，清冷的眉眼在月色的浸润下褪去了平日里的疏离，多了几分柔和。找我何事？他的声音轻柔，仿佛怕惊扰了这静谧的夜色。杰克晃了晃手中微微发亮的符纸，故意挑眉，卖足了关子：“小师姐，带你去个好地方，保证你没见过。”不待他回应，他便大着胆子轻轻拉住他的手腕。陆雪琪被这突然的举动惊得浑身一颤，脸颊瞬间泛起红晕，如同天边的晚霞。他下意识地想要挣脱，却触到他掌心传递来的温暖与力量，那温度顺着手腕一路蔓延至心间，让他鬼使神差地低下了头，任由他牵着自己往山顶跑去。一路上他的心跳如擂鼓，耳畔除了呼啸的风声，便是自己杂乱的心跳声。山顶的观景台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清冷的光泽，四周寂静无人。明月高悬天际，皎洁的月光如水般倾泻下，将整个观景台都沐浴其中。杰克小心翼翼地从虚拟背包中取出一张毛毯，轻轻铺在地上，动作轻柔的仿佛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随后他又变魔术似的拿出几样精致的点心和一壶桂花酿，空气中顿时弥漫起香甜的气息。请坐，我的女士。他微微鞠躬，学着西部绅士的模样，伸手做出邀请的姿势，眼中满是温柔与期待。陆雪琪被他这副模样逗得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嘴角的梨涡若隐若现，美得令人心醉，就会耍贫嘴。尽管嘴上这么说，他还是轻轻提起裙摆，在毛毯上坐下，双手局促地放在膝头，时不时偷瞄杰克一眼。杰克挨着他坐下，倒了2杯桂花酿，琥珀色的酒液在月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他将其中一杯递给陆雪琪，自己端起另一杯，仰头饮下一口。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带来一阵灼烧感。小师姐，你知道吗？在我的家乡，牛仔们打完架就喜欢找个安静的地方，喝点小酒，看看月亮，讲讲故事。他望向月亮，眼神渐渐变得悠远，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片熟悉的西部荒野。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老牛仔，他说月亮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陆雪琪听得入神，明亮的眼眸中满是好奇，就像一个渴望听故事的孩童。那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声音很轻，却在这寂静的夜里清晰地传入杰克耳中。杰克转头看向他，目光灼灼，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啊，原本就想做个自由自在的赏金猎人，在西部的荒野上驰骋。可来到这里后，他顿了顿，伸手轻轻将陆雪琪耳畔的发丝别到耳后。我想保护重要的人，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陆雪琪被他炽热的眼神和温柔的动作弄得心跳加速，慌乱中低头喝酒，却不慎被呛到，剧烈的咳嗽起来。杰克顿时慌了神，手忙脚乱地拍着他的背，语气里满是关切与自责。慢点喝，又没人和你抢。都怪我，是我不好。咳嗽平息后，陆雪琪沉默了许久，
眼神中闪过一丝落寞。他轻声说道：“其实，在天音寺，我也不自由。从小就被寄予厚望，要学各种佛法、法术，不能有丝毫懈怠。”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有时候真的好累。说到最后，声音几近哽咽。杰克心疼地看着他，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动作轻柔而又充满怜惜，就像安抚一匹受惊的小马。别怕，以后有我呢。你不想做的事就不做，想去的地方我陪你去。他的声音坚定而温暖，如同冬日里的暖阳。陆雪琪猛地抬头，眼中闪烁着泪花，嘴唇微微颤抖。犹豫了一下，他缓缓靠在杰克的肩上，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温度。杰克感觉心跳都快停止了，身体僵了一瞬，随后慢慢放松下来，轻轻地搂住他的肩膀。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只有彼此的心跳声交织在一起。叮！系统提示音如惊雷般在杰克脑海炸开。陆雪琪好感度突破80，解锁专属剧情雪琪的心事。当前提示：宿主魅力值破表，建议趁热打铁。杰克嘴角的笑意再也藏不住，他低头在陆雪琪发顶轻轻一吻，低声呢喃：“小师姐，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陆雪琪没有回答，只是往他怀里又靠了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红晕，在月光的映衬下美得不可方物。而山顶的风轻轻吹过，带着桂花的香气，见证着这美好的一刻，也将这份甜蜜的情愫带向了远方。夜幕如同被泼了墨的绸缎，将大竹峰温柔地包裹其中。练武场上，数十盏气死风灯散发着暖黄色的光晕，把四周照得亮如白昼。灯光下飞舞的蚊虫像是跳动的金色光点。杰克单脚踩在石凳上，牛仔靴的马刺刮擦着石头，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他手里把玩着雷耀爆炎左轮，金属部件相互碰撞，清脆悦耳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枪管上跳跃的火焰纹路时不时亮起，为他棱角分明的脸庞增添几分神秘色彩。张小凡抱着一捆自制的木枪匆匆跑来，粗布衣衫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他眼睛瞪得溜圆，活像只等着投喂的小狗，胸膛剧烈起伏，喘着粗气说道：“杰克哥，快教教我咋用这玩意儿！我做梦都梦到自己拿枪打妖怪了，梦里那叫一个威风，一枪一个。”说着，他小心翼翼地放下木枪，生怕磕坏了宝贝似的。别急别急。杰克咧嘴一笑，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伸手抽出一把木枪。这木枪显然经过精心打磨，表面光滑如镜，还歪歪扭扭刻着张小凡专用几个字，字迹深浅不一，透着股笨拙的可爱。他握住张小凡的手腕，掌心的温度传递过去，手把手调整姿势，嘴里念叨着：“看好了，握枪要稳，就像抓着缰绳。扣扳机别用蛮力，得像轻抚姑娘的发丝，轻柔准。”噗嗤！躲在树后的田玲儿没忍住笑出声，她粉色的裙摆随着抖动，像一朵盛开的桃花在风中摇曳。她探出脑袋，眉眼弯弯，打趣道：“说的这么邪乎，我倒要看看有多厉害。”话音刚落，张小凡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扣动扳机。只听啪的一声，木枪甩出颗石子，歪歪扭扭的朝着石部外的草人飞去。石子擦着草人的肩膀飞过，惊飞了草人头顶栖息的麻雀。麻雀扑棱棱的飞向夜空，叽叽喳喳的叫着，仿佛在抱怨被打扰了美梦。有进步！杰克重重拍了下张小凡肩膀，这一巴掌力道十足，震得少年踉跄2步，差点摔在地上。杰克指着草人，认真的说：“记住，眼神的盯着靶心，就像盯着仇人。来，再试一次。”说着，他亲自示范，枪管上的火焰纹路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一道无形气浪以枪管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直接掀翻3个草人，木屑如雪花般漫天飞舞。张小凡看得目瞪口呆，嘴巴张得老大，能塞进一个鸡蛋，手里的木枪差点掉在地上。另一边，林金宇正躲在暗处，目不转睛地偷偷观察暗影铁蹄。黑马浑身散发着黑雾，在夜色中若隐若现，马蹄每踏一步就在地上踏出幽蓝的光圈，仿佛是从九幽地狱来的使者，透着股神秘而危险的气息。林金宇壮着胆子刚靠近，暗影铁蹄突然昂首嘶鸣，人立而起，前蹄高高扬起，差点擦到他鼻尖。林金宇吓得脸色苍白，差点拔剑自卫。想骑马？杰克不知何时闪到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吓得林金宇一个机灵。杰克挑了挑眉，笑道：“看好了，这可不是普通坐骑。”只见杰克一个利落的翻身，动作行云流水，稳稳落在马背上。暗影铁蹄嘶鸣一声，四蹄生风，如同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在练武场划出黑色残影。临近岩壁时，杰克大喝一声：“暗影突袭！”黑马猛地急刹，身后炸开大片黑雾，地面被踏出蛛网般的裂痕，碎石飞溅。最后，黑马竟然玩起了漂移，
扬起的尘土在空中画出完美的弧线，宛如一幅泼墨画。林金羽看得热血沸腾，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抄起佩剑就想模仿，结果刚跳上马背就被黑马一个甩身，狠狠摔了下来，摔了个四脚朝天，疼得他龇牙咧嘴，却还不服气地说：“再来！”叮！检测到团队协作行为，解锁团队训练功能。大珠峰弟子攻击力永久加 10%。系统提示音在杰克脑海中炸响的瞬间，他感觉周围的灵气都躁动起来，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涌动。张小凡手里的木枪突然泛起微光，温暖的光芒将他的脸庞映得柔和，田灵儿的佩剑也发出嗡嗡轻鸣，像是在欢快的歌唱。哇！杰克大师兄太厉害了！弟子们欢呼着围过来，脸上洋溢着兴奋和崇拜的笑容。有人甚至掏出酒壶，提议要庆祝一番。连一向高冷的陆雪琪都忍不住抿嘴轻笑，她站在一旁，玉净瓶里的柳枝轻轻摇晃，仿佛也在为这欢乐的氛围鼓掌。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青云门时，晨练彻底乱了套。大珠峰弟子们一手举着木枪，一手御剑飞行，嘴里还喊着驾开火，那场面既滑稽又壮观。田不易站在观星台上，看着这持枪御剑的奇景，白胡子气得直抖，额头上青筋暴起。他扶着额头连连叹气，我大珠峰要变枪炮锋了，这成何体统？可底下弟子们练得热火朝天，根本没人注意到掌门的黑脸。远处，杰克骑着暗影铁蹄悠闲路过，对着气鼓鼓的田不易挤了挤眼，调皮的眨了眨眼。黑马像是心有灵犀，打了个响鼻，喷出的黑雾弥漫开来，差点把掌门的道袍染黑，气得田不易吹胡子瞪眼，却又拿他没办法。叮！主线任务探查刘波山开启，目标调查水麒麟暴走原因，奖励随机稀有材料乘3。尖锐的系统提示音如同一记重锤，在杰克的脑海中轰然炸响。彼时他正跨坐在暗影铁蹄宽大的脊背上，金属靴随意的晃荡着，指尖灵巧地把玩着雷耀爆炎左轮，枪管上跃动的火焰纹路与他眼底的兴奋如出一辙。黑马似乎感受到了主人内心的躁动，不耐烦地刨着脚下的青石地面，马蹄溅起的碎石如子弹般打在他的金属靴上，发出清脆的叮叮声，在寂静的山间回荡。刘波山听起来就有好戏。杰克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笑，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的陆雪琪，她身着一袭素白如裙，手持玉净瓶，站在山峰之中，宛如一朵出尘的白莲。山风拂过，裙摆猎猎作响，发丝也被吹得凌乱，却丝毫不减她的清冷气质，只是眉眼间凝着化不开的担忧。刘波山凶险异常，那水麒麟更是上古神兽。放心吧，小师姐，有我和铁蹄在。杰克朝他眨了眨眼，眼神中满是自信。他抬手潇洒的一甩缰绳，动作行云流水。暗影铁蹄立刻昂首嘶鸣，声音震耳欲聋，四蹄腾空而起，身后卷起的黑雾如同一条奔腾的黑色绸缎，眨眼间便消失在蜿蜒的山道尽头，只留下陆雪琪站在原地，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久久没有移开视线。当杰克抵达刘波山脚下时，一股夹杂着腥甜气息的狂风扑面而来，直往他的鼻腔里钻，熏得他皱起了眉头。他下意识地捂住口鼻，脸色瞬间凝重起来。抬眼望去，远处的湖面仿佛沸腾了一般，巨浪翻涌，水花四溅。突然，一道青色身影破水而出，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正是传说中的水麒麟。这头神兽体长100丈，浑身鳞片泛着幽蓝的冷光，在阳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他嘴里喷出的水柱足有10丈高，所到之处，粗壮的树木如同脆弱的稻草般纷纷折断，地面也被砸出一个个巨大的深坑，场面宛如世界末日。乖乖，这大家伙比我在西部见过的野牛群还壮观。杰克深吸一口气，喉咙里发出惊叹。就在这时，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在脑海中响起：水麒麟弱点，颈后逆鳞，攻击该处可造成300%伤害。他眼神一凛，握紧了手中的雷耀爆炎左轮，枪管上的火焰纹路疯狂跳动，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蓄势。暗影铁蹄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战意，前蹄高高扬起，发出一声震天的嘶鸣，周身黑雾暴涨，如同披上了一层神秘的战甲。走！杰克大喝一声，黑马如同离弦之箭，踏着汹涌的湖面疾驰而去，马蹄溅起的水花在身后形成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水麒麟发现了不速之客，愤怒地咆哮起来，声音震得杰克耳膜生疼。他巨大的尾巴如同钢鞭一般横扫过来，带起的巨浪遮天蔽日，差点将杰克和黑马吞没。杰克死死抓住缰绳，身体前倾，双腿紧紧夹住马腹，子弹接连从枪管中射出。尝尝这个！橙红色的子弹拖着长长的火焰尾迹，如流星般射向水麒麟，
却只在他坚硬的鳞片上溅起一串耀眼的火花，非但没有伤到神兽分毫，反而彻底激怒了这头上古凶兽。水麒麟仰天怒吼，口中喷出的水柱如瀑布般朝着杰克倾泻而下。得找机会近身。杰克咬了咬牙，脸上青筋暴起，他双腿猛地一夹马腹，向暗影铁蹄发出指令。黑马心领神会，突然人力而起，借着水浪巨大的冲击力，竟如同一道黑色闪电般跃至半空。杰克在最高点扣动扳机，银白色的进化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如同一把开天辟地的神剑，直取水麒麟颈后那片泛着紫光的逆鳞。轰！一声巨响，震得整个流波山都在颤抖，仿佛世界即将毁灭。水麒麟发出痛苦的哀嚎，声音凄厉，让人不寒而栗。他颈后炸开一团血雾，如同一朵盛开的妖异之花。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激起数十丈高的水花，湖面瞬间被染成了红色，宛如一片血海。杰克稳稳落地，他缓缓走向虚弱的水麒麟，眼神坚定而威严，将雷耀爆炎左轮收入枪套。服了没？神兽挣扎着抬起头，庞大的身躯还在微微颤抖，眼中的凶光渐渐化作沉浮。随后他张开巨大的嘴巴，吐出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正是传说中的水龙珠。恭喜获得水龙珠，可用于提升法宝水系抗性。水麒麟已臣服，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与此同时，远处传来阵阵惊呼。杰克转头望去，只见陆雪琪站在山巅，玉净瓶都忘了放下，美目瞪得滚圆，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敬佩。叮！陆雪琪好感度加15，当前好感度95-100。杰克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对着陆雪琪挥了挥手，大声喊道：小师姐，下次再有这种大场面，我还带你来看。他的声音随风飘向山巅，惊得陆雪琪脸颊绯红，如同天边的晚霞。他急忙转身离去，发梢间藏不住的笑意，还是泄露了他此刻的心情。而驯服了水麒麟的杰克，带着新的收获，又将踏上怎样的冒险之旅呢？流波山的夜风裹挟着水麒麟血液的腥甜，混着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杰克跨坐在暗影铁蹄宽阔的脊背上，金属马刺随着马匹的步伐，在月光下泛着冷冽的光。他百无聊赖地用指尖转动雷耀爆炎左轮，枪身流转的火焰纹路在夜色中明灭，时而将子弹抛向空中，再以极快的速度接住，金属碰撞声清脆地回荡在山道间。陆雪琪手持玉净瓶，跟在不远处，素白的裙摆被山风掀起，如同轻柔的云朵。玉净瓶里的柳枝随着步伐轻轻摇晃，洒下点点水珠，在月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宛如一幅会动的水墨画。他望着前方肆意玩耍的杰克，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警告！高危 NPC 接近，检测到鬼王宗千金碧瑶，当前好感度20，因阵营对立。系统尖锐的警报声毫无预兆地在杰克脑海中炸开，惊得他手一抖，差点让左轮脱手。他猛地抬头，警惕地扫视四周，只见前方树林深处，一抹灵动的水绿色身影踏着月光，如鬼魅般飘然而至。碧瑶身着一袭轻薄的水绿色纱衣，纱衣上绣着精美的合欢花图案，随着步伐若隐若现。腰间的合欢铃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发出悦耳的声响，铃声清脆空灵，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魔力。她乌黑的长发随意地用绿色丝带束起，几缕碎发垂在精致的脸颊旁，衬得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愈发勾人，眼尾微微上挑，仿佛藏着万千风情。此刻他正歪着头，眼神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似笑非笑地打量着杰克，伸手把玩着发间的绿宝石簪子，声音清脆如银铃。这不是青云山新来的怪小子吗？拿着个铁疙瘩还驯服了水麒麟，本事不小啊。杰克神色一凛，利落地翻身下马，靴底重重踏在地上，溅起些许碎石。他故意将雷耀爆炎左轮在指尖转出一串耀眼的火星，枪管上的火焰纹路剧烈跳动，宛如燃烧的火焰。他挑眉，露出招牌的不羁坏笑，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戒备。抱歉，老子只站正一边，鬼王宗的人还是离我远点。话音刚落，暗影铁蹄仿佛听懂了主人的意思，昂首嘶鸣一声，前蹄高高扬起，踏起一片弥漫的黑雾，气势十足。碧瑶原本笑意盈盈的脸瞬间阴沉下来，精致的柳眉紧紧皱起，她气得跺了跺脚，腰间的合欢铃发出急促的声响，像是在替主人生气。她杏眼圆睁，瞪着杰克，娇嗔道：哼，正义不过是你们这些名门正派的借口罢了，别以为有点本事就了不起，总有一天让你跪舔。说完，他赌气似的用力甩了甩头发，发间的绿宝石簪子在月光下划出一道璀璨的光芒，随后转身踏着轻盈的步伐消失在树林中。叮！触发阵营任务，击杀鬼王宗弟子100名，奖励鬼王精血，可强化法宝。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杰克望着碧瑶离去的方向，单手摩挲着下巴，眼神深邃，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这时，陆雪琪快步走上前，秀眉轻蹙，语气中满是担忧：“那是鬼王宗的千金，不好对付，你以后还是小心些。”杰克转头看向他，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眼神坚定而炽热：“放心，小师姐，有你和我的宝贝左轮在，谁来都不怕。”他用力晃了晃手中的枪，随后翻身上马：“走吧，咱们回大珠峰，说不定还有新的乐子等着呢。”暗影铁蹄似乎也感受到主人的豪情，嘶鸣一声，四蹄生风，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疾驰而去。卷起的黑雾中，依稀还能听见碧瑶远去时不甘心的嘟囔声。而杰克不知道的是，与碧瑶的这次相遇不过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前奏。在这仙域之中，阵营的对立将会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谁也无法预料。大珠峰的夏夜被蝉鸣填满，杰克半躺在摇摇晃晃的吊床上，雷耀爆炎左轮在他指尖转出残影，火星溅落在铺满松针的地面，转瞬即逝。远处传来张小凡练枪的吆喝声，断断续续混着甜粒儿的笑骂，倒也衬得这夜色愈发宁静。异变突生，原本深蓝的天幕像是被无形巨手泼上猩红染料，浓稠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开，云层在红光中扭曲成狰狞的面孔。地面传来的震颤越来越剧烈，连廊下悬挂的铜铃都疯狂摇晃，叮当作响声刺耳的像是指甲刮擦玻璃。杰克猛地坐直，金属枪身映出他骤缩的瞳孔，这动静不对劲。话未落音，系统警报如炸雷在脑内轰鸣，警告，检测到4灵血阵能量波动，启动系统强制升级程序。强烈的眩晕感袭来，他眼前炸开刺目的白光，整个人被拽入数据流组成的漩涡。耳旁是尖锐的风鸣，无数代码如同银色的蛇顺着毛孔往身体里钻，脑袋像是被塞进了正在运转的齿轮，咔咔作响。等杰克再睁开眼，悬浮的湛蓝色粒子在虚空中流淌，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数据流深渊，偶尔有发光的字符飘过，像极了西部荒野的萤火虫。他踉跄着扶住不存在的墙壁，喉咙发紧。什么情况？这系统要把我搞疯？话音刚落，机械音在空旷的空间炸响，叮！系统升级完成。当前版本西部法则 Max。 原本古朴的界面轰然重组，全息投影如潮水般涌来。杰克看着悬浮在面前的立体图标，呼吸都急促起来。法宝合成图标上跃动着金色符文，坐骑洗炼闪烁着神秘紫光，最显眼的无双模式按钮流转着银河般的光芒，旁边标注的限时无限子弹几个字泛着危险的猩红。试试看。杰克搓着发烫的手掌，指尖触碰到法宝合成的瞬间，无数透明面板如蝴蝶纷飞展开。他的目光被雷耀爆炎左轮加水龙珠等于的配方吸引，刚要点选，忽然想起躁动不安的暗影铁蹄，转身奔向数据洪流中的坐骑界面，暗红色光芒如活物般缠上黑马，铁蹄不安地刨着虚空，马鬃无风自动。别怕，铁蹄，咱们要变强了。杰克跃上前，手掌贴住马首，能清晰感受到皮下剧烈跳动的脉搏。光芒消散的刹那，黑雾如实质般凝结，马蹄裂开蛛网状的紫色纹路，每踏一步，地面就绽开闪电状的灼痕，像极了被雷劈过的焦土。坐骑暗影铁蹄洗炼成功。当前形态：雷耀邪蹄，新增技能连锁闪蹄，蹄印附带连锁闪电，可麻痹敌人。该试试杀手锏了。杰克按下无双模式的瞬间，银色能量如液态金属包裹左轮，枪管开始以肉眼难辨的速度旋转。他对着虚拟靶场扣动扳机，子弹拖着璀璨伟焰倾泻而出，整个空间剧烈震颤。远处模拟的鬼王宗堡垒在弹雨中化作齑粉，烟尘中甚至能听见代码崩溃的电子哀嚎。等杰克跌回现实，血腥味已经浓得呛人。陆雪琪浑身湿透，浴镜瓶瓶口还在往下滴水，发梢的水珠混着泪水滑落。你突然消失，可吓死我了。他冲上来揪住杰克的衣领，却在看到雷耀邪蹄周身缠绕的闪电以及左轮流转的神秘光芒时愣住了。杰克反手握住他冰凉的手，将发烫的枪管贴在他掌心。放心，我这是去升级了，下次再遇到危险。他抬头望向血色苍穹，雷耀邪蹄发出震天嘶鸣，马蹄下的土地泛起蛛网裂痕，我保准让敌人有来无回。刘伯山的血腥味还未消散，浓稠的如同化不开的黑墨，大珠峰的空气里都弥漫着压抑的气息。杰克独自坐在演武场的兵器架旁，金属马刺无意识地刮擦着青石板，发出细碎的声响。他死死盯着系统里不断闪烁的法宝合成界面，掌心的汗水将雷耀爆炎左轮的握把浸得发亮。身旁的石桌上，诛仙剑碎片泛着冰冷的青光，每一片都刻满古老的符文，那些符文像是活物般在幽光中若隐若现，仿佛在诉说着昔日诛仙阵前的辉煌与杀戮。四灵血阵核心暗红如凝固的鲜血，里面隐约有狰狞的面孔在扭曲蠕动，不时渗出丝丝缕缕的黑雾，将桌面腐蚀出一个个焦黑的小坑。雷耀爆炎左轮
则安静地躺在他掌心。火焰纹路轻轻跳动，像是在等待着命运的裁决。把这些玩意儿合在一起，真能搞出个大杀器。杰克喉结上下滚动，咽了咽口水，眼神中带着一丝紧张和期待。他深吸一口气，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咬牙按下合成按钮。刹那间，大珠峰上空风云变色，原本就被血色浸染的天空变得更加暗沉，厚重的乌云如同巨大的怪兽在高空翻滚咆哮，紫色的闪电如银蛇般撕裂云层，震耳欲聋的雷鸣声中夹杂着诡异的尖笑，仿佛无数冤魂在哀嚎。诛仙剑碎片、四灵血阵核心和雷耀爆炎左轮悬浮在空中，相互吸引，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那声音尖锐的如同指甲刮擦玻璃，让人头皮发麻。诛仙剑碎片上的符文光芒大盛，青光如潮水般涌动，四灵血阵核心的血色不断蔓延，化作一条条血色巨蟒。雷耀爆炎左轮的火焰纹路疯狂跳动，喷射出丈余长的火焰。三种力量在碰撞中相互纠缠，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强大的吸力将周围的树木、石块都卷入其中，碎石如子弹般四处飞溅，百年古树被连根拔起，在空中打着旋儿，被吸进漩涡。演武场的地面更是出现了一道道狰狞的裂缝。杰克被强大的气流掀翻在地，他死死抓住一块凸起的巨石，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震撼的一幕。这动静也太大了，他声嘶力竭地大喊道，声音几乎被轰鸣声淹没。随着能量漩涡不断收缩，光芒越来越耀眼，强烈的光线刺得他眼睛生疼，不得不闭上了眼睛，可眼皮依旧能感受到那炽热的光芒。当光芒终于消散，杰克缓缓睁开眼睛，眼前的景象让他呼吸一滞。一把崭新的左轮枪悬浮在空中，枪身漆黑如墨，却同时刻着诛仙铭文与西部骷髅头，古老的符文与狂野的图案在此刻诡异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两个世界的碰撞与交融。枪管上流转着紫色的雷电，每一次闪烁都伴随着轻微的噼啪声，周围的空气都因这股强大的力量而扭曲，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终极法宝神魔左轮合成成功。属性：无视防御加全屏雷电加概率击死，每次射击消耗1000积分，击杀敌人返还双倍积分。系统提示音在杰克脑海中炸响。他颤抖着伸出手，握住神魔左轮，一股冰凉又充满力量的感觉顺着手臂传遍全身，仿佛有无数电流在身体里乱窜，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试试这宝贝的威力。杰克翻身上雷耀斜蹄，黑马感受到主人的兴奋，一声嘶鸣，四蹄生风，朝着刘伯山疾驰而去，身后扬起一道长长的黑色烟尘。道玄真人、陆雪琪等一众青云门弟子也被动静吸引，纷纷御剑赶来，他们的脸色凝重，眼神中满是担忧。杰克，你在干什么？这玩意儿太危险了。道玄真人白发被风吹得凌乱，宽大的道袍猎猎作响，他大声喝止道，脸上满是担忧和惊恐，双手在胸前快速结印，试图阻止杰克。杰克却挑眉一笑，眼神中带着不羁，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那我只打坏人。说着，他举起神魔左轮，对准刘伯山扣动扳机。轰！一声巨响，仿佛天地都为之震颤，声音震得众人耳膜生疼，不少人甚至忍不住捂住了耳朵。紫色的雷电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瞬间笼罩了半座刘伯山，所到之处，一切都被雷电的力量摧毁。剧烈的爆炸声中，山体开始崩塌，碎石如雨点般落下，烟尘四起，遮天蔽日，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末日。等烟尘渐渐散去，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半座刘伯山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深坑，坑壁上还残留着紫色的雷电，滋滋作响，深坑周围的土地寸草不生，呈现出焦黑的颜色。道玄真人脸色苍白，身体微微颤抖，喃喃自语：此枪若失控，天下尽毁。杰克把玩着神魔左轮，金属枪身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他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放心，有我在，他只会是正义的武器。陆雪琪站在一旁，眼神中满是担忧和敬佩，他轻轻握紧了手中的玉净瓶，瓶中的柳枝微微摇晃，仿佛也在为这股强大的力量而站立，默默祈祷这强大的力量不会带来灾难。而远处鬼王宗的方向似乎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威胁，隐隐有异动传来，一场更大的风暴似乎正在酝酿之中。黑云如同被泼上墨汁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向青云山巅，护山大阵在铺天盖地的攻势下剧烈震颤，泛起刺目的红光，宛如一颗濒临破碎的心葬在垂死挣扎。远处传来的喊杀声如汹涌的潮水，裹挟着腥风扑面而来。杰克眯起眼睛，望着漫山遍野举着刻满骷髅黑旗的魔教弟子，那些黑旗在狂风中猎猎作响，密密麻麻的敌军如同黑色蚁群，正从四面八方朝青云山涌来，震得山间飞鸟四散奔逃，连空气都仿佛凝固成了实质。
杰克跨坐在雷耀斜蹄上，黑马周身缠绕的紫色闪电与他手中的神魔左轮交相辉映。他伸手转了个枪花，金属碰撞声清脆悦耳，枪管上流转的紫色雷电映亮了他棱角分明的脸庞，眼神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叮！检测到大规模敌方势力，是否开启无双模式？尖锐的系统提示音在脑海炸响，杰克毫不犹豫地按下确认键。刹那间，银色的能量如液态水银般包裹住他的全身，强烈的光芒让周围的人都下意识闭上了眼睛。原本的衣衫在光芒中轰然碎裂，一套闪耀着金属光泽的牛仔铠甲逐渐成型，头盔上的羽毛在风中猎猎作响，每一根翎羽都仿佛在诉说着狂野与不羁，马刺迸发出幽蓝的光芒，与雷耀斜蹄的闪电遥相呼应。杰克低头打量着身上崭新的西部神话皮肤，伸手摸了摸铠甲上精致的纹路，挑眉吹了声口哨，这造型够拉风，以后走在仙域，谁还敢小瞧我？陆雪琪御剑飞到他身旁，玉净瓶的光芒在战火中显得格外柔和，宛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可当他看到杰克的新模样时，竟一时出了神，美目瞪得溜圆，眼波流转间满是惊讶与赞叹。就在这时，一支冷箭破空而来，直奔他的面门。杰克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拽到身后，神魔左轮已经喷出火舌，砰的一声，箭矢在空中炸成碎片。小师姐，专心战斗，等打完这仗，我慢慢给你看。杰克大声喊道，声音中带着一丝调侃，却又无比坚定。雷耀斜蹄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战意，一声震天的嘶鸣响彻云霄，四蹄踏起的连锁闪电如银蛇狂舞，所过之处，地面瞬间布满焦黑的纹路，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杰克高举神魔左轮，对着敌军最密集的地方扣动扳机。轰！紫色的雷电如银河落九天般倾泻而下，但到轨迹所经之处，魔教弟子如同被收割的稻草，成片成片倒下。每一颗子弹都带着毁灭的力量，精准地击中敌人的要害，惨叫声此起彼伏，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杰克一边射击，一边在马背上灵活地转身腾挪，动作行云流水，仿佛与雷耀斜蹄融为一体。他的身影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神魔左轮的枪声如同连绵的惊雷，回荡在整个战场。这是人是神？一名魔教小头目看着眼前的景象，双腿不住的颤抖，手中的弯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眼中满是恐惧。杰克闻言猛地勒住缰绳，雷耀斜蹄人立而起，前蹄高高扬起，带起一阵狂风。他甩了甩冒着烟的枪口，咧嘴笑道，牛仔永远比魔鬼快 0.1 秒，想在我面前撒野，你们还不够格。随着击杀人数不断增加，杰克的积分狂飙，系统提示音几乎一刻不停，积分加2000，积分加3500，百万积分的提示刚在眼前闪烁，他的铠甲上便泛起更加耀眼的光芒，马刺也变得更加锋利，每一处细节都在宣告着他的强大。远处，鬼王宗的长老们脸色铁青，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战斗力。其中一人挥舞着古杖，声嘶力竭地大喊道，一起上，别被他吓住。可回应他的是杰克更加疯狂的射击，子弹如雨点般倾泻，打得魔教弟子抬不起头。在杰克的疯狂输出下，鬼王宗的攻势渐渐瓦解。陆雪琪看着那个在枪林弹雨中肆意驰骋的身影，眼神中满是倾慕与自豪。他玉手轻挥，玉净瓶洒出的净水治愈着受伤的同门，同时也在心中默默祈祷，这场战斗能早日结束，而他也能有机会与杰克并肩看遍这世间的风景。此刻的青云山虽然硝烟弥漫，但因为有杰克的存在，仿佛有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着这片净土。当最后一批鬼王宗弟子在神魔左轮的雷电下化作飞灰，青云山的战场却未迎来片刻安宁。浓稠如沥青的血腥味在空气中翻滚，被炮火熏黑的云层突然剧烈翻涌，地面开始像沸腾的泥浆般扭曲震颤。原本躺在地上的魔教弟子尸体诡异地抽搐起来，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烂，化作腥臭的血水渗入大地，所过之处土地都泛起诡异的紫黑色。轰隆一声足以撕裂苍穹的咆哮响起，浓稠的黑雾如同从九幽地狱涌出的恶魔，从地底冲天而起。黑雾在空中急速凝聚，渐渐勾勒出一个遮天蔽日的身影。杰克骑在雷耀斜蹄上，死死攥着缰绳，看着那身影逐渐清晰。褪去长袍的鬼王浑身覆盖着暗红色鳞片，每一片都有磨盘大小，表面布满狰狞的倒刺，背后3对巨大的骨翼缓缓展开，翼膜上流淌着黑色的能量，所过之处连光线都被吞噬。手中燃烧着黑色火焰的巨斧更是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火焰跳动间发出噼啪的爆裂声，空气被灼烧的扭曲变形，仿佛随时都会被撕裂。小鬼，坏我好事，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鬼王宗的下场。
鬼王的声音如同远古巨兽的嘶吼，震得杰克耳膜生疼，鼻腔里瞬间充满铁锈味，地面更是裂开蛛网般的缝隙，裂缝中不断涌出黑色瘴气。杰克眯起眼睛，指尖在神魔左轮的扳机上轻轻摩挲，手心的汗水在金属枪身留下湿痕。叮，检测到目标弱点，鬼王心脏位于左胸第3根肋骨下方，攻击该处可触发必死暴击。系统提示音尖锐的响起，杰克的视网膜上瞬间浮现出红色的标记点，在鬼王暗红色的鳞片间格外醒目。雷耀斜蹄不安地刨着地面，马蹄下的紫色闪电疯狂窜动，发出噼里啪啦的爆鸣声，马鬃无风自动，显示出他内心的躁动。铁蹄，咱们上！杰克猛地一拍马颈，黑马如同离弦之箭，四蹄踏碎空气，在身后留下一串燃烧着闪电的蹄印。鬼王见状，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狞笑，巨斧带起黑色火焰横扫而来，火焰所过之处，空间都泛起阵阵涟漪。杰克身体后仰，几乎与马背平行，黑色火焰擦着鼻尖掠过，烧焦了他额前的碎发，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弥漫开来。砰！神魔左轮喷出火舌，紫色雷电击中鬼王肩膀，却只溅起一串耀眼的火花，还发出金铁交鸣的巨响。就这点本事？鬼王的大笑震得云层都在颤抖，他挥舞巨斧，带起的气浪将周围的山石碾成齑粉。别急，大招在后头。杰克咬得牙龈发酸，双腿死死夹紧马腹。雷耀斜蹄仰天长啸，周身雷电暴涨，突然在空中划出一道炫目的弧线，速度快的只留下一道黑色残影。黑马灵巧的绕到鬼王身后，杰克看准时机，瞳孔骤然收缩，那个红色标记点此刻就在眼前。6声枪响如同炸雷接连响起，神魔左轮的枪管喷出6朵绚丽的火焰之花，带着紫色雷电的子弹拖着长长的尾迹，精准无误地射向鬼王的心脏。子弹穿透鳞片的瞬间，仿佛有玻璃碎裂的脆响，鬼王的身体猛地僵住，那双充满暴虐的树瞳中第一次出现了恐惧与不可置信。不可能！他的嘶吼中带着浓重的颤音，话音未落，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响彻云霄。鬼王的身体开始寸寸崩裂，暗红色鳞片如雨点般坠落，四灵血阵的力量也随之土崩瓦解。天空中的血云如同被无形大手撕碎，阳光重新洒落大地，全场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不可一世的鬼王在雷电中消散。我师兄就是仙盟枪神，谁也打不过。张小凡举着木枪，声音因为激动而破音，泪水不受控制地从脸颊滑落。他的呼喊如同一颗火种，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枪仙大人，枪仙大人！青云门弟子们高举武器，声浪直冲云霄，连远处的山峰都传来阵阵回音。陆雪琪站在人群中，玉净瓶微微颤抖，瓶中柳枝轻轻摇晃。他望着那个骑在黑马上沐浴着阳光的身影，眼眶渐渐湿润，眼神中满是倾慕与骄傲。杰克甩了甩冒着烟的枪口，牛仔帽下的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笑，对着逐渐消散的鬼王身影，声音清朗而有力：跟牛仔斗，你还嫩了点。雷耀斜蹄配合的昂首嘶鸣，马蹄下的闪电照亮了整个战场，也照亮了青云山崭新的篇章。硝烟如同被驱散的阴霾，渐渐在清风中散去，青云山的天空重新恢复了澄澈的湛蓝，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洒而下，为这片历经战火的土地镀上一层温暖的金光。杰克利落地翻身下马，雷耀斜蹄轻昵地用脑袋蹭了蹭他的肩膀，马蹄上跳跃的紫色闪电也逐渐暗淡，仿佛在诉说着战斗的结束。他掏出一块干净的布，仔细擦拭着神魔左轮上残留的硝烟，金属枪身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枪管上流转的雷电纹路仿佛也在休憩。此时的他嘴角还挂着战胜鬼王的得意笑容，那笑容张扬又自信，仿佛在宣告着自己的胜利。然而当他不经意间抬起头，却敏锐地察觉到周围的气氛有些异样。原本喧闹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往他身后看去，脸上还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那笑容里似乎藏着什么秘密。杰克心中泛起疑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暗自思忖是不是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带着满心的不解，他缓缓转过身，只见陆雪琪静静地站在不远处，宛如一朵在微风中摇曳的白莲。他双手紧紧抱着玉净瓶，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仿佛那是他此刻唯一的依靠。素白的裙摆随风轻轻飘动，发梢还沾着几缕未散尽的硝烟，却丝毫掩盖不了他的清丽脱俗。他的眼神有些躲闪，不敢与杰克对视，白皙的脸颊上泛起一抹红晕，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为他清冷的面容增添了几分柔和与羞涩。杰克，陆雪琪轻声开口，声音小得如同蚊子哼哼，带着一丝紧张与羞涩。他顿了顿，咬了咬嘴唇，似乎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次多亏了你，不然……话未说完，他像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
突然快步上前，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杰克。这突如其来的拥抱让杰克瞬间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陆雪琪身体的温度，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檀香，那香气萦绕在鼻尖，混合着若有若无的硝烟味，却意外地让人安心。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仿佛要挣脱束缚冲出来。叮！陆雪琪好感度 max， 解锁双人技能天衣无缝，攻防一体。系统提示音如惊雷般在杰克脑海中炸响，紧接着无数弹窗疯狂弹出，光芒闪烁，检测到真挚情感。赠送法宝同心锁，请双方滴血认主，认主后可共享生命值与法力值。这些提示音和弹窗让杰克如梦初醒，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那笑容比阳光还要耀眼。他反手紧紧抱住陆雪琪，感受着她的柔软与温暖，在她耳边轻声说：“小师姐，其实我也一直……”话没说完，他心中涌起一股冲动，突然一把将陆雪琪横抱起来，在空中欢快地转起了圈。陆雪琪惊呼一声，双手下意识地搂住他的脖子，将脸深深地埋在他胸口，再也不肯抬起来，只露出通红的耳朵，仿佛要将自己的羞涩都藏起来。哇！下方的弟子们见状，集体吹起了口哨，那口哨声此起彼伏，充满了起哄和祝福。张小凡激动地跳了起来，挥舞着手中的木枪，扯着嗓子大喊：“好爷！我就知道师兄和雪琪师姐有戏！”他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为两人感到由衷的高兴。田灵儿则捂着嘴偷笑，眼睛弯成了月牙，眼神中满是羡慕和祝福。田不易站在人群中，摸着自己的胡子，笑骂道：“臭小子，拐走我看好的儿媳妇！”虽然嘴上是责备的话语，但脸上的笑容却怎么也藏不住，那笑容里满是欣慰和喜悦。陆雪琪听到这话，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在杰克怀里扭动着，娇嗔道：“快放我下来，丢死人了！”声音软糯，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杰克却不肯松手，反而将她抱得更紧，挑眉对着众人笑道：“都看好了，这是我媳妇，以后谁要是敢欺负她……”他晃了晃手中的神魔左轮，眼神坚定而霸气。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他的话语充满了保护欲，仿佛要向全世界宣告自己对陆雪琪的守护。众人听了，哄笑起来，掌声和欢呼声在青云山久久回荡，那声音承载着大家的祝福和喜悦。而那枚闪着微光的同心锁正静静地悬浮在空中，等待着两人滴血认主。他将见证两人从此命运交织，携手共度未来的每一个时刻。青云山的庆功宴热闹非凡，篝火熊熊燃烧，火苗欢快地跳跃着，将四周映照得一片通红。烤全羊在火上滋滋冒油，香气四溢，混着弟子们的笑闹声，飘满了整个山头。杰克搂着陆雪琪的肩膀，指尖捏着一块烤得金黄酥脆的羊肉，正准备往她嘴里喂，嘴角还挂着温柔的笑意。就在这时，系统警报突然如炸雷般在他脑袋里炸开，警告：检测到宿主原生世界出现重大危机，解锁跨界传送功能。尖锐的提示音惊得他浑身一震，手里的羊肉啪嗒掉在地上。他猛地站起身，动作太急，连身旁的雷耀斜提都被惊得打了个响鼻，马蹄不安地刨着地面。陆雪琪也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担忧地拽住他的袖口，美目里满是关切：“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杰克死死盯着视网膜上跳动的红色警示画面，瞳孔骤然收缩。画面里，那个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西部小镇，此刻正燃起冲天大火，浓烟滚滚。街道上，曾经和他一起喝酒聊天的铁匠倒在血泊里，双眼圆睁，死不瞑目。一群凶神恶煞的黑帮分子举着霰弹枪，脸上挂着狰狞的狞笑，肆意地破坏着一切。我老家出事了，我得回去。他声音沙哑的厉害，像是被砂纸磨过，话语里满是焦急与愤怒。说着，他狠狠捏碎了手里的酒碗，瓷片四溅，在地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蓝光在他脚下骤然亮起，光芒越来越盛，像一张张开的时空大口，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气息。杰克回头，深深地看了陆雪琪一眼，大声喊道：“等我！”下一秒，耀眼的光芒将他连同雷耀斜提一同吞噬。再次睁眼时，一股刺鼻的硝烟味扑面而来，呛得他剧烈咳嗽起来。眼前的景象让他心痛如绞，曾经繁华热闹的街道，如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弹孔，墙壁上、门板上密密麻麻，像是被无数魔鬼啃噬过一般。马尸横七竖八地倒在泥地里，鲜血混着泥水，形成了一片触目惊心的血泊。哈哈！让那群牛仔知道得罪血手帮的下场。远处传来一阵嚣张至极的笑声，充满了得意与狂妄。杰克抹了把脸，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如刃。神魔左轮已经出现在他手中，枪管上的诛仙铭文与骷髅头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幽幽的冷光，
仿佛在诉说着即将到来的审判。他翻身上马，雷耀斜蹄昂首嘶鸣一声，踏过地上的积水，溅起的水花里都带着血丝，宛如一朵朵盛开的血色花朵。教堂废墟之上，匪首正站在那里，嘴里叼着雪茄，脚下踩着老警长的尸体。老警长双眼紧闭，脸上满是伤痕，制服上沾满了鲜血。匪首听到动静，漫不经心地转头，然而当他看清来人时，瞳孔却猛地收缩，雪茄啪嗒掉在地上。一个穿着古怪铠甲、骑着浑身冒着闪电黑马的男人，正从凭空出现的蓝光里持枪走出。杰克身上的牛仔铠甲在血红夕阳的反射下，闪烁着诡异而威严的光芒，宛如从地狱爬出来的复仇之神，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你是人是鬼？匪首声音止不住的发抖，握着霰弹枪的手也在颤抖，差点将枪掉在地上。杰克冷冷地盯着他，扯下头盔，露出染血的脸，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充满了仇恨与决绝。还记得被你们吊死的老汤姆吗？今天我就是来收债的。话音未落，神魔左轮便喷出6朵耀眼的紫色雷火，子弹如流星般划破空气，带着毁灭的力量直奔匪首而去。子弹穿透匪首老巢的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整栋建筑像被巨手捏碎的玩具，木屑纷飞，惨叫声混着黑烟冲天而起。剩余的黑帮分子吓得腿一软，齐刷刷的跪地，有人甚至对着杰克疯狂画十字，声音里满是恐惧。魔鬼，是魔鬼啊！饶命！叮！成功化解原生世界危机，获得称号双界漫步者。西部时间流速为诛仙世界1/10，宿主可自由往返2界。系统提示音响起时，杰克正弯腰，颤抖着双手合上老警长的眼睛，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团棉花，难受的厉害。他摸出怀里和陆雪琪的合照，照片里陆雪琪清冷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那笑容如同一束光，驱散了他心中的阴霾。他喃喃道：小师姐，看来以后我得在2个世界都当英雄了。蓝光再次亮起，他最后看了眼逐渐熄灭的小镇，眼神中满是不舍与坚定。等他回到青云山，陆雪琪手里的茶水都还没凉。看着他又惊又喜的表情，杰克晃了晃新得的称号徽章，嘴角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走，带你去看另一个世界的夕阳。青云山的清晨，薄雾如轻纱般笼罩着山峦，大珠峰的练武场却早已热闹非凡。杰克头戴一顶崭新的牛仔帽，帽檐微微上翘，遮住了他眼中闪烁的兴奋与期待。腰间的马刺随着他的步伐，在青石砖上敲出清脆而富有节奏的声响，仿佛是在为即将开始的盛事奏响序曲。他身后，一面巨大的牛仔仙盟大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旗子上，左轮枪与仙鹤的图案相互交织，左轮枪的金属质感与仙鹤的飘逸仙气奇妙融合，透着一股独特而混搭的酷劲儿，吸引着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从今天起，咱们就是横跨2界的仙盟。杰克一个利落的跳跃，登上练武场中央的巨石。金属铠甲在朝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刺得众人几乎睁不开眼。他眼神坚定而炽热，环视四周，随后掏出雷耀爆炎左轮，对准半空，果断扣动扳机。刹那间，一道紫色雷电如蛟龙般窜出，瞬间在厚重的云层里劈出个大洞。剧烈的声响惊得满山飞鸟扑棱棱乱飞，叽叽喳喳的叫声响彻云霄。想学真本事的都站出来！他的声音洪亮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在练武场上空回荡。话音刚落，张小凡就像离弦之箭般冲了出来，他的木枪还别在腰间，眼睛亮得像挂了2个灯笼，满脸都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与渴望。师兄，我要当大弟子。上次您打鬼王那6枪，我数着呢，每一枪都帅呆了。他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模仿着开枪的动作，模样十分可爱。田灵儿见状，捂着肚子笑弯了腰，粉色裙摆随着他的动作扫过地上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哟，小凡这是要当枪神徒弟的节奏啊，以后可得照着师姐我。他的话惹得周围的弟子们也纷纷笑了起来，练武场上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就在这时，一袭白衣的陆雪琪从晨雾中缓缓飘来，宛如一朵盛开的白莲，清丽脱俗。他手中的玉净瓶随着步伐轻轻晃动，柳枝也随之轻轻点在杰克肩头，动作轻柔而优雅。副盟主的位置，你不打算解释解释？他的声音温柔却带着一丝嗔怪，嘴角微微上扬，耳尖却悄悄染上了一抹红晕。杰克伸手揽住他的腰，将他轻轻搂在身旁，在众人的起哄声里大声喊道：雪琪的本事，在座各位绑一块都打不过。这副盟主实至名归。他的话语坚定而有力，充满了对陆雪琪的信任与骄傲，听得陆雪琪的脸更红了，却也忍不住露出了甜蜜的笑容。接下来的日子里，青云山仿佛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彻底变了样。
弟子们纷纷换上了皮质马甲和宽边帽，这些充满西部风情的服饰穿在他们身上，与背后背着的长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活脱脱一群穿越时空的侠客。杰克骑在雷奥斜蹄上，身姿挺拔而潇洒，他耐心的手把手教弟子们骑战技巧，眼神专注而认真。注意，骑马开枪时要借着马的冲劲，身体要随着马的节奏起伏，这样才能保证准头。他话音未落，手中的神魔左轮已经喷出火舌，一道紫色的雷电一闪而过，100米外的石狮子瞬间被炸成齑粉，碎石像下雨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溅起阵阵尘土。弟子们见状纷纷发出惊叹声，眼中满是敬佩与向往，学得更加认真了。而最热闹、最有趣的当属西部大逃杀训练。20个弟子骑着灵马在山间狂奔，马蹄声如鼓点般急促。他们有的挥舞着长剑，砍杀着系统生成的虚拟幻象，剑刃破空的声音呼啸而过；有的举着自制的火药枪，砰砰的射击，枪声在山间回荡。张小凡冲在最前头，涨红着脸，一边大喊驾，一边用木枪横扫，把眼前的幻象打得七零八落。他那英勇的模样，仿佛真的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战士。田灵儿则更加俏皮，他御剑飞行在半空中，还不忘模仿杰克转枪的动作，结果一个不小心，差点把剑甩出去。这惊险又滑稽的一幕，逗得众人笑作一团，山间充满了欢声笑语。这天，当训练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道玄真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山巅。老掌门身着一袭灰色道袍，白胡子随风飘动，他摸着胡子，眼神严肃地看着下方乱糟糟却又充满活力的场面，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杰克心里咯噔一下，暗道不妙，刚想飞上前去解释，就听到玄真人闷哼一声，成何体统？不过创新可嘉。说完，他袖子一甩，御剑离去，只留下原地欢呼雀跃的众人。杰克和弟子们相视一笑，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训练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了。叮，系统更新，开放跨界任务，完成西部悬赏可兑换仙界灵石、丹药，完成仙界任务则能获得西部黄金、火器图纸。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此时，杰克正搂着陆雪琪，坐在山顶看夕阳。晚霞将天空染成了绚丽的红色，微风轻轻拂过他们的脸庞。陆雪琪靠在他肩头，声音轻柔而感慨：“没想到，你真的把两个世界连在了一起。”杰克把玩着陆雪琪的发丝，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眼神坚定地望着天边被染成血色的云彩。这才刚开始，以后咱们牛仔仙盟要让两界都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实力。远处，新入门的弟子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逃杀，喊杀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随着晚风飘向了更远的地方，仿佛在诉说着牛仔仙盟未来无限的可能。青云山的夜静谧如水，山间弥漫着淡淡的雾气，月光透过茂密的枝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杰克靠在雷耀斜蹄旁，手中拿着一块柔软的绒布，正细致地擦拭着神魔左轮。金属部件相互碰撞，发出清脆而规律的声响，在空荡的山道上悠悠回响，仿佛一首独属于他的夜曲。突然，一阵若有若无的铃铛声从竹林深处传来，那声音清脆悦耳，却又隐隐透着股诡异的气息，像是在黑暗中引诱着什么。杰克的动作瞬间僵住，他眉头紧紧皱起，如鹰隼般锐利的目光警惕地扫向四周，同时握紧了手中的枪柄，沉声道：“碧瑶。”话音未落，只见空气中泛起阵阵涟漪，一道水绿色的身影踏着清冷的月光缓缓现身。碧瑶咬着嘴唇，脸色苍白如纸，发间的绿宝石簪子随着身体的微微颤动，折射出幽冷的光芒。他的眼中燃烧着熊熊的复仇火焰，那火焰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都焚烧殆尽。杰克，你毁我父亲心血，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他的声音冰冷而尖锐，带着刻骨的恨意。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手中的伤心花突然绽放，粉色的花瓣如雪花般飘飞，所到之处，四周的景色开始扭曲变形，空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肆意揉捏。杰克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强烈的眩晕感袭来，让他眼前一黑。等他再次睁眼，发现自己竟回到了西部小镇的酒馆。熟悉的橡木桌椅散发着陈年的木香，墙上贴着发黄的通缉令，还有吧台后笑眯眯的老汤姆，那个被黑帮绞死的铁匠。杰克，快来喝一杯。老汤姆晃着酒杯，脸上挂着往日的笑容，可铁锈色的血迹却顺着杯壁缓缓往下淌，在木质的吧台上晕开，显得格外刺目。这是幻境。杰克猛地掏枪，却发现手中握着的是一把生锈的老式左轮，枪身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扳机也早已失灵。系统警报声在脑海炸响，检测到精神攻击，自动使用清醒药剂。一股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
瞬间驱散了他脑海中的混沌，他的意识也随之瞬间清明。可周围的场景却愈发真实，老汤姆的脸突然变得狰狞可怖，双眼通红，充满了怨恨。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碧瑶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回荡在整个空间，那笑声中充满了得意与嘲讽。现在愧疚里吧，这就是得罪鬼王宗的下场。杰克咬着牙，太阳穴突突直跳，青筋在额头上暴起，他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鲜血流了出来，却浑然不觉。就在幻境即将完全将他吞噬时，神魔左轮突然出现在掌心，枪管上的诛仙铭文亮起刺目金光，光芒照亮了他坚毅的脸庞。给我破！杰克怒吼一声，声音震得四周的空气都为之颤抖。他对着虚空连开6枪，每一颗子弹都带着毁灭的力量，紫色雷电如蛟龙般撕裂幻境，所到之处空间寸寸破碎。伤心花的花瓣在空中化作齑粉，随风飘散。碧瑶踉跄后退，脸色苍白如纸，水绿色的裙摆沾满了泥土，发丝也变得凌乱不堪，再也不复往日的灵动。地面上，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缓缓浮现，正是碧瑶的眼泪。获得碧瑶的眼泪，可兑换特殊剧情。提示：该 NPC 仍有救赎可能，是否开启支线？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杰克弯腰拾起泪珠，在指尖轻轻一捏，晶莹的泪水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在空中。他抬起头，目光直视着碧瑶，认真的说道：碧瑶，仇恨不该是你的全部。你父亲做的那些事，真的是你想要的吗？碧瑶瞪大了眼睛，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眼神中满是震惊与迷茫。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碧瑶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1100。雷耀邪提突然发出一声高亢的嘶鸣，打破了尴尬的沉默。杰克翻身上马，黑马四蹄生风，扬起的尘土渐渐模糊了碧瑶正在原地的身影。而那颗破碎的泪珠在月光下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仿佛预示着这段纠缠不清的恩怨还有未完的篇章。西部小镇的酒馆内，煤油灯昏黄的光晕在木质墙壁上摇曳，浓烈的威士忌气味混杂着烟草的焦糊味，几乎要让人喘不过气。杰克坐在角落的长凳上，金属马刺时不时刮擦着地面，发出细碎的声响。他捧着冒着热气的咖啡杯，刚要送到嘴边，就听见门外传来女人尖锐的惊叫：救命啊！魔鬼来了！砰！杰克猛地推开那扇吱呀作响、布满划痕的木门，一股带着浓烈硫磺味的热风扑面而来，熏得他下意识眯起眼睛。眼前的景象让他瞳孔骤缩，原本熙熙攘攘、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宛如人间炼狱。一个浑身缠绕着黑色雾气的魔人矗立中央，他每挥舞一下利爪，就有幽蓝色的火焰从地面窜起，将木质房屋瞬间吞噬。居民们哭嚎着四处逃窜，有个小男孩摔倒在地，惊恐地望着逼近的魔人，连哭都忘了，眼中满是绝望。哪来的怪物？杰克怒喝一声，声音如洪钟般响彻街道。话音未落，雷耀斜提便从一道闪烁的蓝光中奔腾而出，马蹄重重踏在石板路上，溅起的火星噼里啪啦的四处飞溅，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金色的弧线。他利落地翻身上马，右手已经稳稳握住神魔左轮，枪管上的诛仙铭文与骷髅头在跳动的火光照耀下忽明忽暗，透着一股神秘而危险的气息。魔人似乎察觉到威胁，缓缓转头，一双燃烧着猩红火焰的眼睛死死盯着杰克，随后发出一声非人的嘶吼。那声音尖锐刺耳，仿佛要刺穿人的耳膜，震得周围的玻璃纷纷碎裂。黑色雾气中，无数长满尖刺的触手如毒蛇般迅猛地朝杰克缠来，所过之处空气都发出滋滋的腐蚀声。尝尝这个！杰克眼神一凛，果断扣动扳机。紫色的雷电如出海蛟龙，咆哮着冲向触手，瞬间将他们轰成齑粉。然而魔人却只是晃了晃，身上的黑雾反而愈发浓烈，不断翻滚涌动，像是在嘲笑杰克的攻击。杰克眉头紧皱，意识到这绝非普通妖魔，他紧了紧缰绳，眼神中闪过一丝凝重。突然杰克猛地一拉缰绳，雷耀斜提心领神会，一声嘶鸣后人立而起，踏着闪烁的闪电高高跃起。杰克在空中调整姿势，双手紧握神魔左轮，连续扣动扳机。6颗子弹拖着绚丽的尾焰，如流星赶月般射向魔人，在夜空中留下6道璀璨的轨迹。轰！剧烈的爆炸声震得整个地面都在颤抖，仿佛发生了地震。街道上的石板纷纷皲裂，魔人周身的黑雾被炸开一个巨大的缺口。杰克趁机定睛一看，黑雾之中竟隐约浮现出诛仙世界怨灵扭曲的面孔。原来是跨界的家伙。他咬了咬牙，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既然来了，就别想回去。
神魔左轮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光芒中似乎有古老的符文在流转。杰克大喝一声：“给我现形！”最后一枪如离弦之箭，精准命中魔人的眉心。黑雾如潮水般迅速退去，一个半透明的怨灵显出身形，他发出不甘的哀嚎，声音中充满了怨恨与绝望。随着怨灵消散，一颗闪烁着微光的晶体缓缓飘落，正是系统提示的世界本源。检测到跨界妖魔，开启双界进化任务。击杀可获得世界本源，用于强化系统核心。系统提示音适时在杰克脑海中响起。战斗结束后，小镇的居民们从地窖、阁楼等藏身之处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一位满脸皱纹、拄着拐杖的老者颤抖着走上前，浑浊的眼中满是敬畏。他颤巍巍地伸出手，想要触碰杰克的衣角，却又在半空中停住。先生，您是上天派来的救星啊！若不是您，我们都得葬身在这怪物手里。其他人也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表达着感激，有妇女忍不住哭出声来，还有孩子崇拜地望着杰克，眼中满是星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雷霆牛仔，他就是雷霆牛仔。这个称呼瞬间得到了所有人的响应，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小镇。教堂的牧师挤开人群，手中捧着一本厚重的烫金封面的圣经，眼神中既有崇敬又有疑惑。勇士，能否让我为您的武器施洗礼，让他得到主的庇佑？愿主的光辉能让这把武器更加无坚不摧。杰克闻言忍不住仰头大笑起来，他甩了甩还冒着烟的神魔左轮，挑眉道：“他只信子弹，不过要是主能给我的子弹加持点威力，我倒是不介意。”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紧张的气氛瞬间消散。杰克望着手中的世界本源，又看了看欢呼的人群，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看来这双界之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而他这位被称为雷霆牛仔的男人，注定要在两个世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青云山的竹林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竹叶相互摩擦的声音宛如一首轻柔的乐曲。陆雪琪一袭如雪的白衣随风轻摆，衣角处绣着的淡雅云纹若隐若现，手中的玉净瓶泛起柔和的银白光芒，柳枝上的水珠在阳光照耀下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晕。杰克倚着雷耀斜蹄，黑马时不时亲昵地用脑袋蹭蹭他的肩膀，他饶有兴致地看着陆雪琪，嘴角挂着一抹坏笑：“小师姐，这跨界传送可不好学，要不还是我自己。”“谁说我学不会？”陆雪琪杏眼一瞪，立刻打断他的话，眼神中满是倔强与坚定。他深吸一口气，素手轻扬，手指如灵动的蝴蝶般在空中点向虚空。刹那间，湛蓝的光芒在他指尖流转汇聚，一个闪烁着神秘符文的传送门缓缓成型。传送门边缘不断泛起涟漪，还伴随着轻微的晃动，仿佛随时都会消散。但他咬着嘴唇，全神贯注地维持着，最终稳稳地将其固定住。杰克见状，眼睛瞪得溜圆，忍不住吹了声响亮的口哨：“厉害啊！走，带你去西部见见世面。”他长臂一伸，一把拦住陆雪琪纤细的腰肢。陆雪琪娇呼一声，脸颊瞬间染上一抹红晕，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人便踏入了传送门。一阵天旋地转过后，在睁眼时，两人已经站在西部小镇的街道上。陆雪琪脚下踉跄了一下，杰克贴心地扶着她站稳。他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突然换上的牛仔裙，粉色的裙摆随着风轻轻飘动，裙边还装饰着精致的流苏。他又惊又羞，脸上的红晕愈发明显，小声嘟囔道：“这系统怎么还自动换衣服？”杰克看着他这副可爱的模样，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此时的小镇还残留着上次战斗的狼藉，街道上满是碎石瓦砾，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传出伤员们痛苦的呻吟声。陆雪琪见状，眼神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她轻轻挣脱开杰克的手，手持玉净瓶，连步轻移朝着帐篷走去。进入帐篷后，她跪坐在伤员身旁，轻声念起清心咒，声音宛如山间清泉，空灵又治愈。随着她的念动，瓶中柳枝挥洒出的净水落在伤员伤口上，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原本血肉模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伤员们脸上的痛苦之色也渐渐消散。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目睹了这一切，她激动地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声音哽咽地说道：“天使，您是天使！”消息很快在小镇上传开，百姓们纷纷围拢过来，望着陆雪琪的眼神中满是感激与崇敬，从此大家都称她为圣枪天使。杰克靠在酒馆斑驳的门框上，嘴角不自觉地扬起，眼神温柔地看着忙碌的陆雪琪，心中满是骄傲。等陆雪琪终于处理完伤员，闲了下来，杰克晃了晃手中的左轮枪，朝他挑眉笑道：“来，让你看看牛仔的浪漫。”他走上前，轻轻握住陆雪琪的手，将左轮枪放在他掌心，手把手教他持枪的姿势，手肘抬高，手腕稳住，眼睛盯着靶心，
别紧张。陆雪琪的耳朵红得发烫，心脏在胸腔里砰砰直跳，快得像擂鼓。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内心的紧张，缓缓抬起手臂，瞄准不远处的靶子。砰！随着一声枪响，子弹正中靶心，木屑飞溅开来。他惊喜地转头，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声音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我做到了。此刻的他开心得像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小女孩，完全没了平日里的清冷疏离。杰克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满是欢喜，再也忍不住，在他红扑扑的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口。我家小师姐就是厉害。陆雪琪脸颊瞬间红透，又羞又恼，举起玉净瓶要打他，却被杰克一把搂住。两人在街道上嬉笑打闹，引来周围百姓的阵阵善意笑声。叮！检测到双人同步率提升，双人技能天衣无缝进化为时空枪舞，可暂停敌方时间。系统提示音在两人脑海中响起。杰克看着怀中的陆雪琪，嘴角勾起一抹自信又温柔的笑容，调侃道：看来以后咱们这对组合在两界横着走都没问题了。陆雪琪靠在他肩头，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轻轻点头。夕阳的余晖洒在两人身上，为他们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将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仿佛预示着他们要携手走过漫长岁月，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夕阳将最后一抹橘红的余晖洒向西部小镇，杰克和陆雪琪并肩坐在长满狗尾草的草坡上。雷耀斜蹄悠闲地啃着带着露珠的青草，时不时甩动尾巴驱赶蚊虫。陆雪琪的玉净瓶斜倚在身旁，柳枝随着微风轻轻摇晃，偶尔扫过杰克的手背，惹得他痒痒的只想缩手。杰克一边把玩着陆雪琪如瀑般的青丝，一边酝酿着俏皮话，准备逗心上人开心。突然，系统界面毫无征兆的在他视网膜上疯狂闪烁，刺目的蓝光如同故障的霓虹灯，让他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杰克，你怎么了？陆雪琪敏锐地察觉到他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眉头紧紧拧成了麻花，急忙伸手扶住他颤抖的肩膀。杰克抬手死死按住突突直跳的太阳穴，脑袋里仿佛有千万只蜜蜂在嗡嗡乱撞，疼得他龇牙咧嘴。系统不对劲。话音未落，原本宁静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厚重的乌云如同被无形大手搅动的墨汁急速翻滚，金色的纹路如蛛网般在云层中蔓延开来，所到之处云层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一个巨大的王座虚影缓缓浮现，王座由不知名的金属铸就，表面雕刻着复杂的符文，镶嵌的宝石散发着神秘莫测的光芒，每一道光线都仿佛蕴含着开天辟地的力量，让人不敢直视。警告！系统核心检测到宿主完成双界征服成就，机械提示音变得格外庄重，每个字都像是从远古深渊传来的钟声，震得杰克耳膜生疼。是否挑战创世神作？接受将开启隐藏终极任务，失败则系统永久关闭。杰克的手心瞬间被冷汗浸湿，他下意识地握紧了神魔左轮，金属枪身的冰凉触感稍稍缓解了他内心的慌乱，但狂跳的心脏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陆雪琪察觉到他浑身紧绷，像是拉满的弓弦，立刻伸手紧紧握住他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交叠的手指传来。杰克，别硬撑。他的眼神中满是担忧，却又透着坚定，宛如黑暗中的明灯，大不了我们不冒险，只要你平安就好。杰克深吸一口气，胸腔剧烈起伏，抬头望向那悬浮在云端的金色王座。阳光穿透云层，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他挑眉笑道：当神，听起来比当牛仔更有意思。他的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弧度，眼中却燃烧着兴奋的火焰。我倒要看看这创世神作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闯定了。隐藏任务神作之路启动，需收集西部法则碎片1000片，诛仙天道碎片1000片。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同时一个透明的任务面板出现在两人眼前，上面的进度条空荡荡的，如同等待书写的空白画卷。陆雪琪盯着任务面板，贝齿轻咬下唇，眼神变得专注而认真。听起来不容易。他握紧了杰克的手，指尖的力量传递着无声的支持。不过别怕，我陪你，无论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一起扛。玉净瓶突然发出柔和的光芒，柳枝无风自动，像是在为他们加油打气。雷耀斜蹄似乎也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昂首发出一声震天的嘶鸣，马蹄下闪烁起紫色的闪电，将周围的草地都映成了诡异的紫色。杰克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草屑，神魔左轮在手中转出炫目的枪花，金属碰撞声清脆悦耳。走，先回青云山，那些天道碎片说不定藏在祖师祠堂里。他转头看向陆雪琪，眼神中满是斗志。至于西部法则，那群老牛仔的藏宝图里说不定就有线索。这次我们要改写规则。陆雪琪微微一笑，
眼中的担忧化作了坚定的支持。他轻轻点头，发丝随风飘动。好，我们一起。两人对视一眼，默契在眼神中流转。随着蓝光闪烁，他们带着新的目标踏入了传送门。而那金色的王座虚影依旧静静地悬浮在云端，散发着神秘而威严的气息，仿佛在等待着他们的挑战，也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青云山的夜空还挂着稀疏的星辰，晨钟尚未发出第一声嗡鸣，练武场的青石砖上已经传来马刺敲击地面的脆响。杰克半跪在地上，最后一次检查神魔左轮的弹巢，金属部件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枪管上的诛仙铭文随着他的动作流转出幽蓝的光芒。忽然，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带着露水的裙摆扫过草地，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这么早又去西部？陆雪琪微微喘气，玉净瓶里的柳枝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晃，叶间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月光下宛如缀满碎钻。她抬手将一缕被风吹乱的发丝别到耳后，眼神中带着一丝担忧与心疼。杰克头也不回，利落的翻身上雷耀斜蹄。黑马察觉到主人的急切，不安地刨着地面，马蹄下蹦出的火星转瞬即逝。他伸手拽住陆雪琪的手腕，将她拉上马背，动作干脆又霸道，晚1秒就少赚1块碎片。系统说西部悬赏任务给法则碎片，诛仙秘境掉天道碎片，今天必须双开。他的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仿佛已经看到了碎片入手的模样。马蹄如雷，踏碎山间晨雾。当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时，两人已经出现在西部小镇的中心广场。通缉榜前挤满了穿着皮质马甲的牛仔，议论声此起彼伏。杰克单手撑在马鞍上，身体前倾，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榜单，瞬间锁定了最上头那张印着骷髅头的悬赏令。看好了，牛仔的效率。他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话音未落，雷耀斜蹄已经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扬起的尘土中只留下他潇洒的背影。陆雪琪无奈地摇摇头，眼中却满是笑意。他轻挥衣袖，御剑而起，玉净瓶在他手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挥洒出的净水如同甘霖，洒落在街边受伤的百姓身上。那些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百姓们纷纷抬头望着天空中那道白衣飘飘的身影，眼中满是感激与敬畏。日头渐渐西斜，橙红色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杰克扛着昏迷的匪首大步走来，那人的双手被粗麻绳紧紧捆住，脑袋无力地耷拉着。杰克的口袋里法则碎片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当声，仿佛在演奏胜利的乐章。然而还没等他喘口气，系统提示音如惊雷般在脑海炸响，诛仙秘境万毒窟已开启。他脸色微变，咬了咬牙，对着虚空喊道：开启自动战斗，暗影铁蹄，给我守住西部据点。刹那间，一道黑影从他脚下的影子里分离而出，正是神秘的暗影铁蹄。黑马昂首嘶鸣，周身环绕着黑色雷光，一声长嘶后，踏着雷光消失在荒野之中，只留下一道黑色残影。深夜的万毒窟弥漫着令人作呕的绿色瘴气，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吞下了一把刀片。杰克一边侧身躲避毒株喷射的粘液，一边疯狂扣动扳机，神魔左轮的枪声在洞窟中回荡。突然，一道熟悉的剑光掠过，如同一道白色闪电劈开黑暗。陆雪琪的白衣在幽暗中格外醒目，她手持玉净瓶，口中念念有词，挥洒出的清星咒光芒与杰克的雷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光幕。所到之处，怪物纷纷发出惨叫，化作飞灰。以为能甩开我？陆雪琪挑眉，嘴角带着一抹俏皮的笑意。她的发丝被瘴气染成了淡淡的绿色，却丝毫不影响她的清丽脱俗。这样争分夺秒的日子，如同沙漏中的细沙，不知不觉间流逝了整整1个月。张小凡主动请缨管理西部据点，每天清晨，他都会举着从铁匠铺特制的大喇叭，扯着嗓子喊：都听我师兄的！碎片换灵石，童叟无欺。他的声音在小镇上空回荡，惹得屋檐下的麻雀都扑棱棱地飞走。而杰克的积分如同坐火箭般狂涨，很快突破了1000万大关。这天，他神秘兮兮地捂住陆雪琪的眼睛，牵着她走进西部最大的珠宝店。璀璨的钻石项链在灯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镶嵌着祖母绿的戒指散发着高贵的气息，摆满柜台的珠宝让人眼花缭乱。每样来10件。杰克大手一挥，仿佛这些价值连城的珠宝只是普通的日用品。店员们忙得团团转，不一会儿就爆出了小山式的礼盒。陆雪琪看着这夸张的场景，又好气又好笑。你当买菜呢？他的声音里带着嗔怪，却也藏不住一丝甜蜜。我家雪琪就得配最好的。杰克说着，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条镶满蓝宝石的手链，宝石在灯光下折射出迷人的蓝光，如同夜空中的星河。可陆雪琪却轻轻推开，
从发间取下一朵干枯的小野花，那是他们初次相遇时杰克随手摘给她的。花朵虽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娇艳，但每一片花瓣都承载着美好的回忆。我更喜欢你亲手摘的野花。他的声音轻柔，眼神温柔而坚定。杰克愣了愣，随即爽朗地笑出声来。他一把搂住陆雪琪，在她额头轻轻一吻，等收集齐碎片，我带你去摘全天下最美的花。此时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法则碎片收集进度3271千，天道碎片收集进度2981千，而他们的身影早已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充满希望地延伸向远方，仿佛在诉说着他们永不言弃的决心与美好的未来。当最后一块诛仙天道碎片落入掌心时，杰克突然感觉整个世界都开始扭曲变形，四周的空气仿佛被无形的大手搅动，化作飞速旋转的漩涡，发出刺耳的嗡鸣。不远处，陆雪琪焦急的呼喊声穿透空间传来，声音里满是担忧与不舍。杰克，小心！可蓝光如潮水般迅速吞噬他的瞬间，他只来得及朝他用力比了个等我的手势，便消失在了光芒之中。在睁眼时，杰克只觉一阵寒意从脚底窜上脊背，四周是望不到边的虚空，浓稠如墨的黑暗中，只有脚下悬浮着一座巨大的青铜擂台，表面刻满了古朴而神秘的符文，泛着冰冷的幽光。远处，12座散发着不同光芒的水晶棺椁静静地漂浮着，宛如12座神秘的岛屿。每座棺椁都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红色的炽热，蓝色的冰冷，紫色的诡谲。不同的光芒交织在一起，在黑暗中形成了诡异而壮观的景象。恭喜宿主集齐碎片，进入创世神作最终挑战。系统提示音不再像往常那般机械冰冷，反而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敬畏，仿佛连系统都在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撼。请注意，本场禁用法宝，仅可使用初始左轮。第一关，历代西部枪神投影对决。话音刚落，7道身影缓缓从水晶棺椁中走出，为首的老者戴着镶满宝石的宽边帽，宝石在黑暗中闪烁着妖异的光芒，腰间的双枪泛着诡异的血光，枪身缠绕着若有若无的黑雾，仿佛每一把枪都沾染过无数鲜血。老者上下打量着杰克，眼中满是轻蔑，冷笑一声，声音中充满了嘲讽：乳臭未干的小子也配挑战神作？说着，他伸手去拔腰间的枪，动作看似随意，却暗藏杀机，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肃杀之气。可他的手刚碰到枪柄，杰克的初始左轮已经出现在掌心。这把没有任何符文加持，看似普通的左轮，在他手中却像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猛兽，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杰克眼神一凛，双腿微曲，摆出标准的拔枪姿势。多年来的训练让他的身体形成了本能反应，肌肉记忆在这一刻爆发。他的手腕翻转速度快得几乎在空气中留下残影，让人眼花缭乱。砰砰砰砰，7声枪响几乎同时炸开，宛如7道惊雷在虚空中炸响。7颗子弹拖着灼热的尾焰，划破黑暗，如流星般精准无误地击中7位枪神的眉心。枪神们脸上的震惊还未完全展现，身影就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在虚空之中，只留下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枪速怎么可能？虚空中传来残存的惊呼，声音里满是震惊与不敢置信，超越人类极限了。杰克甩了甩还冒着烟的枪管，从口袋里掏出块绒布，慢条斯理地擦拭，动作从容而自信。他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笑，老子每天练拔枪3000次，就为了今天。说着，他抬头望向剩下的水晶棺椁，眼中燃起熊熊战意，仿佛2团燃烧的火焰。还有谁？尽管放马过来！话音刚落，擂台突然剧烈震动起来，青铜表面的符文光芒大盛。第2座水晶棺椁缓缓开启，一道黑影从中飘出。这次出现的是个蒙着黑色面巾的女枪客，她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手中的链枪在虚空中划出一道带着倒刺的寒光，链枪甩动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仿佛死神的锁链在晃动。杰克咧嘴一笑，将左轮在指尖转了个圈，金属碰撞的脆响在寂静的虚空里格外清晰，如同战鼓敲响。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而陆雪琪送他的那朵干枯野花，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他胸口的口袋里，贴近心脏的位置。每当他感到疲惫或紧张，都能感受到那朵花的存在，给予他无尽的勇气，支撑着他继续前行。青铜擂台在余震中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裂痕如蛛网般在符文表面蔓延。随着第3座水晶棺椁轰然炸裂，璀璨的青光如同被囚禁千年的猛兽，裹挟着凌厉的剑意冲天起，将四周浓稠的虚空都染成了翡翠色。7位身着月白色道袍的身影踏着实质化的剑光缓缓落下，衣袂无风自动，腰间长剑尚未出鞘，却已让空气泛起阵阵涟漪，方圆100米内的空间都在这股威压之下扭曲变形。第2关，诛仙历代剑神投影。
须以无垢之心御剑，方可破阵。系统提示音带着金属摩擦般的凝重，在杰克脑海中嗡嗡作响。他盯着白发老者腰间那把刻满云纹雷转的长剑，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伸手摸了摸空荡荡的剑鞘，苦笑道：“我个顽强的糙汉子，上哪找你们修仙人口中的无垢之心？小小牛仔也敢觊觎神作？”白发老者眼神如淬了毒的银针，瞳孔中流转着森然剑意。他随意抬手轻挥，一道裹挟着紫色电芒的剑气瞬间撕裂虚空，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裂，朝着杰克击射而来。杰克浑身汗毛倒竖，本能的侧身翻滚，地面在剑气轰击下轰然炸开，露出深不见底的沟壑，碎石如雨点般擦着他的头皮飞过。他咬牙撑起身子，剧烈喘息间，胸口口袋里若隐若现的干枯野花映入眼帘。那是陆雪琪在竹林里随手摘下送他的，花瓣早已失去水分，却始终被他贴身珍藏。守护，对，牛仔的枪不就是为了守护想保护的人吗？杰克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仿佛混沌中照进了一缕阳光。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制住体内翻涌的法力，双手在胸前笨拙地模仿青云门御剑诀的手印。可刚结出第一个法印，狂暴的法力就如同脱缰野马在经脉中乱窜，剧痛让他额头瞬间布满豆大的汗珠，脸色也变得煞白。白发老者见状，失望地摇头叹息，心性不纯，难悟剑道。其余剑神纷纷撤剑归鞘，愈发冰冷的剑意凝成霜花，落在杰克肩头，发出细微的爆裂声。千钧一发之际，杰克的思绪突然回到西部小镇，那个被黑帮践踏的黄昏。他举着枪挡在百姓身前，看着老汤姆信任的眼神，又想起与陆雪琪并肩作战的无数个日夜。他挥舞玉净瓶时，月光落在他发梢的模样。我不懂什么正统剑道，但我知道，心里装着要守护的人，就是我的道。杰克仰天长啸，周身气势陡然暴涨，一股金色光芒从他心口迸发而出。他猛地抬手，做出拔枪的标志性动作，声如洪钟，剑来。刹那间，虚空中传来龙吟般的清明，无数道剑气凭空凝聚，每一道都裹挟着他对两界的牵挂，对爱人的眷恋，如银河倒卷般朝着剑神们击射而去。白发老者瞳孔骤缩，终于收起了轻蔑的神色，双手结出繁复的剑印，腰间长剑争得出鞘，剑身迸发的青光与杰克的剑气轰然相撞。轰！剧烈的爆炸声震得整个擂台剧烈摇晃，余波形成的气浪如同飓风，将杰克的衣衫撕成布条，露出布满血痕的胸膛。尘埃落定，杰克单膝跪地，却依旧倔强地昂着头，眼神坚定如铁。七位剑神相视点头，白发老者抚须大笑，眼中满是欣赏，虽非正统，却含浩然正气。过。此时，远在青云山的陆雪琪正透过系统光幕观战，她紧握着玉净瓶的手指节发白，直到看到杰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美目瞬间泛起晶莹的泪花。她玉手轻挥，一道带着温柔气息的传音落入杰克耳中：“杰克，你比任何剑神都耀眼。”杰克摸了摸发烫的耳朵，咧嘴傻笑，朝着虚空大声喊道：“等我拿了神座，就风风光光娶你。”这话让严肃的剑神们也忍俊不禁。擂台之上，紧张的气氛被这抹温情悄然驱散。随着白发剑神的身影如青烟般消散，最后一座水晶棺椁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缓缓开启，仿佛远古巨兽苏醒前的嘶吼。浓稠如沥青的黑雾从中翻涌而出，所到之处，空间如同被无形的腐蚀剂侵蚀，片片碎裂，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咔声。当黑雾终于散尽，一只遮天蔽日的混沌巨兽出现在杰克眼前。它有着狰狞扭曲的龙头，尖锐的獠牙泛着幽蓝的毒光，布满鳞片的龙身蜿蜒盘旋，鳞片缝隙间渗出黑色的粘液，却长着一对恶魔般的蝙蝠翅膀，每一次扇动都卷起阵阵腥风，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息。巨兽口中不断喷出散发着恶臭的绿色毒液，每一滴毒液落在青铜擂台上都发出滋滋的腐蚀声，瞬间腐蚀出冒着青烟的巨坑，擂台表面的符文光芒也因此暗淡了几分。最终挑战，击败混沌巨兽，融合双界法则。系统提示音带着前所未有的肃穆，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低语，请宿主在一炷香内完成法则融合，否则将被虚空吞噬。杰克的喉结上下滚动，他握紧手中早已被汗水浸湿的初始左轮，金属枪身的凉意透过掌心传来，却无法缓解他内心的紧张。看着巨兽身上不断浮现又消失的神秘符文，那些符文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仿佛在嘲笑他的渺小。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如同擂鼓一般，汗水顺着下巴大颗大颗的滴落，在地面上砸出小小的水痕。自由、正义、慈悲、平衡。杰克紧闭双眼，努力回忆在西部小镇为民除害的每个瞬间。他想起那些在烈日下与黑帮殊死搏斗的日子，为了保护无辜百姓，他举着枪站在街道中央，
眼神坚定。他也回忆起在诛仙世界与陆雪琪并肩守护苍生的画面，他白衣飘飘，挥舞玉净瓶的模样宛如仙子。在他的脑海中，西部牛仔们为了自由策马奔腾，扬起漫天黄沙；青云弟子为了苍生御剑斩妖，剑光如虹。这两幅画面渐渐重叠，在他心中勾勒出模糊的法则轮廓。突然，他胸口口袋里的干枯野花发出柔和的光芒，光芒中，陆雪琪温柔的声音传来：“杰克，相信你自己。”这声音如同春日的微风，吹散了他心中的迷茫与恐惧。杰克猛地睁眼，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两颗燃烧的太阳。他大喝一声：“给我融合！”刹那间，代表西部法则的金色光芒与象征诛仙天道的青色光芒从他体内迸发而出。金色光芒如璀璨的烈日，充满了炽热的力量与坚定的信念；青色光芒似幽深的湖水，蕴含着无尽的智慧与慈悲。两种光芒在空中相互缠绕、碰撞，发出耀眼的光芒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中心不断有神秘的符文闪烁，仿佛在书写着宇宙的奥秘。杰克手中的初始左轮开始剧烈震动，枪身不断扭曲变形，金属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渐渐的，枪管上西部的骷髅头与诛仙的符文完美融合，神魔左轮进化成了闪耀着神圣光芒的双界圣枪，枪身流转着七彩光晕，每一道光芒都蕴含着强大的法则之力。混沌巨兽似乎察觉到了威胁，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声音如同雷霆万钧，震得杰克耳膜生疼，擂台也跟着剧烈摇晃。巨兽翅膀一挥，无数黑色尖刺如暴雨般朝着杰克射来，尖刺划破空气，发出咻咻的尖笑声。杰克举起双界圣枪，大喝：“法则领域，开启！”以他为中心，一个巨大的圆形领域瞬间展开，领域边缘闪烁着七彩光芒，如同彩虹环绕。领域内，空气变得粘稠而沉重，弥漫着神秘而强大的气息，每一缕空气都仿佛蕴含着法则的力量。在我的领域里，子弹必中邪恶之心。杰克眼神冰冷，如同出鞘的利剑，充满了威慑力。他深吸一口气，稳稳扣动扳机，一道彩虹色的子弹从双界圣枪中射出，子弹所过之处，空间被染成绚丽的色彩，仿佛一道移动的彩虹撕裂了虚空。子弹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精准地击中混沌巨兽的心脏。巨兽发出痛苦的咆哮，声音中充满了不甘与绝望。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鳞片纷纷脱落，黑色的血液如瀑布般流淌。原本狰狞的面孔逐渐变得平静，身上的邪恶气息也被一点点净化，取而代之的是柔和的光芒。最终，混沌巨兽化作无数光点，如同繁星般消散在虚空之中，只留下一片寂静。虚空之中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掌声，掌声如浪潮般汹涌澎湃。一个威严而又充满欣慰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空间，心神即位。此时，杰克的身体被光芒笼罩，温暖而强大的力量在他体内流淌，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两界的力量在他体内交融，他成为了连接西部与诛仙世界的桥梁。而在青云山，陆雪琪望着系统光幕中光芒万丈的杰克，泪水夺眶而出，划过他白皙的脸颊。他的脸上满是骄傲与喜悦，眼神中充满了爱意与期待。他知道，属于他们的传奇才刚刚开始。混沌巨兽消散的光点如同银河碎屑，在虚空中闪烁流转，久久不愿坠落。那把传说中的金色创世神座裹挟着万道霞光，缓缓降落在杰克面前。宝座由不知名的金属铸就，表面雕刻着两界的山河与星辰，诛仙世界的青云山脉、流波山，西部世界的荒漠峡谷、仙人掌群，还有璀璨的日月星辰。每一道纹路都流转着神秘的光泽，仿佛蕴含着开天辟地的奥秘。杰克的心脏剧烈跳动，他深吸一口气，缓缓伸出颤抖的手。当指尖触碰到神座的刹那，一股温暖磅礴的力量顺着血脉传遍全身，像是春日暖阳融化了寒冬的坚冰，又似汹涌海浪席卷过干涸的沙滩。他缓缓坐下，整个人仿佛与天地、与两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生灵都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发丝无风自动，衣袂猎猎作响。就在这时，陪伴他许久的系统提示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声音在他脑海中悠悠响起：“欢迎使用双界之心，您现在是两界的主人，可随意创造、修改世界规则。”杰克瞳孔猛地收缩，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他下意识地在心中默念：“我要看看陆雪琪。”下一秒，虚空中如水波般荡漾开来，一面晶莹剔透的水镜缓缓浮现。镜中的陆雪琪身着一袭白衣，站在青云山巅，发间的玉青渐碎，随风轻摆。他望着虚空的方向，眉目里满是担忧与期待，紧蹙的眉头和不时咬着下唇的动作都透露出他的不安。杰克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眼底满是爱意。他对着水镜轻声传音：“小师姐，别担心，等我回去，
陆雪琪似乎有所感应，眼中闪过一丝惊喜，抬手轻抚镜面，仿佛想要触碰它。与陆雪琪短暂对视后，杰克收回目光，开始认真思索该如何改变两界。他想起西部的百姓在荒漠中长途跋涉的艰辛，想起诛仙世界的修士渴望探索未知疆域的渴望，那就让两界都变得更好吧。他眼神坚定，眼中闪过一道璀璨的光芒，心中念头刚起，两界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部小镇，原本在黄沙中奔跑的马匹突然发出兴奋的嘶鸣，它们的脊背骨骼发出咔咔的生长声，一对有齿轮、钢铁与魔法结合的机械翅膀从背上舒展而出。马匹们兴奋地扬起前蹄，朝着天空奔去，在蓝天白云间自由翱翔。铁匠铺里，炉火突然变得格外旺盛，工人们惊奇地发现，铁砧上自动浮现出复杂的蒸汽飞船图纸，图纸上的线条闪烁着微光，还标注着只有杰克才懂的神秘符号。而在诛仙世界，原本只有飞剑穿梭的云海中，突然传来呜呜的汽笛声。冒着白烟的蒸汽飞船破浪而出，船身刻着诛仙符文与西部机械结构，巨大的螺旋桨搅动着云层。修士们纷纷御剑靠近，站在甲板上，好奇地抚摸着冰冷的金属，研究着这些从未见过的机械装置，不时发出阵阵惊叹。杰克悬浮在两界交界处，看着这些变化，满意地点点头。但他的眼神很快变得严肃起来，他深知比物质更重要的是让两界不再有压迫与不公。他双手高举，动用双界之心，一道金色的光芒自他掌心迸发，如同一轮新日，光芒迅速笼罩两界。永远不准有压迫与不公。他的声音如同洪钟，响彻两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西部，那些平日里欺压百姓的黑帮分子突然发现自己手中的霰弹枪、左轮枪变得比山峰还要沉重，无论如何用力都举不起来，他们惊恐地跌坐在地。而在诛仙世界，那些欺压弟子的恶徒体内的法力开始不受控制的乱窜，他们痛苦地在地上翻滚，发出阵阵惨叫。与此同时，普通百姓们则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涌入身体，仿佛心中的阴霾都被一扫而空。他们望着天空，眼中满是感激与喜悦。牛仔创世神万岁！西部小镇的百姓们欢呼着，他们自发地用最好的黄金打造了一尊杰克骑在雷耀斜蹄上的雕像。雕像栩栩如生，杰克戴着牛仔帽，手持双界圣枪，眼神坚定地望向远方。雷耀斜蹄踏着闪电，雕像手中的双界圣枪直指天空，仿佛在守护着这片土地。在诛仙世界，弟子们也修建了一座宏伟的神殿，殿中供奉着杰克的画像，画像旁写着双界守护者，正义永存。香火缭绕间，信徒们虔诚地祈祷着。杰克站在创世神座上，俯瞰着两界的繁荣景象，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欣慰。这时，一道蓝光闪过，陆雪琪出现在他面前。他看着焕然一新的两界，又看看意气风发的杰克，眼中满是爱意，眼眶微微泛红。你做到了，我的大英雄。杰克笑着牵起他的手，十指相扣。走，咱们去两界好好逛逛，看看我们的杰作。两人的身影依偎在一起，消失在璀璨的光芒中，而他们守护两界，书写传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书写。西部大峡谷的红砂岩在晨曦中泛着蜜糖色的光，此刻却被装点得如同童话世界。平日里粗犷的仙人掌戴上了七彩灯带，一闪一闪的光晕给他们披上了梦幻的薄纱。马车车轮裹着金箔，随着马匹的走动折射出细碎光芒，仿佛洒了一路的星辰。就连呼啸的风沙都被杰克用法则变成了粉色的花瓣，簌簌飘落，香气四溢。同一时刻，青云山的通天峰云雾如海浪翻涌，千年古松系着红绸随风轻摆，宛如列队欢迎的侍者。玉虚殿台阶铺满娇艳欲滴的玫瑰，每一片花瓣都被注入了灵力，散发着柔和的光晕。两界的天空之间，一座由七色光芒交织而成的彩虹桥横跨天际，连接着这场史无前例的婚礼。陆雪琪站在青云山的高台上，宛如仙子下凡。她身着婚纱与道袍混搭的嫁衣，惊艳众人。洁白的婚纱裙摆足足有10丈长，拖地而行，上面绣着青云门标志性的云纹，一针一线细腻精致，又巧妙融入了西部的仙人掌图腾，刚柔并济。道袍的广袖上缀满圆润的珍珠，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发出细微悦耳的声响。发间的玉清渐碎换成了钻石流苏，每一颗钻石都切割得恰到好处，在阳光下折射出璀璨光芒。她望着彩虹桥另一端的杰克，心如鹿撞，脸颊比天边的晚霞还要红，双手不自觉地攥紧裙摆，又缓缓松开，满是期待与羞涩。杰克骑着雷耀斜蹄，威风凛凛，黑马鬃毛上编着金丝，马蹄铁闪着寒光。他头戴镶钻牛仔帽，钻石在帽檐上排列成西部特有的花纹，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上，金色的诛仙符文若隐若现，仿佛在诉说着两界的传奇。腰间的双界圣枪擦得锃亮。
枪柄上缠绕着红绸。小师姐，我来娶你了。他的声音通过双界之心传遍每一个角落，雄浑而坚定。西部的牛仔们立刻吹响号角，激昂的号声回荡在峡谷间。青云弟子敲响编钟，悠扬的钟声在山间久久不散。婚礼现场热闹非凡，宾客云集。西部牛仔们都穿上了最体面的皮靴，精心打理过的皮衣一尘不染，腰间别着鲜花代替手枪，个个精神抖擞。青云弟子们捧着珍贵的法器当贺礼，有能呼风唤雨的玉如意，有可镇妖除魔的铜镜。天鹰寺的尼姑们坐着杰克创造的蒸汽飞船赶来，飞船上绘着莲花图案，缓缓降落在青云山广场，引得众人纷纷驻足观看。人群中，碧瑶一身水绿衣裳，捧着礼盒站在角落，眼神复杂，有羡慕，有不甘，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祝福。当他试图靠近新人时，杰克转头瞪了他一眼，眼神锐利如鹰，仿佛在说敢捣乱就把你送回10万大山。碧瑶撇撇嘴，轻轻叹了口气，把礼盒往地上一放，身影便消失在人群中。现在，我宣布，主持婚礼的月老和西部牧师同时开口，声音庄重而喜悦：杰克与陆雪琪结为双界夫妇。杰克轻轻托起陆雪琪的下巴，眼中满是深情，在他耳边低语：等这一刻，我等了好久。从第一次在青云山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要守护一生的人。陆雪琪闭上眼，睫毛微微颤抖，脸颊发烫，心中满是甜蜜与感动，轻声回应：我也是。就在两人双唇相触的瞬间，整个世界都沸腾了。西部大峡谷喷射出璀璨的烟花，金色、红色、蓝色的烟火在夜空绽放，拼出 love 的字样，照亮了整个峡谷。青云山的云海中，无数发光的仙鹤衔着彩带飞舞，彩带在空中交织成美丽的图案。两界的天空同时绽放出绚丽的光芒，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们庆祝。光芒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温暖而明亮。叮！早已消失的系统残留语音突然响起，带着几分欢快。恭喜宿主达成双界人生赢家成就，奖励永久双倍幸运值以及来自两界的祝福大礼包。声音回荡在两界之间，引发阵阵欢呼。杰克牵着陆雪琪登上暗影铁蹄，机械马展开翅膀，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他载着新人飞过彩虹桥，所到之处光芒四溢。他们的身影掠过西部的荒漠，百姓们纷纷走出家门，仰头欢呼，抛洒花瓣。飞过诛仙的云海，修士们遇见跟随，齐声祝福。这场跨世婚礼成了两界永远流传的佳话，而杰克和陆雪琪的故事也将在爱与守护中继续书写新的传奇。阳光穿过创世神殿穹顶的七彩琉璃窗，将黄金地砖染成流动的彩虹，折射出的光斑在杰克锃亮的牛仔靴上跳跃。他瘫在镶嵌双界图腾的神座里，百无聊赖地用双界圣枪挑起冒烟，金属碰撞声在空旷的大殿里荡起层层回响。成神后的日子像杯温吞的威士忌，起初浓烈上头，如今却寡淡的让这位双界之主直打哈欠。再这么下去，我都要生锈了。杰克突然坐直身子，枪管在掌心转出残影，得找点乐子。话音未落，他打了个响指，西部小镇上空顿时传来齿轮咬合的轰鸣。正在酒馆灌酒的张小凡被震得一哆嗦，抬头就看见悬浮工厂如同巨型机械章鱼般展开，银色传送带吞吐着全自动左轮，每把枪的枪柄都刻着他的名字，还镶嵌着西部特有的马蹄铁花纹。师兄，这是要把我捧成军火大亨啊！张小凡激动地打翻酒壶，踩着桌子跳起来，被酒精染红的脸上写满狂喜。他伸手接住空中飘落的左轮，扳机刚扣动，就射出一朵金光闪闪的向日葵，惊得酒馆里的牛仔们齐刷刷掏出自己的破铜烂铁，嚷嚷着要以物易物。与此同时，青云山的后厨飘出阵阵异香。田不易攥着酒葫芦的手突然僵住，眼前不知何时多了头通体雪白的灵鹿，鹿角缠绕着翡翠般的藤蔓，每片叶子都在滴着陈年美酒。这莫不是老天爷赏的酒仙鹿？田不易的喉结疯狂滚动，酒葫芦啪嗒落地也浑然不觉。他扑过去，用衣襟兜住灵鹿吐出的琼浆，仰头灌下后直拍大腿，妙啊，比老子酿的烧刀子还够劲。而正在云海中遇见的陆雪琪突然被一道神秘的星光牵引。等他降落在青云山时，一座悬浮的星空图书馆已悄然落成，穹顶倒悬着两界星河，每颗星辰都是一本会呼吸的书。他好奇地触碰一本青铜古籍，书页瞬间化作流光，在他眼前展开杰克初到西部时单枪匹马剿灭黑帮的热血场景，连子弹擦过鬓角的火星都栩栩如生。喜欢吗？专属你的移动图书馆。杰克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双界圣枪在指尖转出银亮的光圈。陆雪琪转身时发现的钻石流苏跟着轻晃，他又好气又好笑地戳了戳他的胸口，
堂堂创世神，怎么像个 mischievous 的孩子？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嘛。杰克挑眉正要贫嘴，脑海中突然响起久违的机械音：今日份稿是建议让暗影铁蹄和水麒麟赛跑。他的眼睛瞬间亮得像装了探照灯，一把拽住陆雪琪的手腕就跑，身后还拖着一串没说完的走。青云山演武场上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暗影铁蹄周身缠绕着黑色闪电，焦躁地刨着地面，马蹄下的石板寸寸皲裂。水麒麟不甘示弱，浑身鳞片金光暴涨，喷出的水雾在空中凝成彩虹。杰克站在临时搭起的裁判台上，挥舞着两届旗帜大喊：预备，跑！刹那间，黑马与神兽化作两道流光窜了出去。西部牛仔们挥舞着帽子压住，卖暗影铁蹄，他的涡轮增压翅膀还没展开呢。青云弟子们则摇晃着写满符咒的助威牌，水麒麟喷火，烧他轮胎。陆雪琪倚着玉净瓶站在树荫下，看着杰克上蹿下跳当裁判的滑稽模样，唇角忍不住上扬。阳光穿过他的发丝，在眼底晕开温柔的涟漪，真是拿你没办法。而全情投入的杰克根本没注意到他的眼神，扯着嗓子喊道：水麒麟别作弊，不许用腾云术，暗影铁蹄加速，用你的氮气喷射。这场跨次元赛跑的盛况很快就成了两届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谈资，连碧瑶都偷偷混在人群里，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西部小镇的黄昏像被打翻的蜂蜜罐，暖融融的晨光流淌在每一块斑驳的石板路上。酒馆外的仙人掌挂着落日余晖，杰克叼着一根刚从路边扯来的狗尾巴草，双手插兜，慢悠悠地晃进了新开的伤心酒馆。木门吱呀一声推开，浓郁的酒香裹挟着淡雅的花香扑面而来，瞬间将它笼罩。吧台上的煤油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晕，在墙壁上映出晃动的影子。吧台后，碧瑶身着一袭水绿色的露肩连衣裙，裙摆上绣着精致的藤蔓花纹，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摆动。她正专注地用伤心花搅拌着一杯泛着蓝光的鸡尾酒，那朵神奇的花在她指尖轻轻摇曳，花瓣落入酒液中缓缓舒展，宛如她眼底那若隐若现的温柔，神秘又迷人。稀客啊，创世神大人。碧瑶头也不抬，红唇轻启，声音里带着一丝调侃。话音刚落，他指尖轻点，那杯调好的鸡尾酒便如听话的精灵，稳稳地飘到杰克面前，长长忘忧醉，伤心花特调。杰克挑眉，伸手接过酒杯，杯壁传来丝丝凉意。他轻抿一口，琥珀色的液体入口辛辣，灼烧着喉咙，可转眼便在喉间化作丝丝甘甜，混着花香直抵心头，让他忍不住咂巴嘴。没想到你调酒比搞事还在行。碧瑶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浅笑，眼神中闪过一丝得意。那是自然，别小瞧了这小小的酒杯，里面藏着的可都是故事。说着，他又开始摆弄起桌上的酒瓶，动作娴熟又优雅。这样惬意的场景渐渐成了常态。有时候，杰克会带着张小凡一起来蹭酒。张小凡一进酒馆，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碧瑶手中的伤心花，看着她用花变出各种奇妙的造型，时而变成展翅欲飞的蝴蝶，时而化作绽放的玫瑰，惊叹声就没停过。还有些时候，陆雪琪也会陪着杰克前来，两个姑娘隔着吧台聊起天来没完没了。从青云山的奇花异草到西部小镇的风土人情，碧瑶说起自己的调酒创意时，眼睛亮得像藏了星星，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每一款酒背后的灵感来源。陆雪琪则托着腮，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提出些有趣的想法。这天深夜，酒馆里的客人渐渐散去，只剩下杰克和碧瑶两人。昏暗的烛火在风的吹拂下摇曳不定，投在墙壁上的影子也跟着晃来晃去。碧瑶突然放下手中的酒瓶，踩着木梯轻盈地爬上吧台。她微微眯起眼睛，随着角落里吉他手随意拨弄的旋律，裙摆飞扬，跳起了一支奇异的舞蹈。她的动作轻盈而灵动，宛如花间的精灵。伤心花仿佛受到了召唤，在她周身竞相绽放，粉色的花瓣打着旋儿，纷纷扬扬地落在杰克的酒杯里，也落在他的肩头。系统提示：碧瑶好感度已达100%，解锁隐藏结局救赎之舞。久违的系统音在杰克脑海中炸响，惊得他手中的酒杯微微一颤。他目光紧紧地追随着碧瑶旋转的身影，恍惚间，那个曾经满心仇恨、眼神冰冷的少女与眼前这个明媚动人的碧瑶重叠又分离。舞曲骤停，碧瑶气喘吁吁地倚着酒瓶，脸颊因舞蹈染上了一抹红晕，发丝有些凌乱地散落在肩头。她低头看着杯中晃动的倒影，轻声说道：以前总觉得活着就是为了报仇。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释然，现在明白，仇恨不如美酒和自由。杰克闻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举起酒杯，朝着碧瑶晃了晃，这才对嘛，小姑娘，来，敬重新活一回。清脆的碰杯声在寂静的酒馆中响起，与此同时，
酒馆外的夜风轻轻吹过，伤心酒馆的招牌在风中摇晃，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仿佛也在为这全新的开始而欢呼。两界的故事就此又翻开了温暖的新一页。创世神殿的育婴房宛如童话中的秘境，穹顶镶嵌着会流转的星辰宝石，水晶吊灯将柔和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奶香与魔法气息。杰克膝盖上沾满彩色粉笔灰，正趴在啪啪垫前，把双界圣枪变成的玩具拨浪鼓摇得哗哗作响。他瞪大眼睛，做出夸张的表情：“来，宝贝儿子，看爸爸，咱们可是双界最酷的爷俩。”襁褓中的男婴粉雕玉琢，肉乎乎的小手突然挥舞，一把抓住旁边刻着西部太阳图腾的左轮玩具，小嘴还吧唧吧唧地啃着枪管，口水顺着玩具滴落。陆雪琪身着淡青色的宽松长裙，坐在摇椅上轻轻摇晃，怀中的女儿有着和她一样的柳叶眉，玉净瓶里插着的柳枝随着她的动作时不时扫过婴儿的小脸。女婴咯咯笑着，露出没长齐的乳牙，伸手抱住缩小版的玉净瓶。神奇的是，瓶中溅出的净水在空中凝成亮晶晶的小星星，随着她的笑声上下跳跃。突然，一道蓝光闪过，由系统残留数据变成的小精灵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透明的身体上还顶着未消散的进度条，模样俏皮可爱。小祖宗们该玩捉迷藏了，再不起来我可要挠痒痒了。这天午后，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在地上投出两界地图的影子，山川河流的图案随着光影微微晃动。男婴趴在垫子上，嘴里含着奶嘴，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床头晃动的奶瓶。突然，他皱着小鼻子，小手用力一扬，一道奶白色的剑气嗖地射出去，砰的一声，奶瓶瞬间炸成碎片，玻璃碴四处飞溅。刚端着新泡奶粉进来的陆雪琪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瞪大了眼睛，手中的奶瓶差点掉落。这是婴儿版瞬发剑诀，我的小祖宗，你这威力也太大了。与此同时，女儿被隔壁传来的小猫叫声吸引，粉嫩的小脸上满是好奇。她晃着玉净瓶，奶声奶气地哼起清心咒，声音软糯又可爱。神奇的是，原本炸毛弓着被发出嘶嘶声的小猫瞬间安静下来，蓝汪汪的眼睛盯着女婴，摇着尾巴蹭进育婴房，乖乖地卧在她脚边，还时不时用脑袋蹭蹭她的小手。杰克闻声赶来，看到满地狼藉和乖巧的女儿，既骄傲又无奈的扶额，不愧是我孩子，一个比一个能折腾，以后出去闯荡怕是没人敢惹。小精灵在空中翻了个跟头，进度条啪的变成彩带，欢快的在房间里飞舞。恭喜触发隐藏成就跨世盟主，奖励亲子限定皮肤牛仔小剑客套装，玉清小仙子裙。话音刚落，龙凤胎身上的小衣服瞬间变化，男婴穿上绣着符文的迷你牛仔装，腰间还别着缩小版的左轮玩具，女婴则换上缀满云纹的道袍，发间多了个小巧的玉簪。陆雪琪被逗得笑出了眼泪，伸手轻轻捏了捏女儿的小脸。杰克则掏出双界圣枪变成的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嘴里还念叨着，等你们长大了，这些照片够吹一辈子，说不定还能靠他们找到好姻缘呢。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西部小镇的晨雾，本该是寻常的狩猎时刻，却惊起漫天泛着青光的剑气。老猎人吉姆揉了揉浑浊的眼睛，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攥着还在发烫的猎枪。刚才他不过顺口念了句从青云山弟子那儿听来的剑诀，子弹竟像被无形的手牵引着，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线，精准击中了100米外蹦跳的野兔，还在地上烧出个符文形状的焦痕。见鬼，这比威士忌还上头！吉姆扯着沙哑的嗓子大喊，布满胡茬的脸涨得通红。酒馆里几个宿醉的醉汉原本歪歪斜斜地靠在桌子上，闻言瞬间清醒，打翻凳子冲了过来。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大汉直接扑到吉姆身上，粗粝的大手死死抓住他手里写着剑诀的纸条，快给俺瞧瞧，这玩意儿能让子弹拐弯。消息像草原野火般蔓延，不出3天，西部大街小巷都回荡着稀奇古怪的咒语声。街角的铁匠铺里，年轻铁匠汤姆一边给左轮枪淬火，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进来，结果枪口突然喷出一道火星，整把枪嗖地飞出去，卡在了街对面的仙人掌上，扎的那株可怜的仙人掌哗哗掉刺。而广场边的长椅上，老赌徒约翰颤颤巍巍地尝试清心咒压惊，想让自己在牌局上保持清醒，没想到咒语刚念完，他就两眼一翻，抱着酒瓶在路边打起了震天响的呼噜，嘴角还流着哈喇子，引得路过的小孩们嬉笑不止。最轰动的当属教堂改造那天，白发苍苍的老牧师叼着快烧到尽头的雪茄，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挥舞着布满老茧的手，指挥一群牛仔把十字架换成了双枪图腾。从今天起，这儿就是枪仙学院。他啪的一声把一本边角卷起的青云剑诀入门拍在讲台上，书页间还夹着泛黄的通缉令当书签，
念咒能让子弹拐弯，比祷告灵验多了。阿门。不对，现在该说枪仙保佑。此时，杰克正坐在创世神殿的花园里逗弄龙凤胎，儿子举着玩具左轮砰砰射击，女儿则晃着迷你玉净瓶施法，把洒出的水珠变成了会发光的蝴蝶。突然，小精灵风风火火地冲进来，头顶的进度条疯狂闪烁。老大，西部出大事了！杰克一听，嘴里的果汁差点喷出来，抱起孩子就往传送门跑。等他赶到小镇，眼前的景象让他笑到直拍大腿。老警长拄着玉剑拐杖慢悠悠地巡逻，拐杖头还缠着西部特有的套索，每走一步都带起一阵青光。酒馆里烟雾缭绕，赌徒们不再盯着骰子，而是眯着眼，煞有介事地用望气术猜牌。一个红头发的女赌徒输红了眼，猛地甩出个定身咒，把得意洋洋的赢家定在原地，自己则大摇大摆地收走了桌上的金币。瞧瞧这阵仗！杰克搂着笑弯了腰的陆雪琪，眼泪都快笑出来了。这波啊，是文化输出，以后咱们两届怕是分不清谁是牛仔谁是修士了。陆雪琪用手帕捂着嘴，玉净瓶里的柳枝随着她的笑声轻轻摇晃，仿佛也在为这场奇妙的文化碰撞喝彩。夕阳西下，枪仙学院的招牌在余晖中熠熠生辉，上面修仙练枪，一枪入道的标语成了西部最时髦的口号。街边的孩子们举着木枪，有模有样地念着剑诀，清脆的童声在小镇上空回荡，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到来。青云山的炼气阁在暮色中宛如一座钢铁堡垒，往日萦绕着仙气的山谷，此刻被此起彼伏的叮当敲打声填满，空气中飘着钢铁烧红的刺鼻焦味。曾叔叔趴在堆满齿轮图纸和黄铜零件的长桌上，头发乱糟糟地沾着机油，活像个炸毛的公鸡。他咬着铅笔头，盯着图纸上复杂的机械构造图，嘴里念念有词，要是把西部的蒸汽机塞进御剑术里，说不定能让法宝来个大变样。突然，他眼睛瞪得溜圆，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一把抓起旁边的斩龙剑。这把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宝剑，此刻在他手里却成了试验品。他小心翼翼地往剑柄上猛按一个黄铜旋钮，紧张的额头直冒冷汗。轰隆一声巨响，斩龙剑尾部瞬间喷出蓝色火焰，强大的后坐力让曾叔叔一个踉跄，宝剑如离弦之箭，嗖地窜上半空，在云层里横冲直撞，画出歪歪扭扭的螺旋形轨迹。正在后山练功的弟子们全看傻了眼，宋大人端着的药碗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药之溅了一裤腿，他却浑然不觉，张大嘴巴惊呼：这剑咋还会拐弯放烟花？莫不是成精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很快传到了田不易耳朵里。这位平日里板着脸的大珠峰首座，正坐在摇椅上慢悠悠地喝茶，听到这事，摸着胡子，嘴角渐渐咧开，露出一口黄牙，有点意思，把我的灵牛牵来，我倒要看看能不能给他也改改。3天后的清晨，青云山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弟子们伸长脖子，踮着脚，都想看看田不易的新坐骑。只见田不易慢悠悠地骑着一头浑身冒着蒸汽的灵牛走来，那场面仿佛是从蒸汽世界穿越而来。牛角上缠着密密麻麻的铜制管道，呜呜的汽笛声震得人耳膜发疼，比牛叫还响亮。灵牛走着走着，突然尾巴一甩，噼里啪啦喷出一堆带着火花的齿轮，吓得旁边的弟子们抱头鼠窜。田不易得意地拍了拍牛背，以后巡山就靠他了，看哪个小贼还敢在我大珠峰撒野。话音刚落，灵牛像是听懂了似的，立刻喷出白雾，在地上画出大珠峰威武的字样，引得众人一阵哄笑和鼓掌。要说最出风头的还得是林金羽，也不知他从哪捣鼓出一把雷耀机械剑，剑身刻满神秘的西部符文，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剑柄上还装着亮晶晶的水晶瞄准镜。这天傍晚，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火红，正是饭点时分，林金羽故意挑这个时候御剑，机械剑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尾部喷射的火焰比晚霞还要红，把他的脸都映得通红。他在空中耍了个帅气的剑花，还故意压低高度，从厨房上方掠过，带起一阵热风。林金羽，田莲叉着腰，气呼呼地从灶台后冲出来，手里的锅铲还滴着油，头发被热气蒸得乱糟糟的，好好的剑仙不做，整得跟铁匠铺跑堂的似的，成何体统？林金羽却潇洒地摘下护目镜，冲他挑眉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师妹，这叫时尚，下次带你做飞剑兜风，比做花轿刺激多了，保证让你尖叫连连。围观的弟子们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笑出了眼泪，有的笑得直不起腰。树上的仙鹤也被惊得扑棱着翅膀乱飞，嘴里还叼着没吃完的机械零件，那滑稽的模样更是让众人笑个不停。创世神殿的后花园宛如童话中的秘境，藤蔓编织的花架上垂落着发光的星芒花，每一片花瓣都在轻轻摇曳，洒下细碎的荧光。杰克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牛仔帽，
慵懒地躺在摇椅上打盹，双戒圣枪随意地搁在一旁，枪身流转的七彩光晕与周围的光芒交相辉映。阳光透过花架的缝隙，在他脸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随着微风轻轻晃动。草坪上，龙凤胎正玩得不亦乐乎，儿子挥舞着迷你左轮玩具，模仿着父亲帅气的拔枪动作，嘴里还发出砰砰的拟声词。女儿则抱着缩小版的玉净瓶，学着母亲的样子轻轻晃动，溅起的水珠在空中变成闪烁的小星星。由系统残留数据变成的小精灵忽大忽小，调皮的在孩子们头顶飞来飞去，引得他们咯咯直笑，清脆的笑声像银铃般在花园里回荡。突然，小精灵头顶的进度条疯狂闪烁，原本欢快的模样瞬间变得紧张起来，透明的身体因为慌乱而忽明忽暗，还发出刺耳的警报声。他一个急刹车，差点撞上正在翻跟头的男婴，声音里满是焦虑。检测到宇宙漏洞，需宿主修复。他顿了顿，双手快速比划着，坐标已锁定，是未知的多元宇宙区域。那地方看起来超危险的，到处都是奇怪的魔法波动。杰克猛地坐直身子，牛仔帽都歪到了后脑勺，眼中却闪过兴奋的光芒。他眯起眼睛，摩挲着下巴，嘴角勾起一抹熟悉的坏笑，终于来活了，这日子可算不无聊了。说着，他转头冲正在教女儿舞剑的陆雪琪喊道，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小师姐，收拾行李，带你去星际搞事，说不定能遇到更刺激的冒险。陆雪琪手中的玉净瓶轻轻一晃，柳枝上的露珠溅起一道绚丽的彩虹。她挑眉走过来，白衣随风飘动，发间的钻石流苏跟着轻颤，美得不可方物。她的声音平静，眼中却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这次要征服多少个世界？可别让我失望啊！显然，新的冒险也勾起了他骨子里的热血。先从隔壁的魔幻大陆开始，听说那儿有会喷火的巨龙，还有能操控元素的魔法师。杰克翻身而起，一把抓起双戒圣枪，在指尖转出漂亮的枪花，金属碰撞声清脆悦耳。这声音惊醒了趴在角落打盹的暗影铁蹄，机械马不满地喷着鼻息，红色的眼睛闪烁着微光，蹄子在地上刨出火星，似乎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冒险蓄势待发。开启多元宇宙传送！小精灵大喊一声，双手在空中快速滑动，一道道数据流从他身体里迸发而出，在空中交织成复杂的图案。一道漩涡状的紫色传送门在众人面前缓缓展开，传送门中光影变幻，隐约能看到高耸入云的魔法塔，塔顶闪烁着神秘的符文，骑着巨龙的骑士在空中穿梭。巨龙喷出的火焰照亮了半边天空，神秘而危险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心生向往。杰克伸手搂住陆雪琪的腰，低头在她耳边轻声说，抓紧了，这次的旅途估计比咱们第一次见面还刺激，说不定会遇到能把咱俩都难住的对手呢。陆雪琪脸颊微红，却也反手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抱紧玉净瓶，眼神坚定而温柔，有你在，再危险我也不怕，大不了就像以前一样，咱们一起闯过去。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三人一马踏入传送门，身影渐渐消失在紫色的光晕中，只留下空荡荡的后花园。龙凤胎还在懵懂地望着传送门的方向，眼中满是疑惑和不舍。而小精灵临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仿佛还在空气中回荡，新的传奇现在开始，至于他们在魔幻大陆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又将书写怎样的故事，一切都藏在了那扇神秘的传送门之后，等待着读者去想象，去编织专属于他们的冒险篇章。紫色传送门如同一朵诡谲的巨莲在半空绽放，光芒尚未完全消散，杰克就感觉鼻腔被一股灼热的硫磺味猛地塞满，滚烫的气浪裹着火星扑面而来，烫得他下意识抬手遮挡。眯起眼睛的瞬间，瞳孔里映出令他心脏狂跳的景象，一只足有3层楼高的喷火龙正盘旋在头顶，鳞片红的如同被投入岩浆反复淬炼的生铁，每一次张合的巨口都吞吐着猩红的火焰，将下方的魔法森林烧得噼啪作响。参天古树在烈焰中扭曲成焦黑的骨架，升腾的浓烟遮蔽了半边天空。远处山坡上，6、7个身着锁子甲的龙骑士骑着体型仅为火龙1/3的飞龙，正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冲锋。他们手中的长矛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可在火龙庞大的身躯映衬下，这些装备精良的骑士竟如同试图挑战大象的蝼蚁。为首的银发骑士将盾牌护在胸前，声线因恐惧而发颤，快用龙息结界。然而他的坐骑却因过度恐惧，翅膀剧烈颤抖着，险些失去平衡。小师姐，杰克了！杰克扯着嗓子大喊，牛仔帽被气浪掀飞，也浑然不觉。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神魔左轮，金属枪身触碰到手掌的刹那，七彩光芒轰然暴涨，与火龙的赤红形成鲜明对比，宛如一道撕裂黑暗的彩虹。陆雪琪衣袂翻飞，
如同一朵飘落的白云，玉净瓶柳枝清辉，冰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空气中凝结，眨眼间化作一面晶莹剔透的冰墙。火龙喷出的火球撞在冰墙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冰屑如暴雨般洒落，却也成功为杰克争取到宝贵的3秒。让你尝尝双界科技的厉害。杰克丹西重重跪在滚烫的土地上，左手稳稳托住枪身，右眼透过特制的瞄准镜锁定火龙。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瞬间，小精灵嗖地从他后颈窜出，透明的身体数据流疯狂闪烁，几乎要化作一团紊乱的蓝光，检测到弱点。这里的龙菊花防御值只有5，比西部响尾蛇的肚皮还脆弱。杰克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枪管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线，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枪响，一道裹挟着星辰光辉的彩虹色子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如同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直直钉入火龙的尾部。火龙的惨叫穿透云霄，整个大的都随之震颤。它庞大的身躯在空中疯狂扭动，如同被吊上岸的巨型鲶鱼，布满尖刺的尾巴横扫而过，价值连城的魔法塔在瞬间崩塌，砖石与魔法符文碎片漫天飞舞。几个倒霉的龙骑士被余波掀飞，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坠落，铠甲与地面撞击的声响此起彼伏。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条刚刚还不可一世的火龙竟缓缓降落在杰克面前，庞大的身躯蜷缩成一团，尾巴小心翼翼地护住受伤部位，时不时发出委屈的呜咽，活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小猫。这是什么禁咒魔法？一个年轻的龙骑士呆若木鸡地摘下头盔，金色卷发被冷汗浸湿，贴在苍白的额头上。他胯下的小飞龙浑身鳞片炸起，颤抖着躲在主人身后，连发出嘶鸣的勇气都消失殆尽。周围的骑士们纷纷下马，手中的武器当啷掉落在地，他们难以置信地盯着杰克，眼神中充满了敬畏与困惑。杰克悠然自得地吹了吹枪口的青烟，动作潇洒地翻身跨上火龙背部。他的手掌刚触碰到火龙滚烫的鳞片，这头庞然大物竟温顺地晃了晃脑袋，还讨好地蹭了蹭他的大腿。宝贝，这次坐骑升级了。杰克冲远处的陆雪琪得意地招手，双界圣枪在他指尖转出炫目的光圈，快上来，带你体验下火龙观光套餐。陆雪琪无奈地摇了摇头，裙摆飞扬间御剑飞来，玉净瓶轻轻点在杰克的肩膀上，下次再这么胡闹，我就用清心咒把你定成木桩。可他眉眼间藏不住的笑意早已将内心的雀跃暴露无遗。远处山坡上，龙骑士们依旧保持着震惊的姿势，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他们望着杰克驾驭火龙腾空而起的身影，怎么也想不通，这条让整个王国闻风丧胆的火龙为何会对一个手持奇怪铁管的异乡人俯首贴耳。这场震撼的收服场景注定会成为这片魔幻大陆上最传奇的故事，在酒馆的酒杯间，吟游诗人的琴弦上被无数人传颂。火龙背上的罡风还在耳边呼啸，杰克突然感觉后颈汗毛倒竖，下一秒周身的空间像被无形大手揉皱的锡纸，扭曲成漩涡状的诡异形态。璀璨的魔法大陆在眼前急速缩小，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星空。冰冷的星光照在他发烫的脸颊上，映得火龙鳞片上的血迹都泛着诡异的蓝。警告！检测到高能反应。小精灵突然从杰克衣领窜出，身体数据流剧烈波动，头顶进度条疯狂闪烁成刺目的红色。远处，一艘造型科幻的银色飞船正划破黑暗疾驰而来，船身流转的霓虹光带勾勒出复杂的几何图案，船头的激光炮台缓缓转动，能量聚集处泛起危险的幽蓝光晕，如同巨兽张开的獠牙。陆雪琪的白衣在失重环境下无风自动，他猛地拽住杰克的腰带，玉净瓶柳枝在虚空中划出冰蓝色符咒，小心！话音未落，3道碗口粗的激光束擦着火龙左翼掠过，焦黑的鳞片如枯叶般簌簌飘落。火龙发出震天怒吼，庞大的身躯不受控的翻滚，杰克单手死死扣住龙鳞凸起处，腰间的双界圣枪却稳稳指向来敌，金属枪管在激光照射下折射出七彩流光。在我的领域里，所有攻击都是烟花。杰克瞳孔骤缩，额头青筋暴起。随着一声暴喝，金色光照以他为中心轰然展开，光照边缘的符文如同活物般游动，与激光束碰撞的刹那，迸发出比超新星爆发更耀眼的光芒。幽蓝激光竟在半空分解重组，化作漫天玫瑰色的光雨，每片花瓣都带着细碎的星芒，将漆黑的宇宙装点成梦幻的庆典现场。银色飞船的舱门如同机械花瓣般缓缓展开，身着流线型战甲的舰长悬浮而出，胸前的能量核心还在因为震惊而剧烈闪烁。他淡蓝色的皮肤泛起诡异的苍白，两根触角不受控的扭曲成麻花状。这是超越 S 级文明的力量。随着咔嗒一声，他的膝盖重重磕在虚拟地板上，身后的外星船员们纷纷效仿，
头盔撞击声在寂静的宇宙中格外清晰。就在这时，飞船突然剧烈震颤，警报声如同尖锐的利爪撕裂空气。透明舷窗内，主控台上的全息屏幕大片变红，引擎舱位置炸开刺目的电火花，滚滚黑烟裹挟着零件碎片喷涌而出。陆雪琪玉指轻弹，玉镜瓶瓶口泛起柔和的白光，青云密数，天衣无缝。无数道丝线般的光芒自瓶口倾泻而出，在空中编织成闪耀的光网。断裂的金属管道在白光触及的瞬间自动融合，迸溅的火星化作点点萤火，熄灭的能量核心重新绽放出翡翠色的辉光。OMFG， 这是传说中的造物神迹。一名橙色皮肤的外星技术员扯掉防护面罩，眼球几乎要从眼眶里弹出，触角疯狂闪烁的频率堪比信号灯。另一个圆滚滚的球状外星人激动的原地翻滚，结果撞上舱壁反弹回来，撞得舱内漂浮的工具叮当作响。杰克双手叉腰，牛仔帽不知何时又稳稳戴回头上，嘴角扬起嚣张的弧度，都学着点。这就是我老婆的实力。他突然转身朝陆雪琪伸出戴满戒指的手，宝贝，要不要来个宇宙级的浪漫兜风？陆雪琪脸颊飞上2朵红晕，却还是将手轻轻搭了上去。一旁的火龙不耐烦地喷了个响鼻，鼻孔喷出的火星在真空中划出绚丽的弧线，仿佛在催促这对腻歪的恋人要秀恩爱回家秀。本龙还等着征服新星系呢。宇宙中绚丽的烟花还未散尽，杰克突然感觉周身一阵天旋地转，火龙的怒吼声也渐渐模糊。时空仿佛被揉成了一团乱麻，各色光芒在眼前疯狂闪烁，耳边充斥着尖锐的呼啸声，像是有成千上万个精灵在同时尖叫。当他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五彩斑斓的森林中，连呼吸都变得甜丝丝的。这里的树木像是被哪个调皮的画家打翻了颜料桶，粉色、蓝色和黄色的树干高耸入云，树冠上还挂着会发光的叶子，一明一暗地闪烁着，仿佛在眨眼睛。蘑菇大得像圆桌，顶着奶油状的伞盖，上面还点缀着彩色的糖粒，有些蘑菇甚至还长着笑脸。藤蔓上挂满了棒棒糖，随风轻轻摇晃，时不时有糖果掉落在地上，溅起一小片彩色的糖粉。这是到哪儿了？杰克刚嘀咕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小孩断断续续的哭喊声，还夹杂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咆哮。他和陆雪琪对视一眼，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担忧。陆雪琪握紧了手中的玉镜瓶，柳枝微微颤动，仿佛在积蓄力量。杰克则拍了拍火龙的脖子，火龙心领神会，展开翅膀，朝着声音的方向迅速飞去。拨开挂满棒棒糖的藤蔓，眼前的场景让他们皱起了眉头。一只足有2人高的大灰狼，披着破旧的外婆灰斗篷，正把几个瑟瑟发抖的小孩往嘴里塞。它毛茸茸的爪子上沾着黏糊糊的红色液体，不知道是真的果酱还是血迹，腥臭的口水顺着獠牙滴落，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被抓住的孩子们哭得满脸泪痕，其中一个小男孩的鞋子都跑掉了，光着的小脚丫上沾满了泥土。放开孩子们！陆雪琪的声音冰冷如霜，玉镜瓶一挥，柳枝瞬间化作坚韧的绳索，缠住大灰狼的爪子。大灰狼恼怒地咆哮一声，用力挣扎，斗篷被扯下，露出尖锐的獠牙和发绿的眼睛，那眼神里充满了凶狠和贪婪。你们这些外来者，少管闲事！在这个童话世界，弱肉强食就是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能活下去。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震得周围的树叶都沙沙作响。杰克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将神魔左轮对准大灰狼，枪柄上的符文闪烁着奇异的光芒。规矩？那今天我就改这规矩。在我的字典里，欺负小孩可不行。他默念咒语，枪口喷出的不再是子弹，而是一颗颗裹着金箔的巧克力炮弹，每颗炮弹上都印着可爱的卡通图案。尝尝这个，这可是2届特供的美味。随着砰砰几声枪响，巧克力炮弹拖着金色的尾焰，精准地射进大灰狼的嘴巴。大灰狼愣住了，他下意识地咀嚼了几下，眼睛突然瞪得溜圆，原本凶狠的眼神瞬间被惊喜取代。丝滑的口感，浓郁的可可香，还有里面藏着的坚果碎，在他嘴里炸开，让他完全停不下来。他忍不住发出呜呜的享受声，连被束缚的爪子都忘记挣扎了。可还没等他享受完，更多的巧克力炮弹像雨点一样砸进嘴里。不一会儿，他的腮帮子就被塞得鼓鼓囊囊，活像个大皮球，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呜声，眼泪汪汪地举起爪子表示投降，庞大的身躯也缓缓跪了下来。杰克叔叔，你比猎人还厉害！戴着红帽子的小女孩举着玩具枪冲了过来，眼睛里满是崇拜，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她的围裙上沾着蛋糕屑，发梢还别着糖果发卡，因为跑得太快，胸口剧烈的起伏着。你能教我打巧克力子弹吗？
我也要保护其他小朋友。他仰着小脸，满是期待地问道。陆雪琪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眼神变得无比温柔。他轻轻从玉净瓶里取出一叠天音寺的平安符，这些平安符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金光，上面还绣着精致的莲花图案。孩子们，把这个带上，以后就没人能欺负你们了。他蹲下身子，一个一个地给孩子们系上平安符，动作轻柔的像是在触碰最珍贵的宝物。他白衣飘飘，眉眼含笑，宛如童话里的圣母玛利亚。孩子们不自觉地围在他身边，脸上洋溢着安心的笑容。杰克摸着小红帽的头，朝陆雪琪挤了挤眼，调侃道：小师姐，你这波操作直接成孩子们的守护神了，以后说不定会有好多童话专门写你呢。陆雪琪白了他一眼，脸颊微微泛红，却也忍不住笑了。而一旁被巧克力撑得动弹不得的大灰狼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着他们，尾巴有气无力地扫着满地的糖果包装纸，时不时发出几声哀怨的呜咽，仿佛在为自己贪吃的行为后悔。童话世界的糖果香气还萦绕在鼻尖，杰克正舔着手指上残留的巧克力碎屑，突然感觉脚下的地面像果冻般扭曲起来。又来！他话音未落，脚下的空间如镜面般轰然碎裂，刺眼的白光裹挟着灼热气浪扑面而来，仿佛要将人整个吞噬。火龙发出惊恐的怒吼，翅膀疯狂拍打，却无法抵挡这股神秘力量。等光芒消散，众人睁眼时，火龙不安地嘶吼着，前蹄在焦黑如炭的土地上刨出火星，溅起的碎石上还泛着诡异的紫色荧光，眼前早已是另一番末日景象。灰蒙蒙的天空被厚重的毒雾笼罩，时不时划过几道暗紫色的闪电，照亮那些扭曲变形的金属残骸。枯萎的变异植物如同怪物的触手，张牙舞爪地缠绕在断壁残垣上，叶片渗出黑色的粘液。远处高耸的烟囱如同狰狞的巨兽，正吞吐着诡异的绿色烟雾，随风飘散时，在地面腐蚀出一个个冒着气泡的深坑。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还混杂着腐烂生物的恶臭，熏得人直犯恶心。小心！陆雪琪突然拽住杰克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他的肉里。顺着他颤抖的手指望去，100米外的断墙后，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女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她破旧的连衣裙上沾满了泥土和暗红的血迹，赤脚踩在尖锐的碎石上，却浑然不觉。身后7、8个长相怪异的变种人紧追不舍，他们皮肤泛着青紫，如同被水泡烂的腐肉，有的额头上突兀地长着3只眼睛，每只眼睛都散发着幽绿的光芒，有的手臂上布满尖锐的骨刺，随着奔跑发出咔咔的摩擦声。他们挥舞着生锈的铁爪，嘴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口水顺着嘴角滴落，在地上腐蚀出小小的坑洞。杰克二话不说，神魔左轮瞬间出鞘，金属枪身在诡异的光线下流转着七彩符文。长长双界火力！他瞳孔骤缩，手腕翻转间，子弹如流星般划破空气，所过之处留下一道道蓝色的轨迹。第一颗子弹精准命中变种人的眉心，巨大的冲击力让变种人脑袋如同西瓜般炸开。紧接着，第2颗子弹穿透另一个变种人的喉咙，鲜血喷涌而出，在空中凝成血雾。第3颗子弹击中变种人的膝盖，骨刺应声而断，变种人扑倒在地，被同伴踩踏成肉泥。被击中的变种人身上炸开蓝色电光，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惨叫着倒飞出去，烧焦的皮肤散发出令人作呕的焦糊味，与空气中的恶臭混杂在一起。少女躲在杰克身后，剧烈地颤抖着，脏兮兮的脸上满是惊恐，眼神中还残留着劫后余生的恐惧。她破碎的衣袖下，皮肤上布满深浅不一的伤痕，有的伤口还在汩汩流血。当最后一个变种人倒下，她紧绷的神经终于断裂，双腿一软，扑通跪在地上，突然抱住杰克的大腿，哭得鼻涕眼泪呼了一脸。爸爸，救救我！我不想被吃掉。他的指甲深深抠进杰克的裤腿，声音里满是绝望与无助。嗨嗨！杰克尴尬地咳嗽2声，求助似的看向陆雪琪，耳朵尖都红透了。小精灵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在空中转着圈吐槽，身体周围的数据流因为忍俊不禁而剧烈波动。宿主这是要开孤儿院？上回收小红帽，这回又来个女儿，下次是不是该挂个多元宇宙孤儿院的招牌？陆雪琪玉净瓶轻轻一摆，柳枝在少女头顶晃了晃，表面却故作冷淡，嘴角却藏不住那抹笑意。先说好，只能捡一个。家里龙凤胎还不够你带的，再捡人，你自己做饭哄睡觉。就这样，废土少女跟着他们回到临时营地。少女名叫小葵，起初总是怯生生地缩在角落，不敢与人对视。1周后，众人却被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吸引。只见小葵叼着扳手，眉头紧皱，嘴里念念有词地施展废土瞬发剑诀，剑光所到之处，破旧的汽车零件自动拼接重组，
齿轮开始转动，发动机发出突突的启动声。杰克笑得直拍大腿，眼泪都快笑出来了。我们家快成多元宇宙托儿所了，照这么下去，下次是不是该收个外星人当干儿子？说不定还能教咱们星际语。陆雪琪无奈地摇头，可嘴角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玉净瓶里的柳枝轻轻摇晃，洒出的净水落在小葵头上，仿佛在为这个新成员送上祝福，也为这个热闹的大家庭感到开心。废土世界的引擎轰鸣声还在耳边回荡，杰克突然感觉周身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仿佛有无数双手要将他撕碎。时空在他眼前扭曲成漩涡状，耳边充斥着尖锐的呼啸声，像是众神在远古时期的怒吼。等他在睁眼时，灼热的废土气息被清新的神庭之风取代，发现自己站在一座漂浮在云海之上的黄金宫殿前。宫殿的柱子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巨龙，每一片鳞片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龙目镶嵌的红宝石仿佛随时会活过来。屋顶由璀璨的宝石镶嵌而成，阳光洒落其上，折射出万千道神秘的光晕。远处彩虹桥横跨天际，7种色彩交织流转，连接着这个神秘的世界与未知的领域。桥身还隐隐传来若有若无的战歌吟唱声。一位独眼老者身披黑色斗篷，斗篷上绣着的符文随着步伐若隐若现，手持镶嵌着符文的永恒之枪，枪尖还残留着未干涸的神血，缓步走来。他的眼神深邃如幽潭，仿佛能看穿人的灵魂，可那只空着的眼窝却透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仿佛藏着足以毁灭世界的秘密。外来者，我是奥丁，阿斯加德的神王。他的声音低沉而威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远古时代传来的回响，震得周围的空气都微微颤抖，连脚下的云层都开始翻涌。你身上的创世神力不属于这个世界，交出来。话音落下，永恒之枪的符文爆发出刺目的光芒，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杰克挑了挑眉，神魔左轮已经握在手中，枪身流转的光芒与奥丁的永恒之枪交相辉映，甚至压过了对方的气势。他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笑，露出一口大白牙，牛仔帽微微倾斜，尽显西部的狂放。想拿我的东西，先接我3枪再说。话音刚落，他手腕一抖，第一颗子弹拖着金色的尾焰射向奥丁，子弹划破空气时还带出一串西部特有的马蹄铁虚影。奥丁眼神一凛，举起永恒之枪格挡。本以为能轻易弹开子弹，没想到砰的一声，子弹直接穿透了他引以为傲的神器，在他的斗篷上烧出一个焦黑的洞，还冒出阵阵带着硫磺味的青烟。奥丁的独眼猛地瞪大，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震惊，踉跄着后退几步，差点撞倒身后象征着神权的青铜火炬。火炬倾倒，圣火洒落在地，瞬间熄灭。杰克乘胜追击，第2颗、第3颗子弹如流星赶月般呼啸而去。这2颗子弹带着七彩光芒，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线，精准地击中奥丁的脚边。剧烈的爆炸产生的气浪掀翻了奥丁的斗篷，露出他有些狼狈的模样，白发凌乱，独眼布满血丝，华贵的神袍上沾满尘土。他的永恒之枪更是出现了细密的裂痕，仿佛在哭诉着神器的尊严被践踏。奥丁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手持奇怪铁管的男人，缓缓单膝跪地，声音里充满了敬畏。原来真正的神在西部，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他低头时，独眼的眼泪滴落在地，化作一颗颗闪烁的星辰。杰克见状，扶额叹了口气，一脸无奈：老子是牛仔，不是神棍，打不过就喊人神啊！仙的，你们神话里都信这套。陆雪琪在一旁忍俊不禁，玉净瓶轻轻晃动，柳枝上的露珠洒落在地，泛起阵阵微光，像是在嘲笑这位神王的狼狈。而小精灵则在空中翻着跟头，数据流欢快的跳跃。奥丁大佬，这就跪了！早说我们宿主这么厉害，我还怕啥宇宙漏洞？他的声音在神庭回荡，让奥丁的老脸愈发涨红。从北欧神话世界凯旋归来后，杰克常常对着星空发呆。创世神殿的夜晚静谧祥和，可他总觉得心里像缺了一块拼图。这天晚餐时分，龙凤胎在餐桌上玩闹，儿子举着玩具左轮砰砰射击，女儿晃动迷你玉净瓶施法，2个小家伙模仿着父母战斗时的模样，逗得陆雪琪眉眼含笑。杰克却望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脸，突然想起了记忆深处那座被战火吞噬的村庄——草庙村。小师姐，咱回草庙村看看。杰克用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思绪却早已飘远。他想起第一次踏入草庙村时的场景，那时的村庄炊烟袅袅，孩子们在田间嬉笑奔跑，如今却只剩一片荒芜。陆雪琪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夹了块鲜嫩的鱼肉放进他碗里，温柔地点点头：好，也该回去看看了。他的声音轻柔，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一行人穿过传送门的瞬间，一股荒凉萧瑟的气息扑面而来。曾经热闹的草庙村，如今宛如一座被遗忘的坟场，
断壁残垣在风中静默。破碎的瓦片上爬满墨绿色的青苔，像一张张狰狞的鬼脸。烧焦的梁柱歪歪扭扭地矗立着，扭曲的形状如同一个个沉默的受难者。风穿过废墟，发出呜咽般的呼啸，卷起地上的尘土，仿佛在哭诉着当年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爸爸，这里好可怕！女儿怯生生地抱着玉净瓶，躲在陆雪琪身后，小脸吓得煞白。儿子却像个小男子汉般举着玩具左轮，警惕地扫视四周，眼神中透着与年龄不符的坚毅。杰克心疼地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头，正准备仔细查看这片废墟，小精灵突然嗖地从他帽子里窜出来，身体的数据流疯狂闪烁，头顶的进度条变成了刺眼的红色，警报声刺耳地响起。警告！检测到超强能量反应，就在废墟下方。众人顿时紧张起来，纷纷动手清理碎石。杰克挥舞着神魔左轮，将挡路的巨大石块轰成齑粉，陆雪琪则用玉净瓶洒出净水，冻结顽固的残垣，方便清理。当最后一块巨大的石板被移开，一个散发着幽蓝光芒的漩涡出现在眼前。那漩涡缓缓转动，仿佛一只深邃的眼睛凝视着众人。漩涡中心，系统残留数据缓缓凝聚成人形，模样和杰克有几分相似，却浑身萦绕着神秘的符文，每一道符文都闪烁着奇异的光芒。这里是双界诞生的原点。数据分身的声音空洞而悠远，仿佛从无尽的时空深处传来，带着一种沧桑感。时空裂缝的核心一直藏在草庙村的废墟之下，他的话语在寂静的废墟中回荡，让人不寒而栗。杰克皱起眉头，下意识地握紧神魔左轮，警惕地盯着数据分身。所以呢？你想让我做什么？他的眼神锐利，充满戒备。修复它。数据分身伸出手，指向漩涡，掌心泛起柔和的光芒。只有这样，多元宇宙的秩序才能真正稳定。杰克深吸一口气，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他举起神魔左轮，枪身爆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与此同时，体内的创世神力如汹涌的潮水般涌出。金色的光芒与漩涡的幽蓝相互碰撞，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整个空间都开始剧烈震动。陆雪琪见状，立刻挥舞玉净瓶，柳枝洒出的净水化作一道道晶莹剔透的光盾，将家人紧紧护在其中。随着光芒渐渐消散，奇迹在草庙村上演。烧焦的梁柱褪去焦黑，重新变得崭新结实，破碎的瓦片自动拼接，恢复成整齐的屋顶。荒芜的土地上，嫩绿的青草破土而出，花朵竞相开放。就连村口那棵枯死多年的老槐树也重新抽出了新芽，嫩绿的枝叶在风中摇曳。杰克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草庙村，嘴角露出欣慰的笑容。就叫他双界纪念馆吧，让大家都记住这些故事。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没过多久，张小凡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草庙村。他站在焕然一新的村庄前，眼眶泛红，泪水在眼中打转。他紧紧握住杰克的手，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让我当馆长吧，我要把你的故事，把双界的传奇讲给每一个人听。”从那以后，草庙村每天都热闹非凡。张小凡站在老槐树下，绘声绘色地给游客们讲述着枪仙传说，讲到精彩处还会模仿杰克举枪的帅气动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欢笑声回荡在整个村庄。暮春的创世神殿，樱花簌簌飘落，粉白花瓣铺满青石板，宛如给大地披上一层轻柔的纱毯。杰克戴着金丝老花镜，坐在雕花藤椅上，专注地调试着双界圣枪的缩小版模型。他布满老年般的手微微颤抖，却依旧小心翼翼地摆弄着零件，嘴里还时不时念叨着：“这扳机灵敏度得再调调，跟我年轻时那手感还是差了点。”曾经如墨的黑发，如今白如冬雪，可那双眼睛还是透着熟悉的狡黠，偶尔闪过的光芒，仿佛还藏着当年纵横双界的意气风发。陆雪琪身着一袭素色长裙，静静坐在不远处的石凳上。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眼角的细纹却为她增添了几分温婉与从容。手中的玉净瓶早已褪去往日的凌厉锋芒，柳枝随着微风轻轻扫过膝头，洒下点点晶莹的露珠。她白发间别着的钻石流苏随着微风轻晃，折射出细碎的光芒，与飘落的樱花相互映衬，美得如梦如幻。远处的草坪上，龙凤胎正在教导小贝。女儿一袭青衣，身姿婀娜，正耐心地用清心咒安抚着哭闹的小侄女，声音轻柔得如同春日的微风。儿子则一身牛仔劲装，腰间的左轮刻满神秘符文，正手把手教侄子施展瞬发剑诀，一招一式虎虎生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神殿上空，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该把担子交给孩子们了。杰克放下手中的工具，缓缓走到陆雪琪身边，伸手握住她同样布满皱纹的手，粗糙的掌心传递着温暖与力量。记得咱们第一次并肩作战时，你还嫌弃我像个愣头青，
他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眼神中满是追忆。陆雪琪笑着拍开他的手，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无尽的温柔。现在倒好，成了老糊涂。话虽如此，他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杰克身上，眼神中满是爱意与依赖。交接仪式那日，双界各方势力齐聚创世神殿。西部牛仔们骑着威风凛凛的机械马，马蹄踏地，发出铿锵有力的声响。青云门弟子御剑而来，剑光闪烁，在空中画出一道道绚丽的轨迹。北欧神话的众神使者身着华丽的神袍，带着象征敬意的礼物前来观礼。杰克郑重地将双界圣枪交到儿子手中，语重心长地叮嘱：这把枪以后就靠你守护双界了。陆雪琪则将玉净瓶传给女儿，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记住，心怀慈悲，方能护佑众生。转身时，老两口相视一笑，那笑容中饱含着对孩子们的信任与期待，默契十足地走向暗影铁蹄。如今的暗影铁蹄早已进化成周身散发着神秘光芒的神兽，银白色的鬃毛随风飞扬，马蹄踏过之处盛开着两界特有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云游的日子里，杰克和陆雪琪尽情享受着悠闲与自在。他们时而漫步在童话世界的糖果森林，品尝着各种美味的糖果，时而穿梭在废土世界的荒漠，回忆着曾经的冒险。这天夜里，两人躺在神兽背上，仰望浩瀚银河，璀璨的星光洒在他们身上，仿佛给他们披上了一层银纱。突然，小精灵从陆雪琪的发间钻出来，身体数据化作绚丽的彩色光带，兴奋地闪烁着，检测到赛博朋克世界正在举办全息狂欢节，建议去蹦迪，保证刺激到尖叫。陆雪琪眼睛一亮，白发被夜风吹起，瞬间露出年轻时的俏皮模样。老头子，走起！别告诉我你老胳膊老腿不敢去，我会怕。笑话！杰克疼得坐起来，动作虽不如往昔那般敏捷利落，却依旧带着几分干脆。他顺手把那顶陪伴了他多年的牛仔帽扣在头上，眼神锐利如鹰。走，让那些年轻人见识见识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暗影铁蹄仿佛也感受到了主人的兴奋，会意的嘶鸣一声，化作一道流光冲进传送门。赛博朋克世界的全息夜店，霓虹灯光肆意闪烁，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冲击着耳膜，五彩斑斓的激光竖在空气中，交织成各种奇幻的图案，与全息投影交相辉映，营造出一个如梦如幻的虚拟空间。杰克的银发在霓虹灯下流转着奇异的光泽，陆雪琪的白衣与全息投影相互交融，宛如仙子降临。杰克掏出左轮，眼神一凛，对着闪烁的激光灯扣动扳机。刹那间，子弹化作漫天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爷爷奶奶牛逼！年轻人们举着发光饮料，兴奋地欢呼着，脸上洋溢着崇拜与惊叹。有人迅速用全息屏打出枪仙夫妇 YYDS 的字样，在夜空中格外醒目。杰克搂着陆雪琪的腰，带着年轻时的痞气笑道：怎么样？咱们永远18岁。陆雪琪靠在他肩头，嘴角上扬，露出幸福的笑容。他手中的玉净瓶里，柳枝随着音乐轻轻摇晃，洒出点点星光，落在两人肩头，仿佛时光从未流逝。而暗影铁蹄则在角落里安静的打盹，偶尔甩甩尾巴，带起一阵蕴含神力的微风，引得周围的年轻人惊叹连连，纷纷投来好奇与羡慕的目光。暗影铁蹄的鬃毛还沾着赛博朋克世界的霓虹星光，细碎的光粒随着他的步伐轻轻颤动。杰克正伸手拂去陆雪琪肩头飘落的虚拟花瓣，突然感觉周身的空气像是被无形的大手攥紧，变得粘稠如胶，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原本璀璨的星空如同被搅动的墨汁，扭曲成诡异的漩涡，紫色的闪电在漩涡中若隐若现，发出令人牙酸的滋滋声。陆雪琪脸色骤变，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纤细的手指几乎掐进他的肉里。他怀中的玉净瓶柳枝剧烈震颤，泛起刺目的警惕光芒，瓶口甚至开始渗出丝丝缕缕的白雾。小心！他的话音未落，一股刺骨的寒意如潮水般涌来，仿佛要将他们的灵魂都冻结。等两人在睁眼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瞳孔猛地收缩，本该宁静祥和的青云山，此刻竟沦为一片人间炼狱。往日仙气缭绕的山峰，此刻布满了狰狞的焦黑裂痕，像是被巨兽的利爪狠狠撕扯过。断剑残刃如同杂草般插满山坡，每一把剑上都凝结着发黑的血迹。空气中漂浮着血雾凝成的诡异符文，符文扭曲蠕动，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甜气息。山脚下，一群诛仙弟子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为首的竟是张小凡。他的胸口插着一把染血的左轮，曾经明亮的双眼此刻空洞地望着天空，嘴角还挂着一抹未干的血迹，手中的噬魂棒也已断裂成两截。这不可能！杰克的声音沙哑的像是砂纸摩擦，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滴落，他却浑然不觉。哟，这不是正版吗？阴冷的笑声如同毒蛇吐信，从翻涌的云层中传来，伴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另一个杰克脚踏着漆黑的魔剑现身。他的牛仔帽边缘已经破烂不堪，沾满了暗红的鲜血，双瞳泛着诡异的紫光，仿佛两个深不见底的漩涡。他手中的魔枪吞吐着黑色火焰，每一次晃动都有细小的火星溅落，将下方的山石灼烧出一个个焦坑。而他身旁的陆雪琪白衣浸染猩红，宛如刚从血池里捞出。他的玉净瓶里原本翠绿的柳枝变成了扭曲的血藤，藤条上还滴落着粘稠的血珠，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仿佛只是一具披着人皮的冰冷躯壳。你对小师姐做了什么？杰克暴喝一声，举起双界圣枪，枪身的七彩符文如同活物般游动，爆发出耀眼光芒，将周围的黑暗都驱散开来。斜板杰克却放肆大笑，笑声中充满了疯狂与不屑，魔枪狠狠一挥，无数黑色子弹如蝗虫般扑来，子弹所过之处，空间都泛起阵阵扭曲的涟漪。在我的世界，他早就明白，力量才是真理。他的话音未落，黑化陆雪琪玉手轻扬，血玉净瓶瓶口血光大盛，喷出一道腥臭的血柱。血柱所到之处，山石瞬间化作脓水，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滋滋声响，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腐蚀气息。正版陆雪琪白衣翻飞，发丝在狂风中凌乱飞舞。他咬着嘴唇，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玉净瓶奋力洒出万道青灰，与血柱轰然相撞，巨大的冲击力形成气浪，将周围的树木都连根拔起。不可能，你明明最讨厌杀戮。他的声音发颤，眼角泛起泪光，那泪光中既有愤怒，又有深深的痛心。黑化的自己却勾起一抹冷笑，血藤如毒蛇般飞窜而来，藤条上的尖刺闪烁着寒光。天真的家伙，慈悲只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杰克的眼神愈发凶狠，周身气势暴涨，双界圣枪突然爆发出创世神力，金色光芒如潮水般席卷天地，所到之处，黑暗都被净化成点点星光。敢欺负我老婆，先过我这关！他怒吼着，手腕翻转，子弹拖着绚丽的彩虹轨迹，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穿透斜板杰克的防御。斜板杰克踉跄后退，胸口出现一个焦黑的大洞，嘴角溢出黑血，却依旧疯狂大笑，杀了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双剑。四股力量在青云山巅激烈碰撞，金色的圣枪光芒与黑色的魔焰交织，青灰与血雾相互吞噬，整个天空都被染成了诡异的色彩。爆炸声、喊叫声、兵器碰撞声混作一团，震得大地都在颤抖。杰克看着黑化陆雪琪眼中闪过的一丝犹豫，心中燃起希望，他拼尽全力大喊：小师姐，还记得草庙村的樱花吗？还记得我们一起守护的那些人吗？这声呼喊仿佛惊雷，让黑化陆雪琪手中的血玉净瓶微微颤抖，一丝清明闪过他冰冷的眼眸，他的动作也随之迟缓了一瞬。青云山巅，狂风如同一头肆虐的猛兽，裹挟着刺鼻的血腥味呼啸而过，吹得人睁不开眼。黑化陆雪琪的血藤在半空疯狂扭动，宛如一条条张牙舞爪的血色巨蟒，藤条上尖锐的倒刺泛着寒光，只差毫厘就要刺穿正版陆雪琪的咽喉。千钧一发之际，正版陆雪琪突然闭上双眼，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阴影，她的面容平静的仿佛不受周遭威胁影响。手中的玉净瓶柳枝轻颤，像是感受到主人的力量而兴奋，口中一字一顿，清晰的念道：清心普善咒，现。霎时间，柔和的白光从他周身迸发而出，光芒如同春日暖阳，带着驱散一切黑暗的力量。原本疯狂的血藤在光芒的照耀下发出痛苦的嘶吼，声音尖锐刺耳，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哀嚎。它们疯狂地扭动着，蜷缩成一团，表面的血色也在白光中渐渐褪去。黑化陆雪琪的瞳孔剧烈收缩，猩红的眼白中泛起一丝清明，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困惑与挣扎。这感觉好熟悉，她的声音沙哑颤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遥远的记忆深处艰难地挤出来。正版陆雪琪趁机睁开眼，眼中满是温柔与坚定，仿佛藏着一片温暖的海洋。他伸出手，轻轻握住对方染血的手，指尖的温度传递过去。是我，小师姐。还记得我们在通天峰看的第一场雪吗？那时的你，连只兔子都舍不得伤害。他的声音轻柔，带着回忆的甜蜜。话音未落，两行清泪从黑化陆雪琪眼中滑落，顺着脸颊的血迹冲刷出两道清晰的痕迹，宛如两条蜿蜒的小河。不，别听他的。斜板杰克见状，暴跳如雷，魔枪喷射出更浓烈的黑色火焰，火焰如同一条条贪婪的黑龙，朝着两人席卷而来。
所过之处，空气都发出滋滋的灼烧声。可还没等火焰近身，两道身影如闪电般挡在前方，正是被唤醒的黑化陆雪琪和正版陆雪琪。两人相视一笑，眼神中充满了默契。这一笑，仿佛跨越了无数个平行时空的羁绊。他们手中的玉净瓶同时挥舞，清辉与血光在空中奇妙的融合，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光网，将血板杰克困在其中。光网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如同一张由星辰编织而成的大网，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力量。血板杰克被困在光网中，疯狂地撞击着，魔剑与光网碰撞出刺耳的声响，如同金属撕裂的声音。他的紫色瞳孔几乎要喷出火来，脸上青筋暴起，狰狞可怖，放我出去！你们这群蠢货！他的声音充满了愤怒与不甘，在山谷间回荡。正版杰克却缓缓举起双界圣枪，七彩符文在枪身流转，光芒越来越亮，照亮了整个战场，如同白昼降临。他的眼神坚定，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该结束了。随着一声枪响，金色的子弹如同一颗小太阳，划破长空，直直射向血板杰克的胸口。子弹穿透光网的瞬间，黑色火焰发出凄厉的惨叫，声音震耳欲聋。血板杰克的身体剧烈颤抖，魔心处的黑暗力量被一点点净化，他痛苦地跪倒在地，双手抱头，嘶吼声回荡在整个山谷。啊！他的嘶吼中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仿佛要将内心的黑暗全部宣泄出来。当光芒渐渐消散，血板杰克虚弱地瘫坐在地上，眼中的紫色褪去，恢复成正常的颜色，眼神中满是疲惫与懊悔。他看着正版杰克和陆雪琪，声音哽咽：“对不起，我被黑暗吞噬太久，差点忘了善良的感觉。”他伸手抹去眼角的泪水，这一刻，他仿佛重新找回了自己。两对夫妻相视一笑，空气中的紧张气氛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暖而和谐的氛围。正版陆雪琪走上前，递出一条洁白的手帕，微笑着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黑化陆雪琪也点点头，手中的血玉净瓶重新变回了原本纯净的模样。从那以后，两个平行世界架起了传送门，诛仙世界的法宝与血板世界的魔器在集市上交易，吆喝声此起彼伏。张小凡的弟子们和血板世界的少年们称兄道弟，一起在青云山的草地上嬉笑打闹。青云山的炊烟与魔器锻造的火光共同绘出一幅和平而美好的画卷，在时光的长河中徐徐展开。两个平行世界的传送门前热闹非凡，诛仙世界的弟子们身着飘逸的道袍，正围着血板世界的魔纹盾牌，眼神中满是好奇与惊叹，小心翼翼地伸手抚摸，仿佛在触碰一件稀世珍宝。而血板世界的少年们则穿着酷炫的暗黑系服饰，将张小凡团团围住，眼神中透着崇拜与期待，不住地央求他展示御剑术。杰克和陆雪琪并肩坐在青云山的老槐树下，斑驳的树影洒在他们身上，微风轻拂，树叶沙沙作响。看着眼前这幅和谐热闹的景象，两人脸上不约而同地洋溢着欣慰的笑容，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满足。就在这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层层叠叠的黑云如同被无形的力量召唤，迅速汇聚，将明亮的阳光彻底遮蔽。宇宙深处传来一阵诡异的波动，空气仿佛都在震颤，空间泛起阵阵涟漪，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搅动着时空。杰克腰间的双界圣枪突然发出尖锐的鸣响，声音刺耳，枪身的符文疯狂闪烁，光芒忽明忽暗。陆雪琪怀中的玉净瓶柳枝剧烈颤抖，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瓶中的净水也泛起层层涟漪，不断翻涌。警告！警告！小精灵像一颗被弹出的子弹，嗖地从杰克的帽子里窜出来，身体的数据流紊乱地跳动着，如同杂乱无章的闪电，头顶的进度条变成了刺眼的血红色。他在空中不停地盘旋，声音因为焦急而变得尖锐，检测到宇宙深处传来强烈的系统波动。有新宿主在攻略双界副本，试图取代你们成为新的主宰。这可不是开玩笑，对方的能量波动超强。杰克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不羁的笑，伸手摘下牛仔帽，随意地扇着风，帽檐上的灰尘轻轻飘落。他的眼神中透着自信与不屑，仿佛将即将到来的挑战视若无物。来呗，老子的传奇岂是随便能复制的？他们要是能行，我这双界圣枪就白拿了。陆雪琪则缓缓站起身，动作优雅，却带着一股不容小觑的气势。他拔出腰间的剑，剑身寒光闪烁，在昏暗的天色下更显凌厉。他的眼神冰冷而坚定，直视着远方。敢抢我男人，先问我的剑答不答应。说罢，他轻轻甩了甩手腕，剑在手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剑气四溢，周围的树叶都被剑气带动，纷纷飘落。此时，远处的传送门开始扭曲变形，
金属框架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漆黑的漩涡在传送门中缓缓成型，从中隐隐传出阴森的笑声，笑声冰冷刺骨，让人不寒而栗。斜板杰克和黑化陆雪琪匆匆赶来，他们脚步急促，带起阵阵尘土。两人的表情凝重，眉头紧锁，手中的武器也散发出警惕的光芒。斜板杰克握紧魔枪，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眼中却燃起兴奋的火花。看来平静日子过太久了，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黑化陆雪琪则微微颔首，眼神中闪过一丝寒光。杰克看着众人严阵以待的模样，将牛仔帽重新戴回头上，双手抱胸，身姿挺拔。行啊，新对手，新乐子，就让他们见识见识，谁才是双界真正的主人。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在山谷间回荡，充满了无畏的豪情。而陆雪琪则默默走到他身边，与他并肩而立，两人的身影在乌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坚定，宛如两座不可撼动的高山。随着漩涡不断扩大，黑暗如潮水般蔓延，一场新的风暴即将席卷双界。杰克、陆雪琪和他们的伙伴们又将迎来怎样惊心动魄的冒险？而这个试图取代他们的新宿主究竟有着怎样的实力与阴谋？一切的答案都等待着在未来的故事中揭晓。草庙村的清晨被第一缕阳光唤醒，金灿灿的光束透过新盖的雕花木檐，在青石板路上切割出整齐的光影。街边摊位上，村民们正踮着脚将沾着晨露的灵果装车，红彤彤的果子堆成小山，甜香混着薄雾在空气中飘散。几个孩童追逐着滚落在地的果子，笑声清脆的能惊飞树梢的麻雀。轰！一声巨响撕破宁静，天际突然裂开道缝隙，刺眼的金光如瀑布倾泻而下，在村口炸开直径3丈的烟雾团。焦土味混着电子合成音弥漫开来，欢迎宿主降临，双界纪元。当前区域：新手村、草庙村。烟雾如活雾般翻涌消散，一个身着黑红相间劲装的年轻男子双手插兜踏出，银白色头发在无风自动，脖颈处悬浮的全息系统面板流转着冷蓝光。哈哈哈！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本少的新手村。男子仰起头，喉结随着狂笑剧烈滚动，嘴角上扬的弧度夸张的像要撕裂脸颊。系统提示：检测到初级 NPC 村落，完成收服可获得100倍经验。他猛地甩动手臂，一把3米长的长刀凭空出现，刀身缠绕着紫色电光，符文闪烁间发出齿轮摩擦的刺耳声响。都听好了，把你们的宝物和秘籍统统交出来。摊位后的村民们瞬间炸开了锅，卖灵果的老汉哆嗦着打翻竹筐，果子咕噜噜滚了一地。抱着孩子的妇人死死捂住女儿的眼睛，连退3步撞翻身后的竹凳。张小凡刚从纪念馆整理完展物出来，道袍下摆还沾着修复壁画的金粉，见状快步上前，手中的诛仙剑微微发烫。这位朋友，草庙村不兴这套。就你？年轻男子歪头打量着张小凡打满补丁的道袍，突然爆发出尖锐的嗤笑，眼尾夸张的上挑，连系统都没有的废物也配和我说话？话音未落，长刀已裹挟着紫电劈出，剑气精准削断张小凡一缕黑发，在青石板上离出3尺深的焦痕。围观村民们发出惊呼，几个胆小的直接瘫坐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一声龙吟般的嘶鸣震得众人耳膜生疼。只见天际浮现七彩祥云，暗影铁蹄如离弦之箭破空而来，每踏一步都在虚空中留下燃烧的金色蹄印。杰克戴着磨损的牛仔帽，双腿大喇喇地跨在神兽背上，枪套里的双界圣枪符闻名灭不定。陆雪琪白衣胜雪，玉净瓶柳枝轻摇间洒出点点荧光，所过之处破碎的石板竟自动愈合。哟，哪来的 NPC 还会骑坐骑？年轻男子瞳孔骤缩，随即勾起一抹邪笑。系统面板弹出稀有坐骑捕获任务的红光，正好把这神兽交出来，我心情好就饶你们一命。他手腕翻转，长刀蓄势待发，却见杰克慢悠悠打了个哈欠，指尖随意点出。年轻男子突然感觉整个世界都颠倒过来，仿佛有10座大山同时压在背上，膝盖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嚓脆响，他整个人重重砸在地上，长刀脱手飞出，在石板上擦出一串火星。系统面板疯狂闪烁着警告，检测到超规格力量的血红大字。他惊恐地看着杰克掏出双界圣枪，七彩符文在阳光下流转出创世神纹的虚影，枪口冰凉地抵住他的眉心。小子，想通关？杰克故意拉长语调，用枪管挑起男子的下巴，先学会尊重前辈。年轻男子额头上的冷汗如雨点般砸落，浸湿了衣领。系统提示音尖锐的刺耳，检测到当前战力差距无穷，建议立即投降。他声音颤抖的不成调子，嘴角不受控的抽搐。您是创世神？
我有眼不识泰山，饶命啊！陆雪琪忍不住轻笑出声。玉净平轻轻点在年轻男子颤抖的肩膀上，柳枝拂过之处，他身上的黑红劲装镜浮现出复古像素风的 bug 纹路。看你这系统面板，还是几十年前的老版本呢？该更新了。张小凡无奈的摇头，弯腰捡起长刀，健身符文在他掌心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年轻人，草庙村现在是双界纪念馆，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围观村民们爆发出一阵哄笑，几个胆大的孩童凑过来，好奇地戳着年轻男子僵直的后背。年轻男子瘫坐在焦黑的石板上，双腿仍止不住的打颤，指甲深深抠进掌心，才勉强让自己回神。他脖梗处的系统面板突然爆发出刺耳鸣响，红光如血色潮水般漫开，映得周围村民的脸色都泛起诡异的猩红。面板上浮现出一行猩红大字，边缘还滋滋冒着电流火花，检测到非法干扰，启动自卫程序。伴随着机械齿轮转动的轰鸣，一个由数据流组成的虚拟人影撕裂面板飘出。这人影身披的银色铠甲流转着冷硬的金属光泽，镶嵌红宝石的王冠悬浮在头顶，眼瞳是两团不断跳动的猩红代码，傲慢的目光扫过众人，仿佛在打量蝼蚁。哪里来的野路子系统，竟敢破坏本宿主的攻略计划？虚拟人影的声音像是被塞进了18台变声器，尖锐刺耳的声波震得附近房屋的窗纸簌簌作响。他随意甩动由二进制代码凝聚的披风，带起一阵数据流飓风，将地上的碎石卷上半空。就你这破系统，也配合我万界至尊系统叫板？我宿主可是天命之子，攻略过72个高危副本。小精灵瞬间炸毛，身体膨胀到原本3倍大，数据流疯狂扭曲成荆棘状，头顶弹出一连串红色感叹号。垃圾系统，就这？你知道我们宿主是什么来头吗？当年他一个人单挑北欧神王奥丁，眼睛都不眨一下，徒手捏碎过时空裂缝核心。他气得在半空横冲直撞，不小心撞上杰克的牛仔帽，又弹回来继续破口大骂。杰克却气定神闲地从腰间摸出块怀表，慢悠悠地掏了掏耳朵，双界圣枪在指尖灵巧翻转，枪身符文随着动作亮起璀璨光芒，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行啊，想比划比划，那我今天就开个教学模式，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话音未落，虚拟人影暴喝一声，铠甲缝隙喷射出幽蓝能量，霎时间虚空如同被巨手撕开，无数发光法宝倾泻而出。青铜宝塔喷出的火焰将空气烧得扭曲变形，七弦古琴阵战间射出的冰锥穿透3堵石墙，雷电锁链锁过之处，地面裂开蛛网状的焦黑纹路。村民们尖叫着抱头鼠窜，卖灵果的老汉连竹筐都顾不上，果子滚得满地都是。几个孩童被吓得哇哇大哭，紧紧抱住张小凡的道袍。张小凡神色凝重，诛仙剑嗡鸣出鞘，剑身上的蛛魔纹路亮起青光，在空中画出巨大的太极图结界，勉强挡住几件漏网的法宝。杰克却像在自家后院散步般悠然，牛仔帽被气浪掀起一角，又稳稳落回头顶。他冲瘫在地上的新宿主扬了扬下巴，眼神带着3分戏谑。看好了，小子，这才叫系统对决。双界圣枪出鞘的瞬间，整个草庙村被七彩光芒笼罩，子弹拖着流星般的尾焰，精准命中每件法宝的核心代码。喷火宝塔在爆炸前发出不甘的电子哀鸣，化作漫天黑色数据流。冰锥古琴崩解时，音符状的数据碎片叮叮咚咚散落，雷电锁链更是在触碰子弹的刹那炸成无数细小的电流乱窜。虚拟人影的表情管理彻底失控，原本傲慢的面容扭曲成乱码，铠甲裂痕中不断渗出像素雪花。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的 SSS 级法宝库。他话未说完，杰克已经连开3枪，子弹穿透他的能量核心，在王冠上炸出蛛网裂痕。随着最后一声轰鸣，虚拟人影爆成万千光点，消散前还传来断断续续的电子求饶。大佬，有话好说。新宿主此刻瞳孔地震，张大的嘴巴能塞进整个鸡蛋，口水顺着嘴角滑落，都浑然不觉。他手脚并用扑到杰克面前，膝盖重重磕在石板上发出闷响。大佬，求您收我为徒，我有眼不识泰山，再也不敢嚣张了，以后您只东我绝不往西。杰克无奈的扶额，帽子阴影下藏着忍俊不禁的笑意。做人要低调，没本事就别瞎嚷嚷，记住了，这世上比你系统牛的多了去了。陆雪琪莲步轻移，从玉净瓶中取出一本古朴书册，封面上的莲花文章闪着柔和金光。这是天音寺的心灵鸡汤，先学会修身养性吧。他语气温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心浮气躁，再好的系统也就不了你。新宿主双手颤抖着接过书，感动得涕泪横流，鼻尖还挂着一个晶亮的鼻涕泡。小精灵趁机飞到他头顶，得意洋洋地转着圈。下次再见到我，记得叫前辈。
不然小心我黑进你的系统，把任务全换成捡垃圾。围观村民们笑得前仰后合，张小凡也忍不住背过身去，肩膀抖个不停。草庙村的上空重新回荡起欢快的笑声。草庙村后的演武场上，晨雾还未完全散去，新宿主小李早已笔直地站在中央，眼巴巴地望着山道方向。他身上那件原本炫酷的黑红劲装已经洗得发白，膝盖处还打着补丁，手里握着从系统兑换来的普通左轮，金属枪柄被他攥得发烫，手指紧张地在上面来回摩挲。自从上次在村口被杰克按在地上摩擦后，他彻底没了之前的嚣张劲儿，每天天不亮就揣着2个冷馒头跑来，生怕错过杰克开课的分秒。呼，山风呼啸而过，卷起满地枯叶。杰克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牛仔帽，慢悠悠地晃了过来，靴底碾过碎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随意地打了个哈欠，双戒圣枪在腰间轻轻晃动，符文闪烁间带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光晕。看好了，这第一式流星赶月。话音未落，杰克的身影突然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道金色残影。小李瞪大了眼睛，系统面板上的雷达疯狂闪烁。远处的山壁上，10块磨盘大的石头毫无征兆的接连炸裂，碎石如同被无形的手牵引，拖着长长的火光轨迹，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宛如流星划破夜幕。最后一块石头炸开的瞬间，无数石屑竟组成了一个左轮手枪的形状，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才轰然散落。检测到超规格操作，能量波动已突破本系统认知上限。小李的系统面板疯狂弹出红色警告，刺目的光芒映得他脸色发白。接下来的日子里，演武场成了小李的噩梦之地。叫惊雷破石，杰克特意选在乌云压顶、电闪雷鸣的夜晚。小李跪在泥泞的地上，浑身被雨水浇得透湿，手中的左轮已经换了3柄，前2柄都因为承受不住天雷的力量炸成了碎片。引动天雷靠的不是蛮力。杰克叼着草根站在一旁，任由雨水顺着帽檐滴落。看着像这样，他抬手朝天鸣枪，一道水桶粗的闪电瞬间劈下，精准地顺着枪管没入地下，在地面离出一道冒着青烟的深沟。练穿云刺时，杰克直接扔给小李一张特殊考卷，瞧见天上那只比芝麻还小的飞鸟没？打不中就别吃饭。小李趴在滚烫的石板上，眼睛盯得发疼，汗水顺着下巴滴在枪身上。连续3天，他的子弹不是擦着鸟语飞过，就是被高空的乱流带偏。直到第4天正午，当他饿得眼前直冒金星时，突然心一横，抛开系统提示的瞄准数据，凭着直觉扣动扳机。砰一声枪响，那只飞鸟竟真的扑棱棱掉了下来，翅膀上还插着颗冒着热气的子弹。这天樱花纷飞，双界纪念馆的老树下铺满了粉白的花瓣。杰克弯腰捡起一片花瓣，放在指尖轻轻揉搓。该学最后一式了，心中有枪，万物皆枪。他手腕轻抖，那片看似柔弱的花瓣突然化作一道寒芒，嗖地射穿了20丈外的铜铃。清脆的铃声响起时，小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杰克自始至终都没动用双界圣枪，甚至连手指都没怎么动。闭上眼睛，忘掉你的系统面板。杰克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而严肃，带着一种让人不由自主想要遵从的威压。他走到小李身后，伸手轻轻按住他的肩膀。真正的枪仙靠的不是法宝和数据，是信念。你问问自己，拿枪是为了装威风，还是守护重要的东西？小李愣住了，脑海中像是放映机般不断闪过那些画面，被杰克按在地上时的狼狈，村民们摇头叹息的模样，还有陆雪琪递给他那本心灵鸡汤时温柔又带着期许的目光。他的眼眶渐渐泛红，鼻子一酸，眼前蒙上了一层水雾。我想变得强大，保护想保护的人，不再被人瞧不起。他握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就在这时，他手中的普通左轮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温暖的金色光芒如同活物般缠绕在他手臂上。樱花树的枝条无风自动，飘落的花瓣悬浮在空中，远处呼啸的风声在他耳中都化作了子弹穿梭的尖啸。他试着抬手一指，一片最不起眼的花瓣瞬间化作流光，洞穿了10丈外的木桩，木桩炸裂的碎屑在空中组成了一个大大的物字。原来最强的系统是自己的信念。小李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泪流满面，鼻涕泡都冒了出来，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杰克满意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嘴角勾起一抹欣慰的笑意，孺子可教，滚去开荒吧，记得别再到处惹事，不然我可不管。一旁的陆雪琪轻轻摇了摇头，玉净瓶柳枝轻晃，洒下的净水落在小李头上，晶莹的水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仿佛也在为他的成长而欣慰。远处一只百灵鸟被惊起，清脆的鸣叫声回荡在草庙村的上空，
为这段师徒传承的佳话添上了一段美妙的注脚。双界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诛仙世界的御剑修士们脚踏流光溢彩的宝剑，衣袂飘飘；血版世界的魔纹战士身披暗紫色战甲，威风凛凛。双方虽曾立场对立，此刻却默契的并肩立，一同仰头望向漂浮在云端的创世神殿。巨大的金色光柱从神殿顶端直冲云霄，光芒如同融化的黄金倾泻而下，将整个天空染成瑰丽的色彩。光柱中，杰克和陆雪琪的身影若隐若现，仿佛是神话中即将归隐的神奇。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低语，有惊叹，有不舍，更多的是对这两位传奇人物的崇敬。杰克站在神殿中央，苍老却依然有力的手轻抚着双界圣枪，枪身的符文随着他的动作明灭闪烁，每一次光芒的跳动都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从初入双界的懵懂，到与各路强敌的激烈交锋，再到一次次拯救世界的壮举。无数画面在他脑海中闪过，他缓缓转身看向身旁的陆雪琪。陆雪琪的白发在神光照耀下如同流动的银河，发丝间闪烁着细碎的光芒，眼角的皱纹里藏满了岁月沉淀的温柔笑意。杰克嘴角勾起一抹微笑，声音里带着释然与眷恋：小师姐，是时候把舞台交给年轻人了。陆雪琪的玉净瓶泛起柔和的光芒，瓶中的柳枝轻轻摇曳，扫过杰克的手背，带来一阵酥酥麻麻的触感。他的眼神坚定而温柔，轻声说道：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这一刻，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二人，过往的风雨都化作了此刻的宁静与温暖。随着一声悠长而肃穆的钟鸣，钟声在双界回荡，仿佛是在为一个时代的落幕而奏响。杰克双手高举圣枪，挺直腰板，声音如洪钟般响彻天地：从今天起，我将创世神力融入双界之心，双界不再需要神，只需要守护他的人。话音未落，双界圣枪爆发出万丈光芒，光芒中蕴含着无尽的力量与希望。圣枪渐渐分解，化作点点星光，缓缓融入脚下的大地。整个双界剧烈震颤，山川河流仿佛都在欢呼，焕发出新的生机。原本宏伟神圣的创世神殿缓缓下沉，金色的光辉逐渐褪去，最终化作一座普通的城堡，象征着神权时代的结束。双界百姓彻底沸腾了。张小凡带着草庙村的老老少少，在村口点燃了象征感恩的篝火，火焰熊熊燃烧，映照着每个人脸上激动的笑容。大家围着火堆载歌载舞，诉说着对杰克和陆雪琪的感激。血版世界的铁匠们自发聚集，连夜打造出杰克持枪的巨型雕像。铁匠们捶打金属的声音此起彼伏，火星四溅。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讲述着杰克的传奇故事，眼神中满是敬佩。新宿主小李站在人群前方，早已泪流满面。他高举着从系统兑换来的烟花，声音哽咽却充满力量的大喊：没有枪仙大人，就没有现在的我。当晚，无数烟花在双界上空绽放，五彩斑斓的烟花有的组成左轮手枪的形状，在空中闪耀着金属的光泽，有的化作玉净瓶的模样，洒下点点星光。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也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庞。人们沉浸在欢乐与感恩的氛围中，共同纪念这两位传奇人物。而此时的西部牧场却是另一番宁静祥和的景象。杰克戴着新买的遮阳帽，帽檐微微歪斜，正哼着跑调的牛仔小曲修理栅栏。他手中的锤子一起一落，虽然动作不如年轻时利落，但依然充满力量。陆雪琪坐在一旁的摇椅上，手中的毛线针上下翻飞，为杰克织着过冬的围巾。毛线团在他腿上轻轻滚动，银针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远处进化为神兽的暗影铁蹄悠闲地啃着鲜嫩的牧草，银白色的鬃毛随风飘动，时不时甩甩尾巴驱赶蚊虫，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老头子，快来看！陆雪琪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指着天空，语气中带着惊喜。只见双界方向的天空中，烟花组成了感谢枪仙4个大字，璀璨的光芒照亮了他的脸庞，也映得他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花。杰克放下手中的工具，快步走到陆雪琪身边，笑着搂住她的肩膀，下巴轻轻蹭了蹭她的白发，感慨道：还是当凡人舒服，不用拯救世界，只需要守着你。两人依偎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温暖，看着星空下此起彼伏的烟花。这一刻，没有了神的责任与重担，只有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与满足，岁月仿佛在此刻静止。西部荒野的风沙拍打着响尾蛇酒馆的木门，酒馆内弥漫着威士忌的醇香与烟草的辛辣。醉醺醺的牛仔们围坐在斑驳的长桌旁，听着老说书人拨动破旧的班卓琴，沙哑的嗓音混着琴弦声，讲述着那个流传千年的传说。知道创世神的左轮有多快吗？老说书人突然压低声音，浑浊的眼睛扫过众人。几个年轻牛仔下意识凑近，连酒杯都忘了端。当年奥丁的永恒之枪，在那枪口下
就跟枯枝似的。他猛地拍桌，吓得酒保手中的酒杯叮当作响，神王都得跪。角落里，一个戴着宽檐帽的旅人轻笑出声，帽檐下隐约露出一截剑柄。老说人却不恼，反而冲他挑眉，不信，去青云山的诛仙秘境瞧瞧。岩壁上的壁画画着戴牛仔帽的神仙搂着白衣仙子，手里那把枪啊，比太阳还亮。在遥远的诛仙秘境，层层云雾缭绕的山壁上，历经岁月侵蚀的壁画依然清晰。画中杰克戴着标志性的牛仔帽，双界圣枪迸发出七彩光芒，陆雪琪白衣胜雪，玉净瓶柳枝轻扬，二人并肩立，脚下是无数被拯救的苍生。常有探险者举着火把驻足，指着壁画窃窃私语，听说这两位，一个用子弹轰碎过时空裂缝，一个用柳枝净化过邪念。双界的草原上，偶尔能见到银白色的骏马飞驰而过，鬃毛在风中闪烁着神秘的光泽。牧民们停下手中的活计，望着马群的方向喃喃自语，这是暗影铁蹄的血脉，当年他载着枪仙夫妇踏遍双界，连云朵都追不上。有孩童好奇地追问，那枪仙和剑仙现在在哪儿？老人们只是笑着指向星空，他们啊，或许在某个时空还骑着神兽看烟花呢。宇宙深处早已融入双界的系统残留数据泛起微光，小精灵的数据流在虚空中凝聚，虽然形态模糊，声音却依然清亮。有些故事永不落幕，因为总有人相信子弹与剑诀能劈开黑暗，带来自由与爱。话音落下，一道流星划过天际，拖着长长的光尾，仿佛是来自遥远时空的回应。在某个未知的时空中，清脆的枪响与悠扬的剑鸣突然响起。戴着牛仔帽的白发男子和白衣女子相视一笑，前者手中的左轮闪着熟悉的光芒，后者玉净瓶柳枝轻颤。小师姐，下一站去哪儿？随你，只要和你一起。两人的身影渐渐模糊，只留下风中若有若无的笑声，等待着下一个故事的开启。全文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跟波波一起看小说。